我穿越成了一个皇帝，但我的天下只有4间没有门窗的石室，台下的文武百官是101具枯骨。每天早上，我都要穿着破烂的龙袍，对着这堆枯骨宣布早朝。只因在黑暗的深处，有一双眼睛正在死死盯着我。只要我表现出一点正常人的理智，他就会立刻将我抹杀。为了活下去，我只能像个疯子一样趴在地上啃食墙洞里滚出来的发馊饭团。直到第11天，我终于找到了反杀他的机会。那股极淡的竹子清香再次出现，他来了，像往常一样，没有脚步声，隐藏在黑暗里，静静地窥视着我。我趴在地上，装作咀嚼饭团，余光死死锁定气味的来源。3、2，我猛然抱起，手握魔尖的木刺，狠狠扑向那团阴影，撞上了，但触感极其诡异，轻飘飘的，像是一团极度柔软的布帛。我死死抓着它不放，将它狠狠撞向石墙。借着微弱的长明灯，我终于看清了它的真面目，那根本不是人，是一个纸人，是用厚实的竹纸扎成的傀儡。难怪它没有脚步声，难怪它轻如鸿毛。我脑海中闪过墙洞里那个神秘女生的警告，吐它！我毫不犹豫，一口唾沫狠狠啐在纸人脸上，呲啦，唾沫仿佛致命的强酸，纸人的五官瞬间融化，发出凄厉的惨叫。有用！我死死按住它，疯狂地吐口水，直到口干舌燥。我直接张嘴，狠狠咬住撕扯，满嘴都是苦涩的纸浆。纸人终于停止了挣扎，化作一地碎屑。我赢了，但我知道这只是个分身，真正的幕后黑手还在外面。我拖着满身伤痕，摸索遍了4间石室，终于在龙椅正后方的石壁上找到了暗门，用力推开，一条狭窄的石阶通向高处，尽头是一间宽敞的石室，中间摆着半人高的青铜丹炉，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屏风后倒着2个人，一个是干瘦的老头，胸口插着一把刀，已经死透；另一个是个15、16岁的少女，她还有气。你是异类。少女虚弱地看着我，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我冷冷地看着她。她是谁？赵奎。少女艰难说道：把我关在这里的人，你杀了他。是，我叫赵喜。门在哪？我握着刀，赵喜却露出惊恐的神色。出不去的，外面早就灭世了，全是一片火海废墟。我不信。我走到他指认的石墙前，用力推开那扇沉重的石门，轰！一股极其恐怖的热浪瞬间倒灌进来，差点将我掀翻。我死死扒住门框，探头看去，门外是万丈悬崖，天空被厚重的火云遮蔽，犹如末日。大地上无数参天巨木燃烧着熊熊烈焰，入目之处全是一望无际的火海怒涛，没有活物，没有生机。赵奎没有撒谎，世界真的毁灭了。砰！我猛地关上石门，隔绝了那让人绝望的热浪。出不去了，至少现在出不去。我必须先在这个鬼地方活下来，比我彻底变成一张纸皮只剩最后3天。这是我刚刚从一堆碎纸里得出的致命结论。门外是无边火海，退无可退。那个老东西正躲在暗处，等着我乖乖跳进陷阱。坐以待毙从来不是我的作风。既然他想玩阴的，那我就陪他玩到底。我盯上了赵奎留下的遗物，那是一本名为《广产子》的道家残卷。赵喜告诉我，赵奎是个即将结丹的炼气师，这本残卷就是他的修炼法门。在这缺衣少食的死地，只有学会炼气辟谷才能撑下去。我开始修习广产子，进度快得不可思议，仅仅1个月我就突破了第1层境界，但我却越练越觉得不对劲。他不练其他，只练皮囊，甚至在抽取生机去反哺这副皮囊，练到最后，整个人就会变成一张完美的皮囊。为什么会这样？这天夜里，我假装熟睡，五感放到最大，突然我闻到了一股味道，极淡极淡的竹纸的香气，和地下那个纸人傀儡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味道的来源是睡在不远处的赵喜。我猛然睁开眼，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赵喜不是人，他也是个傀儡，一个比纸人高级无数倍的伪装。我脑海中瞬间串联起所有的线索，赵奎根本没死，地下那101个遗骸是寻来的耗材，而我是被他选中的完美躯壳。他故意装死，把残卷留给我，让我自己把自己炼成一张空皮囊。等我炼成之日，就是他夺舍我之时。我缓缓站起身，将短刀藏在身后，走到正在丹炉旁忙碌的赵喜身后。你在想什么？他回头冲我笑，笑容温柔，毫无破绽。我在想，你真的很像。我猛地低头，一口唾沫狠狠吐在他的脖颈上。他发出一声不似人类的尖叫，被唾沫沾染的皮肤瞬间像白纸入水般塌陷融化。我毫不犹豫，拔刀狠狠捅进，刀锋入体，毫无阻力，就像捅进了一个空心的软壳。我用力一划，哗啦啦掉出来的是一堆发黄的竹纸。他瘫倒在地，绝望地把那些纸团往里塞。为什么？他死死盯着我。我是赵喜啊，别装了，赵奎。我冷冷地看着地上的皮囊，你想骗我炼成皮囊，好让你夺舍？老子玩腻了。我手起刀落，对方瞬间化作一个苍白的硬壳。但我知道赵奎还没死。我拎起那具纸壳，大步走到石门前，一把推开大门。末日的火风呼啸灌入，滚出来！我将纸人悬在火海边缘，不然我把你扔下去。纸壳毫无反应。我冷笑一声，松开手。就在纸壳即将坠落的瞬间，异变突生，纸壳猛地炸开成一张极细的铜丝网。嗡！铜网瞬间扑向我，我的左半边身体瞬间失去控制。我死死扒住门框，老子跟你拼了！我放弃了抵抗，双腿猛地发力，带着铜网纵身一跃，直直坠入那焚尽万物的无边火海。狂风呼啸，烈焰吞噬了我的视线。赵奎绝望的波动在铜网中疯狂挣扎，但我闭上眼，迎接死亡。如果给你一次重生的机会，代价是变成一只虫子，你换吗？我根本没得选。在那片连神明都要化为灰烬的火海里，我带着那个企图夺舍我的老怪物一起跳了下去。我本以为这会是一场痛快的同归于尽，谁知道命运跟我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玩笑，躯体毁灭了，但我没死，或者说，我以另一种形态活了下来。火海的尽头不是毁灭，而是一场未知的重生。我失去了人类的躯体，变成了一枚黄豆大小的金色虫茧，被埋在一片冰冷的灰烬里，周围很黑很安静，直到一声巨响，困住我的废墟被人挖开，一缕阳光刺破了黑暗。我看到了一张女孩的脸，她很瘦，脸色苍白，眼神却像鹿一样干净。她叫薛宝平，她把我从塌陷的灶台里捡了出来。
放在一个破旧的粗瓷碗里。我太虚弱了，虚弱到连意识都快要溃散。我需要能量。一滴温热的液体落入水中，我本能地吞噬着那丝能量，活过来了。我的意识渐渐清晰，我被困在这枚金茧里，透过水波观察着这个新世界。薛宝平是个孤儿，他每天守着我，把仅有的一点口粮省下来。10几天过去，我的力量在暗中疯狂滋长，那张夺舍我的铜网已经被火海熔炼，彻底化作了我的身躯。我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穿越者，我在等待破茧而出的那一刻。直到那天傍晚，门被粗暴地踹开，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闯了进来，他叫王文，他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野猪肉，眼神却死死盯着薛宝平。妹子，吃肉啊！他步步紧逼，将薛宝平堵在墙角。薛宝平拼命摇头，眼神惊恐到了极点。砰！窗台上的瓷碗被他猛地扫落，水花四溅，金茧重重摔在冰冷的泥地上，封印破了。我感受到了女孩绝望的眼泪，一瞬间金光暴涨，我化作一道肉眼无法捕捉的金色闪电，瞬间穿透了黑暗。正在大笑的王文身体猛地一僵，他停下了动作。薛宝平趁机挣脱，连滚带爬地缩到墙角，他惊恐地看着眼前的景象。王文歪着头，一条极细的金色丝线在他的眉心一闪而过，扑通，他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屋子里死一般寂静，薛宝平瑟瑟发抖，张着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向黑暗中伸出手，绝望地摸索着，仿佛在寻找那个陪伴了他10几天的小虫子。我从黑暗中缓缓走出，我伸出手，轻轻握住了他冰冷颤抖的指尖。我叫李无香，我在黑暗中看着他，声音平静，多谢你救了我。薛宝平呆呆地看着我，许久，他干涩的喉咙里挤出一个沙哑的音节，薛宝平，对吗？我笑了笑，握紧了他的手，别怕，从今天起换我来护着你。如果你刚杀了一个恶霸，而他的弟弟正在门外疯狂砸门，你会怎么做？薛宝平只是个10几岁的孤女，她已经吓得快要崩溃，但我不一样，我是个死过一次的怪物，在这个废土小镇，心慈手软就是找死。我看着门板上不断扩大的裂缝，声音没有一丝温度，不要出声。突然门外传来粗暴的砸门声，开门，开门，是逝者的弟弟王武。薛宝平浑身发颤，在这金水镇，王家父子是出了名的恶霸，你什么都别做，我隐没在黑暗里，你什么都不知道。话音刚落，哐当一声巨响，糟朽的院门被王武一脚踹开，他提着猎叉，举着火把，满脸横肉的闯进来。哥，你背着我干好事，镇主要先猛受蛊，现在就要。火光照进主屋，薛宝平死死抵着墙，闭上眼睛。他以为下一秒王武就会看到地上的遗骸，但片刻后，王武粗暴地质问：我哥呢？人呢？薛宝平睁开眼，地上干干净净，仿佛一切只是一场梦。王武骂骂咧咧地甩开他，转身冲出门去寻人。院门再次摔上，薛宝平瘫坐在地，点亮火绒，梁上挂着几片破布，那是王文的衣裳。他用发颤的手指在地上写字。怎么办？他弟弟还会来找你。2个办法，咱们赶紧逃。薛宝平拼命摇头。第2，今晚去杀他全家，那就没人怀疑你了。他愣住了，片刻后，他握紧拳头，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声。好，那你得帮我个忙，转过身，不要怕。薛宝平转过身，瞳孔瞬间放大，他看到了我现在的样子。在这绝望的世道，他没有尖叫，没有逃跑，只要有人陪他，哪怕是个妖魔。拿剪刀来，我的声音很轻柔，把我剪开，剪成一件大氅的样子，然后丢进王家院子。夜色漆黑，薛宝平绕过残垣断壁，王家院墙外，王鹏正在痛骂儿子王武。丢进去，在外面等我。我被抛过墙头，落在王家门前。王鹏气冲冲地走出来，借着月光看到了地上的我，他捡了起来，满眼贪婪，柔韧轻盈，像是金丝织就。他以为这是镇主请来的炼器士赏赐的宝物。他脱下外衣，贪婪地将我穿在身上，正合身。他刚想笑，剧痛瞬间爆发，无数白线化作尖刺，他立马倒在地上。王武踹门冲进来，看到老子这副模样，他不但没救，反而后退一步。你也有今天。王武狞笑着凑近，王鹏瞪着眼，身子猛地一挺，噗，一大团白线急速而出，冲向王武。1刻钟后，我重新站了起来，搜刮了王家的金银、猎具和干肉。我翻过院墙，跳落到薛宝平面前。月光下，我化作一个清瘦的少年。你看我现在好看吗？他看呆了，心跳漏了一拍。接着我们回到家，薛宝平捂着嘴，不敢相信自己刚刚说了话。你没事？我看着他，你只是心里压抑太久了。他放下手，试探着发声，慢慢变得流利。我把王家的猎具绑好，沉入金水河底。王家父子畏罪潜逃了。明天有人问你，你就装哑巴，装害怕。他用力点头。我必须留下来。这个世界的炼器士似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手眼通天。几天前镇上来的炼器士赵启，极可能和当初的赵奎有关系。前几天我还是个能瞬间秒杀恶霸全家的恐怖怪物，现在我却像条死狗一样趴在满是腥臭的泥水里。我强忍着窒息的痛苦，任由泥沙将我掩埋。不远处的镇民像秃鹫一样盯着河面，随时准备搜刮。只要我演得够逼真，我就能成为他们眼里的可怜虫，因为我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连日暴雨，金水河水位暴涨，机会来了。第5天，上游决堤，浑浊的河水滚滚而下。我躺在河边的泥水里，装作顺流飘下的流民。薛宝平适时出现，将我拖上岸。为了逼真，我从指缝里露出2块碎银。镇民们眼冒绿光，抢走银子，再也没人管我的死活。我的身份洗白了。上游李家湾镇遭遇洪灾的幸存者。第6天，雨停了，镇上的懒汉和老弱在河边游荡。一个叫陈大姐的女人指着薛宝平破口大骂：小哑巴招了个野汉子，没眼看。一个叫陈三咬的无赖凑上来，交出你身上的银子，不然滚出金水镇。我坐在门槛上，看着他们从板凳下抽出一块碎砖。陈三咬刚伸出手，我抬手就是一下，咚，他被砸懵了。我揪住他的衣领，又是一下，他双腿一软，
瘫倒在地。我看着周围吓傻的郑明，面无表情地砸下第3下，惨叫声终于响起。我丢下砖头，走到陈大姐面前，她吓得瘫坐在泥水里。我叫李无香，我轻声说：“我无亲无故，什么都不怕，你们想试试吗？”一瞬间，所有人作鸟兽散，欺软怕硬，这就是最直接的规则。下午，我带着薛宝平去镇西采买，我换上干净的短衣，步伐不疾不徐，在陈家杂货铺，我写下一张字迹清秀的采购单。掌柜看了看我的字，叹了口气：“你是李家湾，李家的小公子吧？”我低下头，眼神黯然，轻轻叹了口气：“活着就好，省着点花吧。”掌柜信了。与此同时，布帘后传来轻响，镇主的独生女陈秀正躲在后面偷看我，夕阳打在我的侧脸上，我适时地展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钩子已经抛下，鱼儿该咬钩了。当晚，镇主府，陈秀死活要嫁给我。爹，她长得可好看了，又是李家的小公子，你快去提亲。镇主陈心生性多疑，他觉得太巧了，连夜去找了炼气师赵琦。仙师，镇上来了个少年，说是上游冲下来的。深夜，薛家柴房，我躺在稻草上，极度的饥饿感撕咬着理智。突然，极轻微的脚步声在门外停下，一阵狂风刮过，门窗缝隙被强行扒开，2只铁青色的巨大手掌探了进来，我浑身僵硬，无法动弹。那魔物厉声喝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赵琦在试探我，我的嘴巴不受控制的想要吐露真相。不能说，绝对不能说。生死关头，我疯狂呼唤体内的异类，帮了我，我给你找食物。一股贪婪的喜悦在体内升腾，宏大而空洞的力量瞬间劈开幻想，我的神智瞬间清明。我顺势装作被迷晕的样子，含糊不清的念叨：“李家湾，我爹是李茂。”魔物怒吼一声，猛地缩了回去。我猛地从稻草上坐起，门窗完好无损，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我推开门缝，墙根下一个指折小人正迅速燃尽，空气中残留着致幻的臭味。我关上门，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纸人树，赵琦果然和赵奎是一丘之貉。现在我依然很饿，但不再是走投无路的饥饿，而是猎手面对猎物时从容品鉴的饿。他想试探我，那么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蠢的猎物，他披着修仙者的高贵外衣，骨子里却透着令人发笑的贪婪。他以为自己是执掌生杀大权的执旗者，却不知道从他踏入这个小镇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成了我网里的一条鱼。我需要他的功法，需要他的一切。为了这顿大餐，我甚至愿意跪下来给他磕头。因为昨晚那个高高在上的修仙者像做贼一样趴在我屋顶上，他叫赵琦，他想要自立门户，还缺一样东西，极贵之人的命格。而他昨晚忘了我的情，认定我就是那个极贵之人。他以为我是他砧板上的肉，但他不知道我也盯上了他，因为我需要他的修仙功法来解决我身上的致命麻烦。想钓鱼得先撒饵，镇主的独生女陈秀就是最好的鱼饵。这大小姐娇生惯养，带着碧玉镯，穿着艳丽裙子，跑来我家昏暗的灶台边找我搭话。我连头都没抬，店没开张，喝水自己拿瓢。她嫌那水瓢脏，缩回了手。我用极度漠然的语气抛出了一个致命的钩子：要是我也是个炼气士，我的家人就不会被洪水淹死。我叹了口气，眼神恰到好处的暗淡下来。绝杀！她心里的同情心瞬间泛滥了。为了讨好我，大小姐开始疯狂倒苦水，把那个赵仙师的底细都抖干净了。她吃饭挑嘴，葱姜蒜都不要。她动不动就吹嘘门派多有钱，我心里冷笑，原来是个傲慢又挑剔的蠢货。摸清了底细，我开始收网。我对陈秀越发冷淡，她反而越发上心。临走前，她红着脸向我保证：等着，我去求我爹，一定让赵仙师收你做徒弟。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我告诉身边的哑巴女孩，最迟今天下午，赵琦就会自己找上门。中午，门外果然传来脚步声，来了。我立刻站起身，打翻板凳，冲回屋里，害怕、懦弱。不，我在洗脸。等我再走出来时，脸上带着未干的水痕，头发微湿，服帖地垂在额前，眼神恭敬却不卑不亢，完全是一个落魄世家子的完美伪装。赵琦站在门外，眼神高傲：你就是李继业？是，知道我是谁？我微微低头，声音颤抖。先是气度，金水不做第二人响，马屁拍得不露痕迹。他嘴角果然勾起一抹冷笑，很受用。他走进屋，看着灶台旁的板凳，皱了皱眉，嫌脏。我立刻上前铺上一方白净的帕子，退后2步，规规矩矩站好。他坐下了，开始试探我：镇主想招你做女婿，你不想留这儿，修行辛苦，随时会死，你吃得了苦。我知道，飙演技的时候到了。我猛地扑通一声，直接拜倒在他脚下，死死盯着他，眼眶发红。我不要什么基业，要是我当初就是修士，我怎么会保不住我的家人？求仙师收我为徒，情绪爆发，毫无破绽。赵琦眼中闪过一丝得意，他以为彻底拿捏了我这个无牵无挂的棋子。他慢慢摊开手，心性不错，把左手给我。我犹豫了一下，慢慢递过手腕。我知道最凶险的时刻到了，这些日子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合情合理融入这个世界，眼下就是最后一关。我外表唯一的破绽是眼睛，眼球是特殊装置团成的，常浸润水分，只看起来眸色稍浅而已。刚才我特意凑到赵琦身前，就是要让他近距离看清楚我的眼睛。他没觉察出异常。这些天我越来越弱，体内气息驳杂的跟常人别无二致。可我不知道赵琦有没有别的手段，能看出我不是人。我现在败在赵琦面前，故意挡住了唯一的出口。通往院里的门是关着的，灶台旁的菜刀、柴刀我试过好几次，能瞬间拿到手。但我真正的依仗是自己提前做好的应对准备。宽松衣裳底下藏着我的专属特殊延展装置，只要有半分不对，我就立即出手制住他。这些天我一直在给赵琦营造我是寻常富家子弟的印象，今天也没带防身武器，真动手成功率极大。赵琦的手指搭在我脉上，我特意把脉搏调得稍快稍浅。隔了会儿，赵琦咦了一声，又仔仔细细打量我。我仰着脸毫不畏惧，没动弹。赵琦皱了皱眉，换只手。我把右手递上去，同时悄悄调整姿势，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察了什么。没一会儿，赵琦收了手，盯着我端详。
你从前有没有学过特殊技能？说实话，他脸色严肃了不少。我低声说，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我注意到赵琪身体微微后仰，右脚跟稍稍离地，明显是警惕起来了。现在出手说不定是最好的时机。但我稳了稳心神，说，我爹教过我一些，我没怎么常练，就是普通的调息凝神的法子。仙师，这算是学特殊技能的基础吗？我没说广禅子里的法门，只说了前世知道的静心法子，比门派的技能基础合适的多。你爹教你什么时候这么调息啊？这个还分时候吗？赵琪脸色缓和下来，又露出不屑，哼了一声，你那爹真是愚。算了，你练的是很粗浅的调息法，算是个加特殊技能的启蒙。普通人瞎练，资质平平还好能静心，要是资质好，一旦出了岔子，人就废了。那我好在你没常练。我愣了愣，欣喜转瞬即逝。那仙师是说我的资质好？赵琪在心里叹了口气，这孩子资质跟从前的自己不相上下，气息驳杂，却已经有了细微特殊感应。沉默片刻才说，勉强能算个好字，但你这身子怎么这么虚？他瞥了眼厢房，这里是不是住了个哑女？我愣了好一会儿，忙说没，仙师，我从来没，从小就没，要守住。赵琪严肃地看着我，能力突破到下一阶段之前，要注意涵养精神。我连忙答是，跟着就反应过来，双手扶在地上拜了3次，师傅在上，受弟子一拜。下一秒我头顶一松，赵琪竟随手打散了我的发髻，我瞬间绷紧身体，就要起身动手，可预想中的攻击没到来，反倒赵琪捻着我的头发，给我重新盘了个倒计，低声道：仙人抚我顶，结发寿长生，今日起你就是我弟子了。师门是燃山派，师祖是赵奎，门派的相关规矩日后再说。抬起头来，我抬起头，看见赵琪皱着眉，立刻从怀里摸出白帕递上去。赵琪拿帕子擦着手，为师看你头发都白了，入了师门就要懂得守心。是，弟子记住了。赵琪面无表情盯了我一会儿，忽然叹了口气，好了，明天上午到陈家找我，我还有话对你说。赵琪出了门，我送出去躬身下拜，一直等他走过桥头彻底看不见了才直起腰。我脑子里反复回荡着刚才那2句诗：仙人抚我顶，结发寿长生。赵琪明嫌我头发脏，皱着眉还是做完了仪式。可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2句诗？天上白玉京，12楼5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寿长生。这4句出自我原来的世界，是古代有名诗人的名作。这些日子我一直琢磨这个世界的来历，总觉得是平行宇宙，习俗文化和文字都跟我老家高度相似。可刚才听见有人念这2句诗，我还是愣住了。这样巧合的概率几乎为0，难道在我之前也有老乡传来了？我喘了口气，平复震惊，忽然想到燃山派收徒要念这2句，书特定发誓，难道那位祖师爷就是传来的？我对这个世界了解太少，等离开金水镇，第一件事就是把规则摸清楚。第2天我早起了，梳洗后露出满头白发，没再用炭黑涂黑。之前赵琪那么谨小慎微的人都没看出异常，普通人应该更发现不了。等朝阳驱散薄雾，我走到陈家门前，陈家没我想的气派，只有个高敞的大门，没设门槛，2扇黑漆门敞开着，院子极大，10几个镇兵正在套牛准备犁地，地面是红土，满是车辙印。镇兵们早知道我要来，没拦我，只边干活边交头接耳看我。我扫了一眼，这些镇兵虽然干瘦，但精神头很足，看来平时吃得饱，更像是陈家半兵半农的长工。陈家也就是个发迹中的小地主，远比不上统治李家湾100余年的大家族。我进了院，左手边是马厩和镇兵住的厢房，右手边有棵老樟树，底下围着青石条，平时应该工人坐。樟树和厢房之间隔了一排刚移栽的蔫头耷脑的树篱，想来是给赵琪隔出的清净地界。正堂门口站着2个人，一个中年妇人带着温和的笑，眼神仔细打量我，应该是陈秀的母亲。陈秀躲在她身后，笑意藏都藏不住，凑到母亲耳边说了几句，就朝我招手。我站定给2人施了一礼，陈秀又往左边指了指，我顺着看过去，马厩边有3个人在伺候2匹马，2个是镇兵，另一个显老的男子正教他们铡草料，应该是陈家家主陈兴。他刚好也转头看我，笑着点了点头。我又施了一礼，正要过去拜见，陈秀母亲却远远摆手，指了指赵琪住的厢房方向。我懂他的意思，是怕赵琪性情古怪挑理，让我先去见他。这一家3口给我印象挺好，我感激地笑了笑，往赵琪的住处走。走到门口我就察觉赵琪正站在门后，我能听见衣衫蹭门板的细微声响。我用刚好能让他听见的声音说：师傅，弟子李吉也来见师傅了。赵琪没应声，我也不再说话。锤师傅了。赵琪没应声，我也不再说话。锤着手微微低头站在门外，没一会儿就听见门内轻悄悄的脚步声，想来是他蹑手蹑脚走回椅子上坐下了。我心里暗笑，这赵琪第一次收徒，怕立不住威严，故意玩城门立雪那套呢。我站了1刻钟，再次低声说：师傅，弟子李吉也来见师傅了。门内还是没动静，但我听见了翻书的声音，合着他自己都等得无聊看上书了。我也不动，默默琢磨他的性子，看起来30来岁，之前以为他是小心谨慎，现在才发现他是不自信，在意旁人看法，自卑，怕被人看清。前世我见多了这种人，太知道怎么讨这种人的欢心了。又等了一会儿，太阳升起来，晒得人暖洋洋的，很舒服。忽然听见门内啪嗒一声，像是笔杆掉在了地上。沉默了几秒，我第3次开口：师傅，弟子李吉也来见师傅了。一阵脚步声后，赵琪开了门：你等了多久了？弟子等多久都是应当的。赵琪咳了一声：你知道为师为什么要你等这么久吗？我立刻顺坡下驴：师傅想考验弟子的耐心。赵琪嗯了一声：不错，你很有悟性，也有耐心，进来吧。我进屋轻轻关上门，他的房间陈设很简单，新刷的墙，新铺的地砖，挂着个皮质背囊，一柄长剑，一柄拂尘，只有几张桌椅床。赵琪坐下，我垂手站在他1步远的地方，沉默了一会儿，他又咳了一声：为师也是第一次收徒，师傅领进门，能力提升靠个人。你先说说，你对咱们门派了解多少？我挠挠头：师傅，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连门派是什么样都不知道。赵琪愣了愣：你总该知道8部玄教吧？只听过名字。赵琪叹了口气：8部玄教不是一个门派，是8个门派。
派。我立刻做出惶恐的样子，师傅别怪我，我从小在村里长大，好多您眼里的常识我从来没见过，自然不知道。赵琪神色缓和下来，听见我自称凡人，还闪过一丝得意，松口说行吧，那我就从头给你讲。我今天说的是八部玄教和教区凡人的看法，往后我再给你讲咱们今天说的是八部玄教和教区凡人的看法，往后我再给你讲咱们燃山派的说法。八部玄教8个门派，其中6派弟子多，占了天下6州的教区，自称玄门正宗，把剩下的教派全当旁门左道，一有机会就征伐。几十年前金水镇闹玄教，就是太阳道想来占地盘，以后遇见这6派的人，你要小心。我皱了皱眉，师傅，那幽冥道就不用小心了吗？幽冥道也是8部玄教之一，但传人极少，也不爱管闲事，你不招惹他们就没事。赵琪往椅背上一靠，你是不是在想，这才7个，第8个是什么？是啊，弟子都好奇死了。赵琪笑了，你听过夜朝吧？现在的9州规矩习俗都是夜朝传下来的。夜朝皇帝李业能力达到顶尖层级，被尊为东皇太一帝君。他顿了顿，我立刻接话，那这位帝君的是哪个门派？赵琪脸上露出点讥讽的笑，按8部玄教的说法，那些练剑的剑侠是东皇太一门下正统。其实当初夜朝就是太一道最擅长化虚为实的特殊技能，后来6派和太一道大战，夜朝灭亡，太一道散了，剩下的剑侠就被当成了太一道传人，至今还被6派追剿。他看向我，语气郑重起来，但实际上太一道的真传现在就在咱们燃山派。我心里一动，之前赵奎把100多个人封在空心砖里制作太一相关的特殊物品，用的应该就是燃山派的手段，看来燃山派确实有点来头。赵琪笑问，现在知道你这燃山派弟子的分量了？我立刻装出向往的样子，师傅，那我以后也能掌握这些特殊技能吗？我本来是敷衍，说完却看见赵琪嘴角压了一下，眉头微紧，眼神还涣散了一瞬，才笑着说，这都是高深手段，你勤奋努力，总有一天能学会的。我立刻反应过来，他自己根本不会这些特殊技能，说这话的时候心虚得很。赵琪说着说着忽然意兴阑珊，叹口气摆摆手，暂不说这些了，我今天叫你来是要赐你样东西。接着他起身走到山墙边，从背囊里掏出个白色小瓷瓶，我只看一眼，立马认出这瓶子跟我被困背囊里掏出个白色小瓷瓶，我只看一眼，立马认出这瓶子跟我被困时从赵奎那找到的装制剂的瓶子一模一样。赵琪握着瓶子走回我身边坐下，看着我，你底子本来不错，就是虚了，但这东西。他拨开瓶塞晃了晃，我听见里面有小圆东西滚动的声响，我立马摆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师傅，这太贵重了吧？赵琪强笑一下，知道贵重就好，只要你勤奋练习提升能力，就不枉费我的苦心，拿着用了。我伸出手，他把瓶子放我手心，立马收回去，好像下一秒就要后悔。赵琪见我表情舒畅，这才松口气，这我也只用过3回，行了，你也不用谢，趁现在正好考验你的悟性。他开口念药诀，语速不快不慢，我本来还有点担心，听了几句就发现这套药诀跟我之前看过的很像，搞不好就是从广产子那简化来的。不过我现在身份是李继业，要是真的李继业听了，肯定只会觉得是大道理，所以我故意皱起眉头，摆出吃力懵懂的样子。赵琪念完药诀，等了一小会儿问，现在说说你都听到什么了？我皱着眉不说话，过了好几息还是一副苦思冥想的样子。他明显不耐烦了，他自视甚高，最讨厌笨人，估计已经在心里骂我是看着精明实则蠢笨的玩意儿了。这时候我才开口，师傅，我听不懂。赵琪从鼻子里哼了口气，强压着不耐，哪里听不懂？一点都听不懂。我听着像是在说人该怎么跟天地相处，怎么按规矩渔猎耕作，怎么教家里子弟，可又觉得好像是在叫什么，但是好多地方又对不上，理不清楚。赵琪愣了愣，好半天才缓过来，坐直身子，别管对不对得上，把你想到的说给我听，我也不用藏拙了。按着之前的粗粗说了一遍。我说到一半的时候，赵琪都屏住呼吸了，等我全说完，他靠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我微微皱眉，假装忐忑地问，师傅，我是不是悟性太差了？赵琪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回神，轻哼一声，你悟性哪里是差，是太好了。他顿了顿沉下脸，你不但悟性高，心眼也多，明明已经知道这讲的是什么，还故意说。他顿了顿沉下脸，你不但悟性高，心眼也多，明明已经知道这讲的是什么，还故意说听不懂，怎么想试试我能不能认出你这块好料子？赵琪莫名其妙就生气了，换做旁人早就吓慌了，我反倒在心里笑了一声。之前我见过太多这类人，知道怎么应付，立马垂下头，故意让额头渗出点细汗，低声辩解，师傅，弟子不是这个意思。赵琪又盯了我好一会儿，才吐了口气摆手，你悟性这么好，今天就到这吧，回去好好巩固练习。我猜他用不了多久就得开门，果然没几息，门开了条缝，露出赵琪皱着眉的半张脸，看见我还在，他的气消了不少。你站这做什么？弟子惹师傅不高兴了，不敢走。赵琪终于叹口气，好了，你回去吧，不全是你的问题，但记着以后别耍小聪明。是，弟子记住了。赵琪关上门，我站了片刻才退开，吐了口气。1个月前我刚换身份到这里的时候生死难料，半个月前还在想办法挣立足之地，现在我终于握住能让我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的蝎子了。我抹掉额头细汗，转身就看见陈秀躲在陈家正堂门框边探着头，瞧见我就张嘴无声问我怎么样。我笑着点头，陈秀当场跳起来猛招手。我慢慢走过去，到正堂门口才发现8扇门板全开了，之前见赵琪的时候只开了2扇，堂里只摆了张4方桌配4条凳，后门处挡着肃穆屏风，看着宽敞整洁，像寻常小富人家。陈秀站在门边，陈鑫和刘娇坐在桌边，桌上摆着1壶茶4个茶杯，明摆着是等我来的。之前杂货铺老掌柜把我错认成李家湾小公子，这身份带来不少方便，也有麻烦。眼下陈鑫作为镇主，肯定要摸摸我的底，这是我在这扎根的最后一关。我站定行礼，晚辈李继业拜谢镇主和夫人。刘娇立刻笑着迎上来拉我的手，
快进来坐。多好的小公子，可怜见的。他把我按到桌边坐下，我有点惊讶，他半点架子都没有，亲切得很。我装出惶恐的样子要起身，陈鑫拍了拍我肩膀，笑：“坐吧，我这儿没那么多讲究。”我连忙道谢：“是，谢镇主。”陈鑫笑出声：“叫什么镇主？叫我老伯就行。你一路飘过来能活下来不容易。昨天赵先生跟我说真有你这么个人，我还不敢信。哎，你爹娘他们来了。”陈鑫看着像个亲切的老农，可我清楚他根本不是表面这样。我早打听清楚了，他是陈氏旁支，年轻时被族人排挤离乡，发迹了回来接父母，才知道二老早被族人害死。他找了帮手返回金水，此前作恶的陈氏族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他才坐稳镇主的位置，城府比赵齐深多了。他这话看着是认我是李继业，实则半句实锤都没有，明显还在怀疑我的身份。现在问起爹娘，只要我接话就得扯李家湾的事，哪怕一点疏漏都要露馅。我正准备拿提前想好的说辞搪塞，陈秀先开了口：“爹。”陈秀皱着眉瞪他：“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昨天还看见他掉眼泪呢。”陈鑫拍了下额头：“哎呀，是我老糊涂了，孩子你别往心里去。”刘娇过来拧着陈秀的耳朵：“你也学学人家小公子，跟你爹没大没小的，跟我做饭去，让你爹跟他好好聊聊。”陈秀哼哼唧唧被拽走了，堂屋瞬间安静。我低眉顺眼坐着，陈鑫刚到了茶要开口，我抢先说：“陈老伯，我在这世上已经没什么念想了。”陈鑫愣了愣：“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年纪轻轻的哪能？”我站起身退了一步，看着他：“老伯别怪罪，家父生前嘱咐过，到了外镇要先拜见当地镇主，我早该来的。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活着到底要什么？掉在河里快溺水的时候，我只想活着；被救上来之后，我就想通了，我就想好好活着，让身边的人也好好活着。我也听说过老伯你的事，你能为父母讨回公道，可我什么都做不了，连仇都没处报。”我深吸一口气，红了眼，托陈小姐的福，我获得了做赵先生弟子的机会，跟着他好好提升能力。陈鑫脸上那老农似的笑意慢慢收了起来，陈鑫打量着我，心里慢慢松了口气。他早觉得我是个聪明人，不是普通少年。见我之前，他心里揣着两个顾虑：一是怕我不是李家独苗，是来谋夺家产的，毕竟他家只有个独女，这种事他见多了；二是如果我真的是李继业，该怎么处置？李家湾遭了灾，路不通，打探的人还没回来，真等我回过未来，怕是要惹出大麻烦，所以他才答应女儿去找赵琪提收徒的事，一半是挨不过女儿缠磨，一半是想借赵琪的眼光探我的底。赵琪回来，罕见夸了我一句，他本来就有了数。等听我说完那番话，才惊觉我比他想的还聪明。他刚提了两句，我就直说只想跟着赵琪学本事，没别的念头，直接把他的顾虑全化解了。不管这话是真心还是假意，都说明我脑子清醒，不会做蠢事。16、17岁就这么通透的人，他还是头回见。随后陈鑫站起身，手搭在我肩上轻轻捏了捏。好啦，既然来了金水，就别想从前的事了。边说还边冲我眨眨眼，压低声音问：“赵先生好相处吗？”他见我眼里还噙着泪，愣了愣，似乎没料到自己态度转变得这么快。我赶紧擦了擦眼睛，露出如释重负的笑：“赵先生他……老伯，我做弟子的不好在背地里说师傅的事。”陈鑫重重拍了拍我的肩，哈哈大笑：“你这么讨喜，他不会为难你的。来坐，咱们不说烦心事，聊点别的。接下来就是聊赵琪的事。”我恪守弟子本分，安静听着。陈鑫说话妥帖，把怎么侍奉赵琪的事都讲了，还穿插几句玩笑。等陈秀忍不住从门外探头时，瞧见的正是我俩相谈甚欢的模样。他喜滋滋跑回厨房，凑到刘娇耳边：“爹也喜欢他，娘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挺好？”刘娇点头，见了真人，确实是个不错的小公子。陈秀抓着他的衣袖晃：“那你什么时候给我提亲？”刘娇狠掐他一下，又说疯话：“去看看给那屋的饭好了没？再胡说以后别去清江城，省得被你朋友带得更疯。”陈秀嘟嘟囔囔，连月娥去年都定亲了，我干嘛不急？他们每次见了都笑话我，我可不能被比下去。刘娇懒得理他，把碗筷涮干净，备好酒菜，掐了陈秀几下，叫他一起端去堂屋。这时太阳快到中天，外面热得慌，堂屋又高又深，倒是凉快。桌上摆了4样菜：卤鸡块、清蒸河鲈、清炒笋丝、葱姜盐拌的河蚬子。这些菜对寻常人家来说是珍馐，可我吃着就像饿极了喝水，能饱腹解不了真饿。我一边陪陈鑫说话，一边慢慢尝，浅尝辄止。刘娇看我吃饭斯文，只觉得是世家大族的气派，又担心我吃不惯，忍不住问：“孩子是不是不合口味？你想吃点什么只管说。”我赶紧搁下筷子，温温一笑：“好吃的。大娘的河蚬子煮到刚熟就过了凉水，没泥腥气。我还尝出来放了几粒椒。”刘娇愣了愣，立马眉开眼笑，对着陈鑫父女说：“我平时做给你们吃都是白下，还是这孩子会吃，一尝就知道。笋子吃得惯吗？也好吃，一点苦味都没有。大娘肯定是切丝过了好几次水，泡了挺久，还加了醋去苦增鲜。”刘娇拍了下桌子，满脸得瑟：“你们听听，平时哪知道我费这么多功夫？”陈秀瞪大眼睛，看看菜又看看我：“那这鱼你也能说出名堂来？”我笑了：“大娘这鱼还去了鱼鳍鱼尾，鱼脊骨上的污渍刮得干净，连鱼肋上都刮了，那点腥味刚好提鲜。”陈秀咂着块头，眼睛瞪得更圆：“天哪，你也太神了！赵琪整天说山上多讲究，我看他就是没口福，吃不出好赖。”刘娇拍了下他的脑袋：“吃的都堵不住你的嘴，什么话都往外说。”这顿饭吃到陈家下田干活的帮工回来才散。我又喝了杯茶，去赵琪屋里问了安，才拜别离开。我走之后，陈鑫好不容易打发走缠闹的陈秀，给刘娇使了个眼色，两人一路走到宅子后面临河的竹林小路上，周围只剩风声鸟鸣。刘娇舒了口气：“现在你该放心了吧？这孩子确
确实是李家小公子，那做派寻常人学不来；嘴刁是李家小公子，那做派寻常人学不来；嘴刁是富贵人家养出来的，又懂事没纨绔习气。要不是遭灾，这么好的女婿哪轮得到咱们家？陈新揣着手闷声走了几步，才抬头看他。之前我还动过这个心思，现在吗？我看不行。刘娇愣了，怎么又不行了？你是信他说要跟着赵琦学本事的话？他就是个孩子，说的都是一时的话，过几年就明白了。陈新停下脚步，神情严肃。上回他露出这表情，还是几年前要带人回金水解决遗留问题的时候。我说的不单是他，还有赵琦。陈新压低声音，目光扫过自家宅院的方向。你没觉着咱们今天吃的饭菜不对劲吗？刘娇皱着眉问，哪里不对劲了？陈新打了个手势，慢慢往前走。刘娇赶紧跟上，心砰砰直跳。我之前跟你说过，咱俩成家前遇过一位师傅，对吧？当家的，你说真的？我以为你唬我呢。当初那位师傅本来要收我当徒弟，跟了他2个月，说我资质不行就走了。陈新叹气，你别打岔，听我慢慢说。我估计赵琦在吃食里加了残渣，我见过他拿那东西喂后院的大公鸡，那味儿我记得清。那赵琦人还怪好的。不对啊，他不是这样的人啊。我原先也以为他面冷心热，后来也觉得不对，但吃了也没坏处，我就没提，一直在琢磨他想干嘛。陈新摇头，别的镇上请来坐镇的有特殊能力的人，都是坐镇一方收乡应酬劳保平安，待个10几年慢慢提升能力。但咱家这位来了这么久没要额外酬劳，就急着要了材料，屋里背囊还挂在墙上，明显随时要走，根本没打算在金水长待。他来咱们这儿到底是干嘛的？刘娇皱着眉半天说不出话，抬手打了陈新肩膀一下，你倒是说啊，我原先没想明白，也不想叫你白担心。你想啊，他昨天突然收那孩子当徒弟，凭他心高气傲的性子，怎么也得先磨磨心性当仆役吧？天生急吼吼就收了。今天吃饭我就觉出不对，他不给咱们家特制能量制剂残渣了。我估摸着之前喂咱们家这个是觉得咱们有用，这5个字说出来，俩人后背都咱们家这个是觉得咱们有用，这5个字说出来，俩人后背都渗出凉气。陈新攥住刘娇的手，接着说，现在他应该是觉得那孩子有用了。你再想想，他来了之后啥也没要，就叫咱们翻修当地老旧宅院。他是然山派的，按理来说犯不上对当地老旧宅院这么上心吧？我猜他是要开展行动。刘娇攥紧了手，什么行动？我也不清楚。陈新叹气，今天我留那孩子吃饭，就是想从他嘴里套话，结果他嘴严得很，啥也没问出来。赵琦现在用不着咱们了，看上他了，他偷偷摸摸的肯定没好事，咱们不能再牵扯进去。刘娇拉住他急了，那咱们不是把他推进火坑里了？陈新摇头，哪能怪咱们？前些日子这孩子自己往铺子里跑，摆明了就是想拜人为师。就算我不牵线，他早晚也要找上赵琦，结果都是一样的。我也知道这孩子是个好孩子，秀秀还迷上他了，正好叫秀秀多往他那儿跑。咱们一边盯着赵琦拖着材料的事，一边看看能不能问出点啥。要是赵琦真要干坏事，既是帮咱们，也是帮他。刘娇喘了几口气，压低声音，真要有个好歹，咱家40多口人冲进去就能把他制服。俩人沉默着走了一段，刘娇叹气，过了好几年太平日子，怎么就摊上这一遭呢？这些人明明也要死，干嘛非要追求极致的特殊能力啊？听说都能力提升的和常人不一样了，何苦呢？陈新握了握他的手，好好过咱们的日子就行。我回到家时，薛宝平正坐在门口，瞧见我就赶紧站起身，长长出了一口气。怎么样了？还算挺顺利。赵琦挺喜欢我的。我走进屋，揭开小灶的锅盖，锅里温着半碗撒了油渣的豆饭，油汪汪的。我接过薛宝平递来的筷子，坐在灶边小板凳上吃饭。薛宝平在我对面坐下，你在那边吃饭了吗？吃了点，还是家里的吃得惯。我嚼着豆子问，你呢？我吃了半碗，还留了个鸡蛋，我打给你，留到晚上吧。薛宝平盯了我好一会儿，忍不住问，上午赵琦都跟你说什么了？我用筷子扒了扒碗里的豆子，叹了口气，我给你讲个故事。薛宝平愣什么了？我用筷子扒了扒碗里的豆子，叹了口气，我给你讲个故事。薛宝平愣了一下，心里浮起不好的预感。这些天他一直隐隐不安，从我破茧变成现在的样子，再到成了赵琦的弟子，他总怕我不回来了。但他只抿了抿嘴唇，什么故事啊？有个江湖杀手，平时独来独往，只有个能说上2句话的朋友，也不敢暴露身份，怕引来巡查人员抓他。偏偏那天他心情不好，状态不佳，醒过来发现自己带回个11、12岁的小姑娘，要么杀他灭口，要么带他入行。他见小姑娘太可怜，就问他愿不愿意跟着自己。小姑娘想都没想就说愿意。那时候他只知道能吃饱穿暖，根本不知道入行意味着什么。小姑娘入行3、4年就成了好手，好日子过了3、4年就被仇家抓了，受了重伤。他去救的时候已经救不活了。临死前他问小姑娘后不后悔当初说愿意。我吃了口蚕豆，看着薛宝平问，你觉得他是怎么回答的？薛宝平看着我的眼睛，想了会儿说，他说是不后悔。我跟他不一样，我从爹娘救了赵奎那天起就已经入了行，没得选。我点点头，说起今天的事，赵琦今天见我特别急，一照面就给了我份重礼，看起来特别舍不得，还是给我使用了。我怀疑他收我做弟子，就是为了找个合理由头给我使用。薛宝平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他是不是在做跟赵奎一样的事情？我也这么想过，但对不上。他跟赵奎的做法没任何共同点，我更倾向于他是想找他师傅。赵琦其实挺好对付的。薛宝平终于平静下来，问我，你打得过他吗？打不打得过说不好，我说的对付不是这个意思。我慢慢吃着蚕豆。赵琦从小被赵奎收做弟子，衣食无忧，但没少被责骂。这种人最在意别人的眼光，也从来没被人好好对待过。只要顺了他的心意，他很快就会卸下防备。我能很快从他嘴里套出我想要的东西。然后呢？要是给你足够的盘缠，让你离开金水，你能找到安稳过日子的地方吗？薛宝平紧紧攥住衣袖，声音发
颤，我们不一起走吗？赵琪有师门，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师兄弟或者朋友。我们要是一起走，我们不一起走吗？赵琪有师门，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师兄弟或者朋友。我们要是一起走，他说不定会追过来。薛宝平垂下眼，磕磕巴巴地说他还得再想想。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膝头，咱们可以慢慢想。我没说咱们分开就再也见不了面，等我把这边的事处理干净，肯定去找你。这世上可只有你知道我的秘密。薛宝平松了口气，眼睛亮了些。真的吗？我笑了笑，咱们可以努力把这件事变成真的。我先给你说一篇怀录报下篇，你要是能先背下来，这事成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薛宝平挺直了身子，睁大眼睛，话都卡成了结巴。要教我，是特殊能力提升，但能力提升有门槛，门槛就是先有个好身体。你慢慢记下我说的这些，养好身体，我就继续教你。薛宝平努力睁着眼，憋住眼眶里的泪，重重点头。我给他讲了2刻钟，我1遍就能记住的文字，可薛宝平听了6遍，只记住了前面40多字，但我还是耐心教他，记牢了前面53个字。看着他坐在那聚精会神反复念叨怕忘，才悄悄起身回柴房关上门窗。脱困这1个多月来，我因为极度饥饿和体内驳杂的气息，一直没法继续提升能力。好在赵琪之前给我使用的东西起了作用，我现在难得沉静下来。刚才跟薛宝平反复念要点的时候，体内气息甚至不由自主慢慢涌动起来。我知道自己重新回到了能力提升的正轨。我靠坐在稻草榻上，像之前在炉灶里那样合眼，轻且悠长的吸了口气。我微微吐出口气，睁开眼，听见薛宝平还在院子里喃喃自语，被我教他的那53个字。我叹了口气，刚要起身，眼前忽然黑了。我一点都没慌，反而感受到喜悦，还有熟悉的宏大与空洞感，是特殊未知能量体。第一次遇这股特殊未知能量体，是我被困在密室里急切想脱困的时候，它忽然降临，帮我厘清了当时的状况。第2次是前几天，我中了赵琪的迷药，在幻境里差点露身份，我主动求助，他也响应了。赵奎说这股特殊未知能量体会叫人发疯，但他2次都帮了我。我不觉得他是什么了不得的威胁，但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前2次我都能感觉到他的急切贪婪，他肯定想要什么。可要是我不再求他，也不理会他的索取，他会怎么样？现在我知道答案了。2次帮忙之后，他直接展示了别的特殊能力，把我拉进了这片黑暗。没有预兆，我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除了思考什么能力都没了。这体验确实不怎么好，但拜赵琪为师后，我本来就打算弄清楚这股特殊未知能量体的事，就算是随时会落下来的刀子，我也得先看清它悬在哪才能安心。于是我在这片黑暗里，在意识中开口询问：你想要什么？和之前2次一样，我没听到回答，但我感受到意识里的情绪，一股满足喜悦忽然冒出来，又瞬间消失，像被风吹亮一瞬的烛火。这是暗示吗？我让自己沉静下来，难道他是因为帮了我才开心？不对，我好像快摸到正确答案了。我心头一跳，试探着问：你想要的回报是特殊能力技巧？话音刚落，黑暗像潮水般退去，光亮从门窗缝透进来，但我还坐在稻草铺上没动。我心里明白，我答对了。共生意识体满意，但还没完全满意，把之前的强硬剥夺换成了软控制，既是奖励也是威慑。我在心里叹了口气，原本以为穿来这世界虽危险，好歹是自由的，没想到又回到了要应付要求的日子。好在我早就习惯处理这种关系，倒也没多生气。我没跟那股想让我坐着的念头对抗，平静在心里开口：行吧，咱们好好聊聊。我脑子里有你给的常识记忆，你应该也知道我的来历。我原来的世界没人习惯跪拜，我不会像这世界的人那样对你诚惶诚恐，不是不尊重，是习惯问题。咱们商量个事，别做谜语人行不行？你和我意识绑定，咱们现在互相都重要，找个方便的沟通方式，省得我误会你的意思。之前你总让我自己悟，万一哪天我把你的意思当成我自己的想法怎么办？刚问完，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堆关于赵琪的信息。赵琪是赵奎的弟子，能力提升阶段还没到大成，境界跟我差不到大成，境界跟我差不多，但他在燃山派待了20多年，会的这些都是真本事。我懂了，这是共生意识体要我去弄燃山派的特殊标识制作技法和特殊传承仪式。我接着跟他谈条件，这些东西我本来也会想办法弄，你得给我点报酬吧，不然我现在这状态怎么对付赵琪？片刻后，我心里突然冒出来一股强烈的安全感，还有股冲动。怕什么？大不了就是落败，之前在炉灶里都遇险过一回了，大不了陷入沉眠等下一个契合的人，多久我都等得起。等这股感觉消失，共生意识体已经走了，我活动了下手脚，确定他离开了。还有个事得确认，他是不是一直在留意我的状态，能不能感知我的想法？这个我没敢深想，万一他能感知我的想法，这就是我以后应对他的底牌。接下来一整天我都在柴房调整状态，提升能力。中间休息的时候教薛宝平认字，之前的53个字他勉强记住了，再教30多个他就记不住了。黄昏的时候我结束状态调整，薛宝平正在做面鱼，我给他端了盆冷水，说我要去陈家一趟。薛宝平担心地问我出什么事了，我笑了笑，没事，我上午不是摸清楚赵琪的性子了吗？他好面子，上午跟我发了火，现在肯定正愧疚呢，这个点去刷好感度正好。薛宝平歪头问，刷好感度？你好像挺高兴的，明确了要做什么？我当然高兴，等我回来。他又叫住我，赵琪是好人吗？绝大多数人本质都不坏，但他师傅是赵奎，我不好说。走了，这是我第一次黄昏出门，街上冷冷清清的，几乎没人，偶尔有人看见我，都赶紧避开目光偷偷看，应该是我被赵琪收为弟子的消息传开了。看来能力者的地位比我想的还高。到了陈家门前，守门的人没拦我，但看我的神色特别奇怪，比白天恭敬多了，目光一触就收，还挺直了身子。就一下午的功夫，发生什么事了？我走进院子，正堂没亮灯，只有赵琪的屋子亮着，陈家3口不知道去哪了。我走到赵琪门前，隔门叫了声师傅，轻轻叩了3下门。
门，叫了声师傅，轻轻扣了3下门。赵琪正在屋子里画特制标识，手握蘸了特制颜料的细笔，极小心的在竹纸上画小人眉目。我之前突发梦魇那晚见的小人是墨画的，他现在画的这个全是暗褐色的，更精细。为了画的传神，他笔走得极慢。正这时听见轻轻的叩门声，他念头稍动，纸上的特制颜料小人瞬间没了感觉，真成了小儿涂鸦。赵琪猛吸一口气，转头瞪向门外，几乎要捏断笔杆。谁？什么事？隔了一小会儿，我在门外开口，师傅，是弟子李继业，要敲门的是陈星或陈家其他人。赵琪早就骂出口了。听见我被吓住的声音，他怒气稍减，但还是憋得难受。这竹纸是他师傅赵奎特殊处理过的，他手里统共才100余张，之前话费好多张才出几张能用的，现在又废了1张。他深吸口气，还是带着喝问的语调：“你来做什么？”我有点愕然委屈，还是恭恭敬敬的。弟子想着师傅如父，也该照常来请安，打扰师傅休息，还请师傅恕罪。赵琪一下愣了，没料到我说出这些话。他沉默着看了眼桌上的薄落竹纸，慢慢放下笔，轻出口气。这徒弟让他想起自己和师傅赵奎的过往，记忆里师傅总皱着眉，动辄呵斥他蠢笨，比不上师兄师姐，再学不会就赶下山。可他罚跪1天1夜时，师傅会踹他一脚，再丢张饼。他写不好，心情烦躁泄愤时，师傅也会软下态度让他再练几天。他知道师傅刻薄，但对他有恩，所以山上人都散了，只有他一直找师傅。他之前还想以后收弟子要比师傅对他好，做个端庄郑重的师长。他收我本来是要拿来用的，顺便练手学做师傅。结果上午见我资质太好，忍不住发了火，愧疚了一下午。此刻听见我这句师傅如父，火气一下全消了。他叹了口气，行了行了，你进来吧。我推开门走进来，反手关上门，站在门口。赵琪本来想道歉，又怕失了师长威严，改口问：为师教你的那些，下午练了吗？我回师傅，都练了一下午。那些下午练了吗？我回师傅，都练了一下午。指中间走动了一小会儿，绝不敢怠慢。赵琪听我声音不慌，像是没把刚才的喝问放心上，按道我性子比他好多了。又想起我之前娇生惯养，现在家破人亡也是可怜，他立即收了思绪，提醒自己已经是师长了。你过来，我看看你。我走到他身前，伸出手，他没一会儿就皱了眉。我恭敬的垂着眼，他多打量了我好一会儿。我的资质比他想的还要好。赵琪心里犯了犹豫，本来收我是看中我身具贵气，能拿来用。之前觉得我资质好，但天下资质好的人多了去，大多没机缘都埋没了。他只要找到金蝉子，能力就能突飞猛进。可现在发现我是万中无一的奇才，真要好好教，以后说不定还能借我的光。但品德性情这种东西，谁也说不准。他盯着我又看了会儿，收回手。你练得不坏。他想了想问：来的时候没觉得镇上有什么不同吗？我回：好像人少了点。看我的眼神也怪，我还以为是我成了师傅弟子的缘故，是出别的事了吗？赵琪点头，是出了个事。他满意的看见我一愣，慌得倒吸凉气，又很快镇定下来。陈星已经去事主家查看了，等他回来禀报，今夜为师就带你去处理这个事，看看你的心性如何。没一会儿我就听见院子里有说话声，是陈秀压着嗓子跟他娘说话，没了往常的活泼。我五感敏锐，听清了几句。陈秀问是不是真的，那人会不会是瞎说的？他也不是好人，刘娇让他别瞎想，少提这事，不想就没事。陈秀说忍不住想，要今晚跟娘睡。刘娇让他先去抱被褥。说话声渐渐远去，紧跟着赵琪的房门被敲响，陈星在门外喊：先生，睡下了吗？赵琪搁下笔抿了口茶，靠在椅背上让他进来，问之前查的怎么样。陈星推门瞧见我，只点点头就关了门，说昨晚只有一个人见着异常存在，午后乱说一通，已经被关在家里，想请先生去辨真假。赵琪点头问那人怎么说的，紧跟着又摆手打断他，说他笨嘴拙舌说不清楚，要亲自去问。陈星连手打断他，说他笨嘴拙舌说不清楚，要亲自去问。陈星连忙陪笑，说先生出来大家就都安心了。赵琪没理他，起身摘下墙上的剑，回头喝了声，接着反手抛给我，我连忙接住。这剑鞘剑柄都是素木的，包铜的纹路边缘都发黑了，一看就有年头。赵琪看我抱剑的样子笑了笑，说这是我师祖的剑，当初他也这么给师祖抱过剑，让我跟他走。他转身出门，我连忙跟上。陈星拉了下我袖子，叮嘱我照看好师傅。赵琪皱了皱眉，没发作，哼了一声，踏进夜色里。要去的地方在镇北边，天落黑之后，街上冷冷清清，没什么人。赵琪走得极快，我得小跑才能跟上。走过2条小巷，赵琪突然问我以前见过异常存在没有。我想起陈秀刚才的话，低声说爹娘以前不许我问。赵琪笑了笑，说往后我少不了见这种东西，一会儿他说什么我做什么就行。我应了声是，总觉得他听见有异常存在之后反而心情好了。1刻钟后，我看见了出现异常的那户人家，是黄土墙围的小院，院里只有一栋茅草顶的小房子，在镇最北边，后面就是竹林河山，跟邻居隔着河沟和柴火垛。2个人守在门口窃窃私语，看见我们吓得一哆嗦，认出是赵琪才松了口气，说户主就在里面。赵琪让他们先回去，2人二话没说转头就跑，没一会儿就没影了。屋子很小，门边是土灶，一盏油灯只剩点灯油，冒着米粒大的火光，火光里蹲在破床边的人瞪圆了眼睛，手里握着柄柴刀，正是陈三咬。不等对方说话，赵琪先开口，就是你见到异常能量体了。陈三咬赶紧贴着墙站起身，是啊，也不算是。赵琪在屋内走了几步，皱眉打量2口钢合灶台，什么时候瞧见的？昨晚上我正。行了，闭嘴。赵琪又打量一圈屋子，走到陈三咬床边站定。陈三咬缩着肩膀往墙边蹭，我快步走到床
床边，左手握剑鞘，右手扯过破烂被褥卷了塞床底，又把铺床的稻草也归置进去，露出空荡荡的床板。陈三咬瞪着我，又把铺床的稻草也归置进去，露出空荡荡的床板。陈三咬瞪着我，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刚要张嘴，就看见赵琦已经上床坐好，立马闭了嘴。我也不看他，抱剑站在赵琦身边。赵琦坐稳了，整瓶衣襟盖在腿上，捡了根稻草，伸手一弹，稻草嗖的射出去，灶台上的油灯应声灭了。等他来，赵琦闭眼沉声说：“我看看是什么来路。”屋里瞬间暗下来，只剩窗棂透进来的微弱夜光。我心里却起了波澜。从前就知道赵琦能力等级和我类似，但不好对付，这下更觉得他比我预想的还要难对付。我忍不住瞥了眼床上的赵琦，他在黑暗里默然端坐，微合着眼，满脸自信。他师傅是赵奎，我之前一直把他当假想敌，可这些天接触下来，他除了性子差，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反倒在山上苦候10几年，下山寻师还清理了不少异常能量体，看起来人其实不坏。要是没有赵奎，说不定他真是个不错的师傅。一声轻响突然打断我的思绪，我立马转头看向窗口，赵琦瞬间睁开眼，直视着走进来的东西，那是个瘦小佝偻的老人，走路却灵活得像野兽。赵琦忽然冷笑一声，好个异常能量体。谁知道赵琦也瞥了我一眼，怎么害怕了？我微微摇头。赵琦收回目光，忽然抬手，一把从我怀中抽出长剑，喝道：“时候到了，束手就擒。”我第一次亲眼见特殊能力对决，起初只觉得新奇，赵琦果然有手段，比我想的厉害多了。可没一会儿我就觉得不对劲，赵琦第一剑出的豪气干云，仿佛一剑就能灭了这东西，可之后连出4剑，每回都刺中异常能量体，却半点伤害都没有。赵琦也不说话了，后退一步，提气厉喝一声再刺，这回终于有了效果。可这也激怒了异常能量体，他在火灰圈里狂躁，地上跳下窜，周身黑气氤氲，都快把圈子填满了。折腾几下，还有黑气贴着地面散出来，冲得火灰哧哧响，上面的星火都开始灭了。再看赵琦，额头上已经渗出细汗，眼神也有些飘忽，似乎在找退路。他开始灭了。再看赵琦，额头上已经渗出细汗，眼神也有些飘忽，似乎在找退路。他搞不定了，之前那么自信，连陈三咬的话都不肯多听。我立马做准备，打算推到门口，万一有变故也好先溜。我不怕这东西，可要是逼得我出手，难免露破绽。可我刚要找门，却发现之前门的位置只剩一堵土墙。我立马转头看另一侧，居然还是靠床的那堵土墙。我们被这东西困在屋子里了，这便宜师傅也太不靠谱了。赵琦猛地撤剑后退3步，站定后把剑插土里，转头冲我喝道：“香！”我刚愣了愣，他又补了句：“稻草。”我立马会意，冲到床边掏出来一束稻草。正想着，赵琦催动完技能，我赶紧把绞好的3束稻草递过去。他盯着扑腾的怪物喝道：“猪！”这喝声脆得像炸雷，我眼前猛地一晃，周遭景物都跟着抖了抖。我以为这是燃山派的厉害手段，可赵琦这招没用，圈禁里的怪物凶性大发，身周黑气浓得化不开，顺着地面往外冲，地上的火灰细线被黑气一冲就灭了。怪物的身子闪了闪，直接消失。赵琦刚要松口气，我立马喝道：“身后！”赵琦猛地回头撞上怪物，他赶紧抽身后退，可怪物一闪就到了他背后，猛张大口用力一吸，赵琦浑身一颤，抓着剑柄才没倒下。他拔起剑不去找怪物，反倒朝着陈三咬奔过去。陈三咬有古怪，这时候赵琦只剩眼睛能动了，一个劲给我使眼色，我搞不懂他要干嘛，索性拽起陈三咬狠狠抖了抖。突然怪物一下子倒了下来，气息瞬间断了，屋子里一下安静下来，门窗也归了位。我要去扶赵琦，他气冲冲打开我的手，2步奔到陈三咬身边。陈三咬刚清醒要说话，赵琦一脚把他踢得坐到墙边，随后赵琦用剑在地上的衣裳里挑了挑，捡起来个什么东西。我盯着陈三咬琢磨，难道是他身上带了驱使怪物的玩意？可他脸上的惊慌迷惘不像装的，他要是有那藏心思的本事，也不至于在金水当无赖。赵琦捡完东西，握着剑满眼愤怒，又猛地把陈三咬推开了。陈三咬吓得瑟瑟发抖，闭嘴！赵琦厉喝一声，又看向我，带着他跟我出去。说完，他提剑大步出门。等我压着陈三咬出来，他又说：“你带着他在前面走，往山脚下走。”陈三咬家远离邻舍，周围静悄悄的。我依着吩咐把他的胳膊剪在背后压着走，边走路边留神身后3、4步远的赵琦。他之前的表现太古怪了，一开始信心满满，后来破绽百出，要不是我帮忙，他都要栽在怪物手里。他那么谨慎的人不该出这种错。还有他刚才捡的是什么东西？而且他现在持剑走在后面，像是在提防什么？提防我？我哪里漏了破绽？想到这，我压低声音问陈三咬：“你做了什么叫我师父发这么大火？那怪物是你引来的？”陈三咬这时候缓过来不少，反倒因为见了我这个旧日仇敌来了精神，瞪我一眼：“关你什么事？你别生气，你拜他当师父了不起吗？你等着吧，一会儿他也要收我做弟子。”我一听稍稍放了心，笑了笑，因为你刚才吓得狼狈不堪。他瞥我一眼，轻蔑的笑：“你还不知道吗？等着瞧吧。”果然是因为他知道什么，还敢要挟赵琦收他当弟子。我还想再问，已经走到屋后的竹林了，这里是山脚下，往上看就是夜色里的碧山，把星空都遮住了。赵琦在后面喝了一声：“就在这儿停下！”我立马站定，松开陈三咬，退到一边。赵琦走过来，看了看我俩：“你到那边去。”我审问他：“别叫人惊扰。”他指的是竹林稀疏的地方，能透进月光。我没多问，走到月光底下站着。这里离他们有10来步远，寻常人在黑地里看不见，可我能力已经提升了，黑夜里也像黄昏一样，能看清他俩的模样。只见陈三仰脸看赵琦，满脸堆笑，说着什么。赵琦面无表情听着，简短应了几句，抬起左手把手里的东西给陈三咬看。陈三咬连连点头，又说了几句，腰慢慢直起来，脸色也轻松了。赵琦又说了句话，陈三咬一愣，脸色直接变成惊喜。赵琦忽然一掌拍在他嘴上，把东西拍进他嘴里。陈三咬应声倒地，赵琦侧过身扬声喊：“你过！”赵琦侧过身扬声喊：“你过来！”我立马走过去，赵琦把剑丢给我，一指地上的人：“杀了！”我愣住了，握着剑看看陈三咬，又看看赵琦，好半天才说：“师傅，那怪物是他养的，
杀了！我握着剑往后退了一步，看见赵琪眼中金光一闪，严厉地盯着我。我咽了下口水，又往前迈了一步，声音发颤：“师傅。”赵琪脸色一凛，记得我来时说要是你的心性吗？你不杀他，就不再是我的弟子。我愣了愣，随后深吸一口气，猛一咬牙，大步走到陈三咬身边。我松开手，喘着气后退2步，转过脸：“师傅。”赵琪站在黑暗里盯了我一会儿，点点头，伸出手，我把剑擦干净还给他。他接了剑说：“把遗骸埋了，埋了就回去睡。这些日子好好在家提升能力，要见你的时候我会叫人找你。”说完，他转身就走，没一会儿脚步声就远了。我站在遗骸旁边等确定周围没人，立马蹲下来把刚才赵琪喂进去的东西卷了出来，是一张纸。我小心放在干燥的竹叶上。陈三瑶猛咳一声，吸了口气，猛地睁开眼，看见我直愣愣的：“你刚才不是杀了我？”我看着他，如果你经常与人交手，心够细手够稳，就能找到看着致命实际只会昏厥的地方。你刚才跟我师傅说什么了？他眨眨眼，突然反应过来，经常与人交手，你不是李继业。我笑了笑，从前的纨绔子弟，行事蛮横点不是很合理。说你跟我师傅说什么了？陈三咬愣了一会儿，一瞪眼，你先救我走，再给我弄点钱，不然我告诉你师傅你没杀我啊！他惨叫刚出口，我立马捂住他，糊涂东西，你再不说，我现在就对你不客气。陈三咬看我的眼神满是惊惧，哆哆嗦嗦开口，那怪物不是我布设的，是你师傅布设的，真的。我目光动了动，点头，继续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信他的话，这样之前赵琪的迷之自信就说得通了，怪物是他布设的，他自然知道怎么对付，只是后来出了意外。陈三咬刚要喊我先拿开手，我指尖稍一用力，说快点，少受罪。他连忙叫力，说快点，少受罪。他连忙交代，上个月赵琪刚来镇上的时候，我半夜听见房上有动静，从漏缝里看见他跳上我家房顶放了个东西，转头又去了陈二家房顶。我上房找到这张卡片，以为是好东西就揣在身上，后来镇上出现异常能量异动，我挨了你的揍，觉得这卡片没用就丢床底了。昨天晚上我听见床底响，我才反应过来，这张卡片是赵琪用来布设的，他再出手清除，就能在镇主家混好处。我就到处跟人说镇上有异常能量异动的事，想着帮了他的忙。今天见到他就拿这是要挟，要他收我当徒弟，不然就把他骗好处的事捅给镇主。他不肯，我还跟他闹了一场，我忍不住笑了。你倒是聪明，我师傅现在在陈家确实受气。还有呢，陈三咬混不吝的劲儿上来了。我本来想着是师说不定能换个好日子过，大家年纪差不多，凭什么你有薛家小娘子陪着还能当赵琪徒弟，我就只能吃糠。你帮我跟你师傅说说呗，要是他收我，不想惹麻烦就别打这个主意。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对付你吗？不就是我知道他布设怪物的事，是你让他出丑了。我指了指旁边卡片，赵琪今晚本来要轻松清除异常能量体，结果因为你，怪物变得特别难缠，他差点折在你家。他恨的不是你知道秘密，是你害他出丑还敢拿这事威胁他。懂了。陈三咬愣了愣，终于露出后怕的神色，声音都虚了。我明白了。我起身俯视他，别让我师傅在金水镇再看见你，不然绝不会轻饶你。走吧。陈三咬惊疑不定地看了我半天，才龇牙咧嘴爬起来，见我真没动手的意思，一瘸一拐走了。我看着他快走远，忽然问，你今年多大？他吓得一哆嗦，回头答道18。行了，走吧。他边走边喊，我恩怨分明，等我以后发达了，肯定还你这个人情。我没说话，目送他进了山，才捡起竹叶上的卡片，飞身往镇中掠去。夜色渐深，镇上又传有异常异动，家家闭户，只有零星犬吠虫鸣。我深吸几口气，让身体变轻盈，悄无声息跳上陈三咬邻居家的屋顶，身体变轻盈，悄无声息跳上陈三咬邻居家的屋顶。这家就是陈三咬说的陈二家，家境不错，屋顶铺的全是瓦片。我顺着相邻的侧顶轻手轻脚翻找，揭开30多片瓦，果不其然找到了另一张卡片，看一眼，随后就把卡片放回原处。我趁着夜色继续飞掠，前半夜有月光，后半夜天慢慢阴了。我连着查了93户人家，家家屋顶避水处都有赵琪留下的标记纸，剩下没查的只有镇主陈兴家和薛家。我刚落到薛宝平住的主屋顶找标记纸，就听见动静。薛宝平攥着根门栓，轻手轻脚走到院里，脸上3分惶恐7分凶狠，摆明了要跟人干架。我忍不住笑，跳下屋顶，是我。薛宝平松了口气，放下门栓，我还以为是贼，你怎么才回来？我刚要答话，浮云散了些，月光落在他身上，发丝蓬乱垂在颊边，比往日好看了不止1星半点，完全是个灵动好看的美人模样。薛宝平注意到我的眼神，脸一下子红了，想躲又有点舍不得挪脚。我开口问，你今年多大来着？他脑袋嗡了一声，咬着下唇迎上我的目光，快17了。我娘17岁的时候。我打断他，王文王五多大？他愣了愣，手里的门栓哐当掉在地上，忙俯身去捡，背对着我稳了稳神才答23、48。怎么了？我退开2步，回来晚是因为跟赵琪去陈三咬家排查异常，出了点意外。我边说边进灶房，薛宝平给我留了一小碗面鱼，还有2个生鸡蛋。我一边吃一边把今晚的事跟他讲了。等我说到镇上家家户户屋顶都有赵琪放的标识标记纸，连薛家也有。薛宝平愣了，他偷偷放这些标记纸是给大家保平安。我摇头，要真是保平安，他犯不着偷偷摸摸。有件事要告诉你，你可能会不高兴。你之前说偶尔也能见到王文王五，住了这么多年邻居都没事，为什么那天你去换吃的，他们就突然闯进来意图不轨？薛宝平脸一下子白了，急着要辩解。我赶紧摆手，我不是说你有错，你平时家里没镜子，只对着水梳洗，根本没意识到自己。不是说你有错，你平时家里没镜子，只对着水梳洗，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现在长得有多好看。他心跳猛地漏了一拍，没太懂我的意思。我接着说，你说王文王五23、24，可我看他们像30左右的。陈三咬说他才18，你看他像18的吗？还有镇主陈兴说50多，看着倒像60几的。之前我以为是这里的人显老，可你呢？要是半个月前的我见着现在的你，只会觉得过了2、3年你才会长得这么出挑。薛宝平猛地瞪大眼睛，你是说赵琪的那些标记纸他在偷取能量？我点点头。还记得我之前被困在炉灶里的事吗？他师傅赵奎在里面布置专属能量阵，赵琪本事
是没那么大，现在是把整个金水镇当成了他的能量阵，寒意浸透薛宝平全身，他忍不住打了个哆嗦。我攥住他的手，别怕，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做就没什么好怕的。薛宝平也抓着我的手，那我们去告诉镇主。我用手指在他手背轻敲，出神片刻，赵琪手段比我知道的多，跟镇主相处久，他还很在意我的身份，要是他不认账，镇主大概率信他，那就是打草惊蛇了。真到那地步，你会很危险。我看着他的眼睛犹豫了会儿，从前我这行的规矩就是不信任何人，什么事都自己扛，可最后差点把自己毁了。我现在需要一点真心，来避开更糟的事。还有赵琪可能在举办特殊仪式，之前赵奎安排我扮作首领，其他人扮作从属，凝聚怪物。我之前还纳闷用什么凝聚，现在赵琪在每家每户藏了特制标识，处理异常状况的时候还说那特殊存在能吸收能量。这仪式的流程对我很重要，我必须弄到它。薛宝平问，是能帮你提升能力的办法吗？我嗯了一声。他又问，那你不能直接问他吗？他都收你做弟子了。我松开他的手苦笑，没错，但我把事儿办砸了，我不该杀陈三咬。薛宝平愣了啊，我站起身叹气。一开始我也以为他是我听不听话，可杀了陈三咬之后，他立马对我冷淡，我才反应过来，就像有的人无恶不作，却希望自己孩子读书学好，赵琪就是这种人，他要弟子听话；像有的人无恶不作，却希望自己孩子读书学好，赵琪就是这种人，他要弟子听话，可又不想要天资好的弟子真的冷酷残忍，怕我今天能听他的杀陈三咬，明天就能欺师灭祖，这人心思也太别扭了。我端着碗到水盆边洗干净，你先离开金水躲几天，昨晚陈三咬家出现了异常状况，说明赵琪的事快成了，你去山里躲着，我要是能从他那拿到东西最好，拿不到我大不了跟他来硬的。我转头问他，你想要我救镇上的人吗？薛宝平立马摇头，我不要你为他们冒险。我看着他心里一暖，他这护着人的劲头其实特别适合入行。薛宝平沉默几秒就点头，我明天就进山，我常去采东西，在山里待个2-3天没问题，没人会注意我。我松了口气，还以为要劝好久，他可比陈三咬有决断多了。后半夜我们没睡，把之前埋在墙边的王家的4斤多银子挖出来，我找磨刀石把3柄匕首磨得锋利，让薛宝平缝了3个布刀鞘，薛宝平打包了吃用的。而这时候陈三咬在去清江城的野地里看见了第2道异常身影。陈三咬往常去清江城只要1天半夜，带4张饼1壶水后半夜出发，歇个2-3次，第2天天黑就能看见城门。可今晚他只觉得清江城远得离谱。就在这时，他看见月光下的路上飘过来个东西，那是个高大的人影。他之前刚遇到过异常，脑子嗡的一声，这又是个异常。他之前听人说过有异常游荡的传闻，眼前这东西跟传闻里的模样一模一样。那身影越走越近，碎石子被踩得沙沙响，他吓得闭紧眼，只等着出事。脚步声在他身边停了，他被踢了2下，听见个雄浑的男声，喂，你这人怎么睡路上？他赶紧睁眼，看见个高大的虬髯汉子正居高临下瞪着他。你是什么人？汉子笑了，你大半夜躺路上装路倒，反倒问我是什么人？你脸怎么了？摔成狗啃泥了？他晕乎乎的，我明明看见你。汉子一愣，哈哈大笑，抬手一晃，一抹飞光绕着他转了圈就钻进了袖子。你说我这飞剑？他脑子嗡的一声，这是高人啊！他张嘴想要求救，却直接晕了过去。等他醒过来，天还黑着，他躺在小土丘下的细草上，也有了点力气。转头一看，那壮汉正盘腿坐在旁边的大青石上，举着胳膊拖着那点寒芒。他才看清壮汉的模样，腰间佩刀，扎着乱糟糟的发髻，络腮胡，眉眼宽阔，鼻梁高挺，看着特别豪迈。他反应过来这是高人，连忙喊：仙师救我！仙师救命啊！壮汉瞥他一眼，收了胳膊吐了口气，飞忙又缩回了袖子。他撑着膝盖俯下身看他，怎么回事？他连忙说：我是前面金水镇的，有个狂徒去我们镇上用特殊手段操控异常攻击性生物，被我识破了，就要杀我灭口。汉子拢了拢胡须，灭口？用什么灭的？用剑。汉子点头，你胸口确实是剑伤，那脸上的伤呢？是被狂徒操控的异常攻击性生物弄伤的。嘿，能伤你脸的确实不是善类，那狂徒能操控这类生物，还能让你逃出来？他赶紧解释，是狂徒刚收的徒弟放了我一马，狂徒让他杀我，他故意刺偏了。汉子笑了，那这小徒弟剑法还真不赖。他犹豫了下，哼了一声，也不算什么厉害人物，刚收的徒弟而已，就是运气好罢了。我要是运气好，我也……他感觉力气回得差不多了，撑着坐起来，心里一松，话就多了起来。刚说到李继业被薛家小娘子捞上来之后，汉子突然跳下青石，既然有狂徒，你就跑得远远的，别回去。说完把包裹往背上一甩，握上刀柄就要走。他愣了愣，慌忙大喊：仙师，仙师，你救了我，收我做弟子吧！汉子哈哈大笑，那是我报答你，还是你报答我？他走得极快，没一会儿就只剩个背影。陈三咬攀着青石站起来，哀叹自己怎么没李继业那好运气。刚叹到一半，身后突然刮来一阵风，他吓得回头就看见壮汉又折返了，皱着眉瞪他。你说的那狂徒叫什么？赵琪。壮汉眼里突然蹦出光，是不是细眉细眼瘦长脸，看着30来岁？是，他是不是用特殊手段操控的异常？是。仙师你怎么知道的？嘿，那你可不是运气差，是福大命大。壮汉冷笑一声，金水镇往哪个方向走？陈三咬连忙伸手一指，壮汉飞身就走，大喝一声，别再回去了，逃命去吧。天光放亮，我给薛宝平做的第1锅干粮差不多好了，都是杂粮做的，能放4-5天，上山吃很方便。我边做饭边复盘夜里想的行动计划，之前跟薛宝平说的都是托词，就是为了让他安心走，别拖我后腿。陈心老谋深算，虽说忌惮赵琪，但他是本地霸主，性子不软，还有家世，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我现在确定我是赵琪这次筹备的关键一环，他才会急着收我。昨晚他还带我去处理特殊异动，明显是真想收我当弟子。
子，我才看到那张标识纸窥见了真相。要是当时我表现得更顺从点，说不定已经成他真传，知道他要干啥了。可惜现在没那么多时间，我只能来硬的，制服赵琦，逼问实情。这事儿风险很大，赵琦特殊能力厉害，只有一次出其不意的机会，还不能轻易杀他。我正琢磨着呢，天边朝阳升起，突然听见拍门声。我屏息凑到门缝一看，外面是个穿白短衣的壮汉，配刀背包袱，满身风尘，一副赶路人打扮。壮汉拍门喊要讨碗水喝。我本来没心思做生意，可看他是走南闯北的江湖人，正好等薛宝平补觉的时候问问消息，就开了门。我笑着说好久没见外人了，让他进来坐，说现在没人手，他带了吃的，我可以帮忙弄热的。壮汉进来坐下，掏出4张干饼让我做汤饼，还要给钱，我没要。我先给他倒了碗水，他一饮而尽。我把干饼进了水切条，加盐加油渣，没一会儿就香气扑鼻。炒好饼，我又烧了水冲了碗杂粮糊，端给壮汉。我问他怎么称呼，要往哪？壮汉，我问他怎么称呼，要往哪去？他说叫曾建秋，是看家护院的，问镇上有没有活做。我心里咯噔一下，镇上要人的也就镇主家，这人是碰巧还是有别的目的？我装作黯然，说不清楚，让他去清江城找找。曾建秋谢了我，低头猛吃，吃完抹抹嘴，突然问我是不是拜了赵琦为师，还说我那师傅是个心术不正的人。我当时就皱了眉，说我给你吃的喝的，你怎么这么说话？曾建秋脸色一凛，说赵琦是细眉长脸，自称然山派的，对不对？他说赵琦之前走了好几个村镇，到处使用手段祸害各地，他追了好几个月，昨晚碰到我饶了一命的陈三瑶，才找到这儿来。我盯着他打量，哪有这妖巧的事？是赵琦的仇家，还是赵琦派来是我的？我沉声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曾建秋笑了，说赵琦昨晚叫你伤害他人，好人能这么干？我知道你剑下留情，才特意先来找你，怕误伤好人。说着他掏出一叠白纸甩在灶台上，让我自己看。我捡起来翻，全是各个村子拜托曾建秋除掉赵琦的文书。我慢慢吐了口气，问他到底想怎么办。曾建秋一拍手，说赵琦剑术轻功都一般，就是特殊运用能力厉害，怕他跑了再去害人。他收你当徒弟就是要你帮忙启动特殊，正好你可以当内应。说着他顿了顿，问我知不知道燃山派的核心，又掏出个油纸包递了过来。我看了他一眼，拆开东西，里面是半个巴掌大的硬件，刻着5月之宝4个字。曾建秋说这枚硬件是高阶信物，你揣着去干扰赵琦，就像你全力劈刀劈空，刀是收不住，肯定难受。我趁他没法动用特殊能力的时候出手，一逮一个准。我问他，你不能直接启动破解程序破坏他的特殊仪式吗？我可以帮你，你教我办法就行。曾建秋叹气，启动召唤程序本来就有风险，再说赵琦的召唤手法是燃山专属技法，旁人学不会。我盯着宝音想了会儿，好吧，可要是对方发现我怎么办？曾建秋一拍大腿，怎么会？我才不信他的鬼话。又一拍大腿，怎么会？我才不信他的鬼话。我心里暗暗叹气，这曾建秋之前说的大义凛然，现在倒不择手段，未必是好的合作伙伴，但还能从他嘴里套点别的信息。于是我摇头，曾大侠，我家里遭洪水，只剩我一个，要是出了意外，愧对列祖列宗。曾建秋瞬间皱起眉，昨晚特殊预警被触发，说明赵琦的特殊仪式快完成了，他没时间耗了。原以为我好哄，没想到我惜命又聪明，只能来硬的。他冷笑一声，指了指院子，你要是不帮我，不光愧对全镇父老，还愧对另一个人。去东边墙根看看放的什么。我飞快瞥了眼门后，慢慢退到陵院门边，转头看，东边墙根底下躺着个裹满淤泥的长条，水浸了一地，明显放了好一会儿了。我知道那里面是什么，是我之前和王家发生冲突后丢进河里的武器，本来该陷在河底淤泥里的。我瞬间明白曾建秋脚上为什么全是泥。我挺直腰身，扯了扯衣襟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曾建秋拖长声音笑了，盛了碗豆粉冲了水。镇上说之前有个猎户家连夜跑了，刚好没过几天你就来了。我经手的事件多了，找了半夜就在河里捞出这些东西，看不出你小子行事果决，为了心上人动手解决冲突啊。我沉默片刻走过去，关了灶房的门板，转身看他，你在威胁我？曾建秋点头，是胁迫，你不帮我除害，我就把这事捅给镇主和赵琦。我笑了，你是好人，不会害那个无辜小姑娘的。曾建秋也笑，你也是好人，不会看着我害她的。要不咱俩比比谁心肠硬。他对付赵琦的思路跟我想的差不多，甚至更好。等特殊仪式快完成的时候动手，我刚好能拿到完整的流程资料，就是得我主导这事，不能让他添乱。我叹了口气，曾大侠，赵琦说他的能力等级不低，你呢？曾建秋哈哈大笑，我能力等级和他相当，你放心，我擅长使用武力破解，肯定能保下你。我点点头，犹豫着走近他，好吧，我帮你这个忙，你也得帮我一个忙。好说，帮什么忙？说话间我俩只剩一步距离，刚对上。好说，帮什么忙？说话间我俩只剩一步距离，刚对上目光。曾建秋眼中刚升起警兆，我突然窜到他身前。曾建秋哈哈大笑，小子，就你这点本事也想跟我动手？他抬手抓我胳膊，稍一使力喝了声开，谁知道手里突然一滑，反倒把自己手掌震开了。他意识到小看了我，要拔腰间长刀，一摸才发现早被我抽走扔了。他眼前发黑，正要摸袖中小剑出手，抬头刚好看见门口站着个姑娘，门栓咚的砸向他，他两眼一黑，直接晕了过去。等他醒过来，手脚已经被捆得严严实实，身处薛家主屋。我蹲在他身前，薛宝平拿着他的腰刀，他使出能震开细铁链的力气，愣是挣不开像头发丝似的白色捆绳，当场懵了。曾大侠，别慌，咱们谈谈。我偏头示意薛宝平挪开刀，好小子，你有2下子，谈什么？我笑了笑，就说刚才请你帮忙的事，明说了，我也要对付赵琦，我不叫李继业，叫李无香。我已经拜入赵琦门下，本来一切顺利，直到昨晚他叫我
沙尘3咬是我心性，我动了手，反倒被他疏远，想要的关键资料也拿不到了。曾建秋的愤懑瞬间散了，瞪大眼重新打量我。我又问赵琪收我当弟子，是想让我当他专属的能量适配载体对吧？曾建秋脸一红，是，不过我答应保你没事就一定做到。我点点头又问，那我帮你抓赵琪，你帮我问我要的东西，还有我要是不小心杀了他，会不会有后患？曾建秋脸色一凛，你现在绝对不能杀他。赵琪攒了满阵的特殊能量，现在杀了他，能量无处发泄会引来无数混乱能量流，整个镇子都要遭殃，必须等他最后一步的时候才能破解。我笑了，说白了就是需要个人当他的能量适配载体，在他启动核心程序的时候搞砸，另一人趁机出手对吧？正好我把你捆了送给赵琪，说你策反我不成被我拿下，他肯定信任我，咱们刚好配合行事。曾建秋瞪我半天冷哼，你敢把我送过去，我就揭你底。我笑得更开，你不会，因为你是个好人，之前把我送过去，我就揭你底。我笑得更开，你不会，因为你是个好人，之前对我留手，也不忍心伤害小姑娘，不然我哪敢找你帮忙。曾建秋冷冷一笑，那你就试试看。我对薛宝平点点头，去找我师傅吧，就说我抓了个他的仇家。薛宝平丢刀起身就走，曾建秋死死盯着我，听见院门开的动静赶紧喝回来，我没吭声，紧跟着就听见院门关上的声音。我先捡起他的刀插回鞘系在腰上，又忙进忙出收拾被搅乱的灶房。曾建秋等了半天忍不住开口，喂，你哪里的？赵琪难对付得很，你知道他的手段吗？我拿了块抹布往外走，差不多吧，这几天他跟我说了好多师门的事，差得多了，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本事。我从门外探进半张脸，那你现在说，薛宝平去陈家再回来最多2刻钟，你抓紧想怎么说能保你在赵琪手里活命。曾建秋闭眼深吸一口气，算你狠，你听好，燃山派速度极快，千万别让他拿出道具，还有他身上有件法宝叫金蝉子，寻常兵器伤不了，他应该贴身穿着。我走进门，宝贝，这么厉害，还有别的用处不？据说是金丝织的贴身衣物，我哪知道别的用处，那是镇派之宝。还有呢，剩下的得随机应变。我跟你说不通道理。曾建秋咬咬牙，你过来，把我废了，留左手就行。我挑眉，认真的，别废话。我蹲到他面前，我之前就想问，赵琪逼着我吸收专属能量晶核，是要找灵气族的人当特殊能量载体，你刚好能顶这个位置。本来你要是能让他觉得你没威胁，也用不着弄残自己。你前半截说的对，赵琪不用你肯定用我，但落到对头手里哪有不被废的道理？少假好心，我自有办法。我按照他的要求处理完。曾建秋咬牙瞪我，你还真下得去手啊！你要是闹着玩，这玩笑可开大了，我继续还是停？快点，你给我解绑，先出去，我叫你，你再进来。我点点头，把白须解了握在手里。好了，喊我。我走到门外站着，原来我体内这东西叫金蝉子，还能储存能量，怪不得我能活下来。我还以为只是个普通宝贝，没想到是燃山派镇派，还能储存能量，怪不得我能活下来。我还以为只是个普通宝贝，没想到是燃山派镇派之宝。燃山派就算衰落，也还有山门弟子。赵琪放着宗主不当，带着镇派之宝跑出来，就为了达到顶级能力层级。达到顶级能力层级，在这世界难道所有人都觉得是痴心妄想？他凭什么觉得能成？总不至于是因为那部典籍吧？等等，我现在这状态，不会就是赵琪以为的顶级能力层级？这时候听见曾建秋在屋里有气无力喊我，好了，进来吧。我走进去，也没问他弄了什么，只叹了口气，你不该拿别人威胁我，不然咱们也不用搞成这样。曾建秋脸色煞白，递出左手，算我倒霉。我按照他的要求处理好左手的伤，照他说的抹了淤泥在伤口上，用粗麻绳捆好，出门扬声喊，宝平，去吧。曾建秋靠着强笑，我在你手里不冤，可你记着，要是放跑了赵琪，咱俩没完。我也笑，第一次见当人质脾气还这么大的。1刻钟后，我听见主屋顶传来轻响，有人落上去了。曾建秋说的没错，赵琪身法速度比不上我。我握着刀靠在门框上盯着曾建秋，装作什么都没听见。接着屋顶又响了几声，是赵琪拨开瓦片，弄开下面的稻草灰层往下看。没一会儿院门被推开，赵琪复剑持一柄素色短肘飘然而入。我立马装出紧张的样子，低声喊师傅。赵琪点了点头，大步走过来。薛家小姑娘说你捉到个人。我刚要开口，他一摆手跨进屋里，目光盯在曾建秋身上。怎么捉到的？天没亮他闯进来想胁迫我，没想到他有重伤在身，我和宝平几下就把他制服了，最后是宝平用门栓敲晕的。门栓。赵琪笑了一下，又板起脸，抽剑走到曾建秋身边。曾建秋疼得转醒，赵琪把剑挽回身后，朋友，我认得你。曾建秋啐了一口，呸，你这个作恶的人，看来你认得我。赵琪点头，我弟子说你逼他们给我下毒，还说我无恶不作，当着我的面说说，我都做了什么？曾建秋怒目而视，我家人就是你害死的，你在我们镇上作恶。赵琪看向我，他还说什么了？我目光在两人身上游移了一下，低声说，他说师傅你用特殊手段害人，叫我对付你。赵琪心里一跳，盯着我，你信吗？不信。我当场就没听他的。赵琪沉默片刻，看着我心里松了口气，本以为这弟子不成器，没想到是个忠心的，倒是自己看走眼了。他叹了口气，轻声说，继业。他说对了一半，我的确抽取过能量。我猛地抬头，眼里全是迷茫啊，但不是为了我，是为了别人。曾建秋怒喝，你胡说。赵琪摇摇头，坐到凳子上，把剑横在膝头。继业，我问你，李家湾农忙的时候，青壮吃什么？老弱妇孺吃什么？我愣了愣，青壮吃好的，老弱妇人省口粮给孩子，大概是这样。赵琪点头，青壮要下地，吃不饱就种不出粮，所以有些镇主请我用特殊手段调整，这个道理你懂吗？我皱了皱眉，立马释然吐气，我懂了。我爹从前跟我说过，要权衡取舍，没法人人都满意，得往远处看。曾建秋气得双目圆瞪，呲牙怒骂，你们太过分了。赵琪心里说
舒畅极了，还有点动容。没想到能捡到这么个聪明妥帖又孝顺的徒弟，真是难得的福分。他长出一口气，这蠢物说的也有道理，这天下弱肉强食，我们得变强，不能当弱者。你今天做得很好，从今天起，我用心教你。话音刚落，薛宝平气喘吁吁跑回来，怯生生站在院门口。我看了他一眼，又看向赵琦，赵琦了然，想问什么就问。师傅，那他算老弱吗？赵琦笑了，你没发觉他这几天更好看了？我只是让他成长快了些而已。我皱眉，有多快啊？你怕他老了？你们不般配。我脸瞬间红了。赵琦看我顺眼，也没斥责，反而放柔了声音，你要真心跟着我提升能力，就不能一直留在金水，懂吗？我垂了下眼，我懂，我只是……赵琦也没多纠结，对薛宝平招了招手，你过来。小姑娘怯生生的，犹豫一会儿才走过来，在赵琦面前一步远站定，你我本无瓜葛，你救了我弟子。赵琦捻出一张特制应急信标递过去，这2天镇上不太平，这信标你收着，危难时握紧它。薛宝平愣了愣要接，赵琦又缩了手，听好，这信标不能随便用，你家有没有矮小的地角、密室、陷坑之类的？薛宝平迷茫的看了看我，又看赵琦，好像没有。赵琦才把信标递他，收着，过几天要还我。薛宝平恭恭敬敬收下，退到我身后。赵琦对我点点头，你们俩先出去，到院外等我。我手里还握着刀，转头看了曾建秋一眼，曾建秋对我怒目而视，啐了一口，呸，小子，这是我们约定好的暗号，意思是暂不动手。我低哼一声，拉着薛宝平出了门。院门刚关上，薛宝平就反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河边柳树底下，小声问，你把那个人他苦肉计，那你们刚才不动手吗？我摇摇头，我本来还在犹豫，但你看见赵琦给你信标时曾建秋的眼神没？他是真吃了一惊。说实话我也惊了，之前看赵琦昨晚处理特殊异常事件的样子，我觉得他不算高明，今天曾建秋说他难对付，我还觉得小题大做，可这信标我着想想就能保平安，他应该没骗人，那他比我想的要厉害多了。我叹了口气，类似的手段不知道他还有多少，一旦一击不中，我的麻烦会比曾建秋还大，所以得照约定来，等赵琦启动核心能力装置的时候再说。还有一点我没说，怕薛宝平担心，现在屋里的赵琦我不知道是不是人，我五感极其灵敏，对味道相当在意，可现在这个赵琦身上什么味道都没有，我起初以为是人造便携傀儡，可又没有主旨香气，看来他来的时候就十分警惕，留了后手。好在曾建秋虽然被我胁迫，脑子还算清醒，刚才没冒险出手。我拉着他坐到柳树下的石头上，往四周看了看，跟你说个事，他比我想的厉害。我刚来的时候问你，30多年前动荡的时候他们怎么打架的，你说没有飞来飞去发火球的本事，那时候我还觉得他们不算厉害，可现在我才知道错了。曾建秋之前被我制服受了伤，你去找赵琦这么会功夫，他就把伤伪装成1、2天前的样子，赵琦还真没看出来。你知道这意味什么吗？薛宝平想了想，他们都不大了解对方的本事，对寻常人打架，对方用什么武器都能猜得到，可这世上的门派每家都有独门绝技，根本猜不透对方的底牌，动手风险太高。我抓紧薛宝平的手，看着他，今天你去找了赵琦，知道了曾建秋的事，就不能再躲到山上去了，反而更危险，所以要是我们跟赵琦斗起来，无论出什么事，你都待在家里别出门，我说不定还得靠你呢。薛宝平这才意识到我们的手一直握在一起，他点头，你放心，我答应你，我不会叫你想起我的时候，像你想起那个你带入行的小姑娘的时候那么难过。我笑了，谁？我能问你件事吗？你到底是谁啊？你来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摇摇头，我还没想起来。那以后你要是想起来了，可以告诉我吗？薛宝平一下子流了眼泪，不管你那时候在哪里都会来告诉我吗？我摸摸他的头发，我保证。院门吱呀一响，赵琦走出来，看见我们眉头微皱，冲我招手，来，跟我走。又朝远处扬声喊，人在里面，好好抬过去。这以前是落草的贼寇，看好了。我朝树后一看，是镇主陈兴带10几个镇兵赶来了。之前镇兵都穿布衣，现在都武装起来了，有带护脖的，有穿皮胸甲的，还有顶皮盔的，跟寻常百姓区别很大。陈兴挎着刀，用布袋束着袖口，他个子不高，还有点佝偻，打扮显得不伦不类。赵琦瞧见他，脸上露出讥讽，低声骂了句怒喉而冠，又朝我厉声一喝，快点，就大步朝陈家方向走。我赶紧跟上，刚才在屋里赵琦心情还极好，现在怎么突然变这么差？等赵琦皱着眉从陈兴身边走过去6、7步，我就懂了，那个曾建秋真是死有余辜，冥顽不灵，他一路追我到镇，还引来不少人，他的伤就是那些人弄的。赵琦边走边说，为师是来找你师祖的，本来要在这边走边说，为师是来找你师祖的，本来要在这启动特殊装置查询信息，还得多等几天，现在是等不得了，要是追他的人过来，麻烦就大了。师傅，那些人是他的仇家。赵琦白了我一眼，你真是，算了，之前没告诉你，你知道对咱们有特殊技能的人来说什么最要紧吗？走快点，特质能量快，钱财宝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赵琦深吸一口气，是年轻，我为什么收你做弟子？就因为你年纪小，能力突破第1阶段也容易，等年纪大了，别说补了，保住都难，更别说突破第1阶段了，懂吗？师傅说的对。赵琦边说边叹气，走到镇中时，已经有镇民出了门，他瞪着眼睛东瞧西看，像是在防备有人害他，遇着有人诚惶诚恐打招呼，他就不耐烦摆手驱走。我心里暗笑，之前对他的评价没错，他真像个孩子，高兴时优雅从容，一遇麻烦就控制不住脾气，慌慌张张方寸大乱，挺有意思的。我点点头，我懂了。师傅是说曾建秋把你会设置特殊装置的事说了出去，就算那些人是他的仇敌，也会打你的主意。哎，你可算明白了，所以这事等不得了，我今天就启动特殊装置查询信息，要是问出你师祖的行踪，咱们立刻就走。赵琦狠狠甩了下拂尘，咬牙冷笑，嘿，
他也是自作自受。我其实已经布置了一段日子，就差2样东西，一样是猛兽骨，另一样是特殊戒指。我之前还在犹豫，因为特殊戒指必须符合特殊条件的才容易提升效果。这镇上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别的东西就不能马虎。结果曾建秋自己送上门来，用它做特殊戒指，别的东西就能凑合用了。你说对不对？我愣了下，随即明白赵琦是被曾建秋编的瞎话吓慌了，心里没底，才找台阶下。我赶紧点头，师傅说的对，你就知道说对。算了，你听着。赵琦犹豫了下，又好好看了我几眼。等我启动装置的时候，你在边上给我护法，不用你做什么难事。就是我这回设置特殊装置没跟陈星说清楚，一会我会跟他们简单说几句，就怕他乱想。要是他来找麻烦，万不得已的时候，你跟他讲清楚厉害，叫他约束好镇民，不要乱走。是，我明白了。说话间，我们已经到了陈家宅院。赵琦进门直奔正堂，见着刘娇劈头就问：“你家有猛兽骨是不是？”刘娇一愣：“啊，是，把里面的猛兽骨取出来，这事不能再拖了。”赵琦在屋里急走几步：“昨夜不是有人家出异常吗？先生，你说那是陈三咬他？差不多。他不知道在哪学的特殊手段制造诡异，但寻常人学个特殊手段哪能造得出诡异现象？这事等不得了。”这时陈星带着人回来了，我终于瞧见被赵琦处置后的曾建秋。我和他对视一眼，曾建秋原本虚弱的眯着眼，视线交汇时眼皮微微一掀，我瞬间明白他的虚弱全是装的，指不定憋着什么致命手段。这人强的离谱，也不知道是什么来路。赵琦见了陈星，立即喝道：“你们这阵子是不想要了吗？再不做排查，只怕异常情况会更多，还在这磨磨蹭蹭。”陈星赶紧陪笑息怒：“只是镇上这么多年从没做过这类事，要不我去跟乡亲们商量商量。”商量？你早干什么了？赵琦皱眉怒斥：“你信不信再拖一时半刻，镇上立刻就要闹更大的异常变故？”他唾沫横飞，我赶紧往后退了2步，生怕被口水溅到。这一退，反倒瞧见了赵琦的手，他左手从刚才使唤刘娇起就一直背在身后，我看得清楚，他手里攥着张标试条，还有淡淡的特殊意味。他已经开始做特殊排查准备了。这念头刚冒出来，陈星正打算继续陪笑，忽然门外传来喧闹声，似乎有人要硬闯，护卫正在拦着。赵琦反倒眉头一展，朝门口喝问：“外面出什么事了？”他话音刚落，外头叫嚷的声音陡然拔高，旁人听不真切，我却听得一清二楚，是镇上的人说家里出现异常动静了。陈星只得出去安抚。刚听大伙说完，远远又有镇上的人跑过来，他当即叫护卫拦住人，满脸惊愕地走了回来。赵琦不等他说话，搂过来，他当即叫护卫拦住人，满脸惊愕地走了回来。赵琦不等他说话，冷冷一笑：“你现在知道了，还要不要商议了？”陈星皱眉想了想，又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吩咐护卫：“快去准备东西，把人都赶走，守住院子，不许任何人进来。对了，这人你打算怎么处置？”赵琦扫了曾建秋一眼，不耐烦地挥手：“放心，他不会有事，要处置也不在你家处置。”哼，惺惺作态，你当初拿下这地方难道是求来的？陈星敷衍着应了2声，又看了眼地上的曾建秋，才走开。他明显对赵琦要做的事不放心。我微微张嘴，想上前提醒他2句，真出了什么事他也好有个准备。可陈星的目光只在我脸上扫了一下，微微皱眉，立即大步走进了屋子。我愣了一下，刚才陈星那瞥极有上位者的威严，完全不是之前跟我和气说话的老农模样。陈星进了屋，刘娇迎上来正要说话，他已经压低声音问：“秀秀呢？还睡着呢？”外面，陈星大步奔到妻子房间门口，抬手猛敲几下，见里面没动静，立刻叫刘娇进去把人拉起来。陈星又奔回自己房里找出2柄短笔，塞给他们1人1柄，你们俩赶紧从后窗出去，去东边薛家。薛家小姑娘有赵琦给的标识纸。秀秀，你前几天没得罪过她吧？陈秀被这阵仗吓醒大半，没，我还帮她扫过院子。她说往后做东西给我吃，那就好，快去。他把妻女拉到后窗边，刘娇才抓住他胳膊问：“当家的到底怎么了？这事很凶险。”陈星略一犹豫，拉着他走开几步：“你记不记得我昨天跟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有位收我做徒弟，我跟他待了1-2个月啊？记得。怎么了？”陈星朝窗外看了一眼，赵琦身前已经摆好了配套物品。陈星向外一指：“那就是我说的那个师傅。”刘娇一愣：“你认准了？错不了，跟当年一模一样。”陈星叹口气：“他一点没变，我倒是老了。薛家的时候我就认出他了，跟他说话他不理我，说不定是赵琦把他弄糊涂了。赵琦说他是恶徒，我才不信，这事肯定有猫腻。”刘娇长出一口气，攥住陈星的手：“那咱们说他是恶徒，我才不信，这事肯定有猫腻。”刘娇长出一口气，攥住陈星的手：“那咱们得救他。”陈星咬咬牙：“我知道，抬他回来的时候我就想放人，但赵琦还在咱家，这人能力强手段多，本来想等回来再打算，可你也看见了，镇上开始出怪事了。”刘娇皱眉：“这事我也觉得不对，我听说有的人为了赚酬劳会自己故意搞事，我懂，昨晚我就在琢磨这事。”陈星叹道：“不管是什么，现在镇上人人都怕，我得等他完成，到时候他要是不肯交人，我也不是好欺负的。这气我受够了，你们娘俩快走吧。”陈星扶着刘娇翻出窗，正要关窗，刘娇拉住窗板：“当家的，咱们当初回金水，本来就不是为了荣华富贵，就是为了问心无愧。”陈星点头：“我知道，我肯定保下他，也会小心。”关了窗，陈星摸了摸腰间的佩刀，一抬头就看见赵琦已经准备开展流程了。陈星在屋里看不清他画的啥，正要动出门凑近看，忽然听见身后有敲窗声，他赶紧转身开窗：“你们怎么？”窗外不是刘娇母女，是个
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陈星愣了愣，穗子，你回来了。穗子抹了把脸，主家。李家弯过来的路全冲垮了，我就顺便查了下那边的情况。你猜我遇着谁了？这小伙是从清江城就跟着他的老人。陈星耐着性子问，是谁？李继业，李家湾李家的独苗，我给救回来了。陈星猛地瞪圆了眼，谁？人在哪？穗子嘿嘿笑，我半路上遇着大娘和秀姐儿，他们把人接去镇东了，叫我回来报信。哎，主家，院里这是干啥呢？陈星回头瞥了眼院子，抬脚就翻出窗，走，带我去看看。我站在赵琦身后2步远，看得清清楚楚，我一下就看明白了，他这是在画附近的俯视图。这时候赵琦展了展肩，转头冲我笑，之前的焦虑一扫而空。徒儿，现在知道我拍的奇妙了。为师已入画中，自成天地。我忽然觉得周围光线一暗，赵琦的影子突然变成了2个，好像空中除了太阳，又多出了第2个光源。紧跟着我心里猛地一跳，有种往赵琦方向滑落的错觉。脚下明明站得稳，却像土地在往他那边倾斜，仿佛有什么虫道难以形容的东西正往陈家场院坠。虫道把整个世界的感知都扭曲了。赵琦开心的倒退几步，冲着天空高呼：“我成了，看见没有，乖徒儿！”哈哈哈哈！我立刻看向曾建秋，他怎么还不出手？赵琦先是一愣，接着就去摸背后的剑柄，谁知道曾建秋猛地睁眼，瞬间挣断绑着的绳索，他只一挥右手，一道白光嗖的直扑赵琦面门。赵琦赶忙侧身躲开，那白光擦着他脸颊飞过去，刚飞出2步远，曾建秋抬了抬手臂，白光竟在空中打了个转，直扑赵琦。赵琦剑刚拔到一半，见状赶紧矮身要躲，可白光又急转直刺向他，他不得不躺倒滚了几圈才爬起来，剑指抽出半截，就听当的一声，白光正击中剑刃，他手里的剑直接断成2截。我这会儿终于看清那道白光，它垂在赵琦肩头，原来是柄只有手指长的小剑，后面还系着根极细的绳子，竟然是藏在曾建秋手里。赵琦也看到了剑后的细绳，立刻用断剑去绞，把细绳缠在剑上，怒极反笑：“好哇，原来是个剑侠，敢来管我的闲事，今天我肯定要好好教训你。”他猛地撤剑要割断细线，谁知道吱的一声厉响，细线没断，反而和刃口磨出火星。紧接着曾建秋手臂一抖，细线直接把赵琦上半身缠了一圈，可赵琦身形一晃，凭空退了一步，原地只留下一张白纸被绞成2片飘落。这一下把他吓得不轻，丢了断剑，拔腿就往后跑。可他跑了10几步，非但没靠近身后的厢房，反而离曾建秋越来越远。曾建秋先收回飞剑，再猛地掷出，白光再次直扑赵琦。赵琦这次没躲，边跑边掏出张威煌的信号纸，信号卡一启动，漫天霞光轰然落下，曾建秋的宝印迸发出更亮的光，像是在和什么东西抗争。飞剑数次命中赵琦，每次都只有1张特殊信号卡飘落，直到第6张特殊信号卡落下，飞剑终于击中赵琦左臂，紧接着绕了2圈，把他捆得结结实实。曾建秋挽着细绳一扯，把赵琦拉到身前2、3步远，冷笑开口：“真要是你说的那股力量，有我这5岳之宝在，你早就受到严惩了。”哎，稀奇，你怎么既没吐黑水也没挨雷劈？他飞快扫了我一眼，你燃山派的特殊技能倒真稀奇。赵琦，你作恶多端，今天一定会受到严惩。你要是痛痛快快把事说清楚，我给你个痛快。要是你……话没说完，他往前迈了一步，身子突然晃了晃，眼前一黑，周围的七彩霞光瞬间变成暗红，身上的5岳之宝直接烧了起来。他心头一惊，精神幻术，陈家院子上空突然罩了层薄薄的红云，把七彩霞光全吸了进去。我之前感觉到的那股快要压垮院子的重量突然消失，再抬头就看见曾建秋僵在原地，连着小剑的细线垂落在地，他身子像木杆似的挺着，头和双臂却无力垂着微微晃动，下一秒全身开始抽动，像提线人偶一样微微扭曲。地上的赵琦吓得愣住了，慌忙要挣脱细线去怀里摸东西。曾建秋突然抬手，细剑嗖的飞射而出，速度快的连白光都看不见。赵琦绝望惨叫着闭上眼，可飞剑却突然悬停在他面前，细线崩得嗡嗡作响，紧接着那变了模样的人发出嘶哑狂乱的声音：“你是四圣！”赵琦猛地睁眼，四圣是他的小名，他颤声喊：“师傅！”赵琦从地上爬起来想凑过去，又被眼前的怪异模样吓退，声音发颤：“我怎么把你？”他忽然瞪圆了眼：“师傅，你能力提升了。”怪物站在原地狠狠晃脑袋，像是还没清醒。怎么找到我的？他猛地抬头，状态十分怪异：“真是你啊，师傅！山上人都走光了，我看你专属信号器熄灭了才下山找你的。”赵琦瞪着眼，声音越来越开心：“师傅，你获得什么特殊能力了？真成了对不对？”怪物深吸一口气，低低嗯了一声，转头扫了圈：“这里是你弄的预判装置，是这里是你弄的预判装置，是，我一路找你，一路用你留给我的特殊道具施展燃山派的特殊技能，我现在也掌握特殊能力了。你这个蠢东西！”他猛地恢复神智，厉声喝问：“那道具你用了多少？还剩多少？”赵琦被骂得一缩，怯生生答：“还剩100来张。师傅你别生气，我给你收了个徒孙，你都获得特殊能力了，咱们燃山以后就是大宗派。我学好本事再多做点道具。继业，来见你师祖。”赵琦扭头找了2圈，侧身把我从他身后露出来，我站着没动，平静看着不远处的怪物赵奎。赵奎瞪着眼睛盯着我看了2秒，鼻子抽了抽，忽然怒吼着抬手射过来一把小剑。赵琦吓得赶忙挡在我身前：“师傅，这是我徒弟你徒孙啊，别动手！”小剑猛地停在他面前，剑线绷得笔直：“你的徒弟。”赵奎声音反倒平静下来：“我的徒孙，你出息了。”
了，还能收徒了？说说在哪收的？赵琦松了口气，被刚才那件吓得直喘。我找你路上想启动预判装置查你下落，启动需要辅助人员，原本想找他帮忙的，结果发现他资质好又孝顺老实，我就哈哈哈哈。赵奎仰天大笑，好一个孝顺老实。赵琦被他笑得浑身发毛。师傅，你这个蠢东西怎么能蠢成这样？赵奎深吸一口气。赵琦愣了愣，刚要说话，下一秒就被赵奎出手重伤落败。舒服了，这下舒服了。赵奎伸了个懒腰，猛然抬脚一踢，还在挣扎的赵琦被无形力量踢飞，撞碎半空中的透明涟漪，直直摔落到我身前。我叹了口气，抽出腰间的刀，动手让赵琦彻底失去了声息。动静瞬间停了。我不喜欢他，觉得他自作聪明又喜怒无常。我把刀拔出来，但摊上你这么个师傅，我反倒同情他了。他是真想来给你收遗骸的。我转头看向门口，一群镇上的护卫挤在那，手里拿着刀枪，脸上全是惊恐，都忘了要逃。我喝了一声，走了，散了，叫上人逃命去。他们如梦初醒，浑身一哆嗦，尖叫着立马跑光了。他们如梦初醒，浑身一哆嗦，尖叫着立马跑光了。赵奎一动不动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发出刺耳的怪声：“不是魔物。”我微微笑了笑：“你也不是。”我用刀指了指地上，他告诉我，凡在人前显形的都是怪物。赵奎发出一阵凄厉冷笑，慢慢往前走出2步，呵呵，对，你给我好好站着，别想走，今天你哪里都走不了。我点点头，能想得到，但我不怎么在乎这个。我想问的是赵喜，灶里的到底是不是赵喜？嘿嘿，原来是个多情的东西，是也不是。他以为自己在做的事都是我叫他做的。你别急，过不了多久就让你尝尝滋味。小子，要不要我亲自动手？我环视四周，极远处的天空还是晴的，唯独陈家大院上方压着层极低的红云，微微翻滚，像是稀薄的火浪。我把刀横在身前，慢着，我再问一句，燃山派的特殊技法，神奇的是图形而不是技法本身，对不对？赵奎的眼眶忽然收窄，你很紧张。赵琦手里剩多少纸张？刚才也在吃纸张，连空白的都吃。赵琦之前狂笑说这回终于成功了，可见他从前没把握真成功，所以诀窍不在能力施展方式上，而在这纸上。赵奎挽着剑抬手想抚须，没摸到，狠狠揉了揉自己胸口的皮。小子，你倒是聪明。至于你吗？你问这个做什么？在等他。话音刚落，赵奎忽然拔地而起，他身后一柄飞剑嗖的一声射了个空，浑身沾着污渍的曾建秋扶着翻倒的桌子站起，手臂一摆，叫飞剑凌空转向。我立即大喝，用你随身的净化纸。不知道曾建秋听没听到，剑势稍稍一滞，立刻向他自己飞了回去，一道白光直接射向上方的赵奎。这次赵奎没躲，正被剑穿透。曾建秋又一晃手臂，剑线立即将他缠了几圈。蠢东西，净化纸，我现在以能力达至巅峰，你拿它对付我？赵奎忽将2条手臂高高一举，现在就叫你见识顶级能力手段。3朵火焰忽然光芒大放，妖丽的光瞬间将院中的一切都扭曲了。赵奎的2只暗褐色眼睛也被光芒填满，高喝一切都扭曲了。赵奎的2只暗褐色眼睛也被光芒填满，高喝一声，拿来。2朵红光立即凝成2束，一束落在曾建秋的身上，另外一束落在我身上。这时曾建秋大喝，金蝉子在你那儿，快走，别叫他拿到，他要真能力登顶了，就在人间待不了多久。你快走，走啊！打听一个叫幽九渊的地方，告诉他们燃山派宗主异化了。曾建秋厉声大喝，双脚一蹬，高高跃起，周身能量流转发散，撑得他须发皆张。我给你拖住他，你要没去幽九渊，到了意识深渊，我找你算账。赵奎狂笑几声，拖住我，你凭什么？给我退下！他双手一勾，地上赵琦的那柄剑嗡的一声飞了起来，再将双臂一撑，头顶的3朵火云立即转成一片红光，那柄长剑发出夺目的玄光，尖笑着向曾建秋射去。曾建秋此刻还跃在半空，避无可避，他将双手食指猛地一划，剑身顿时黑光大放，几乎成了一柄黑色长矛，正迎上赵奎射来的长剑。砰的一声锐响，黑剑的光芒暗淡，长剑却也被击碎成大片雪亮的钢屑。给我滚下来！赵奎终于发出一声惨叫，被抓住的那朵华盖砰的一下烟消云散，他体内的黑气力去了一小半，而曾建秋身上的黑光却已微弱的只剩一层薄薄的暗褐色光芒。他见我还站在原地，立即大喝，滚啊，别婆婆妈妈的，去找幽九渊！幽九渊，我叫你们到意识深渊去找吧！赵奎的黑烟一举，萦绕身边的黑雾把曾建秋提了起来。赵奎长笑一声，好一个剑侠，哈哈哈哈哈！我仍站着没动，那道红光一直死死照在我身上，我试过几次都没法挣脱，也不是我逞强，我很清楚，赵奎解决了曾建秋之后肯定能轻易找到我，曾建秋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跑也没用。我在观察，赵奎从始至终都在用特殊能力操控物品，全程没和曾建秋有过实质性接触，说明他现在根本碰不到实体，而且净化只对付不了他，但曾建秋的能量可以。而对付这种从意识深渊来的怪物的方法，我那便宜师傅赵琦昨晚刚教过我。而对付这种从意识深渊来的怪物的方法，我那便宜师傅赵琦昨晚刚教过我。赵奎的暗色瞳孔的眼睛瞥见我，立马纵声狂笑，小子，拿你师傅教的东西对付我！他大步走过来，每踏出一步，脚下都生出烈焰与烟气，地面碎裂，空气震荡，周围浮现出无数极淡的身影，像是每一步都踏碎了虚空，直接踩进了特殊异次元空间。你知道纸张的妙用，却不知道妙用也不是无穷的。赵奎3步之后开始狂奔，地面咚咚作响。你是我炼化出来的东西，我不知道你的斤两吗？你能困得住各类怪物，能困得住我？最后一点落下。我催动特殊能量，一道火线转瞬即逝，赵奎正好冲到我面前，双臂猛地抓了过来。然而下一秒，赵奎脚下一圈星火明灭的灰线把他圈进了，无形的屏障隔在我们中间。我看着赵奎的暗色瞳孔的眼睛，面无表情偏了偏头，显然你知道的还不够全面。我侧开一步，迅速走到曾建秋身边，他躺在地上无神的挣扎。
着眼，我蹲下来，喂，还活着没？我把他困住了，要怎么帮你？曾建秋掀开眼皮看了看我，艰难吐出几个字：跑去悠久院。除了这个呢？一阵热风贴着地面掠过，卷起大片烟尘。我立即回头去看，被困在灰线内的赵奎正在猛烈呼吸，一呼一吸间，滚滚黑烟喷涌而出，塞满了困住他的整片空间。黑烟不断往下涌，冲刷的那圈火线明灭不定，激荡的院中烟尘大作。曾建秋合上眼，你快走吧，别管我了，你一个人。我立即起身，没入被热风掀起的大团烟尘里。曾建秋愣了愣，实在没力气再说什么，闭上眼等着昏沉过去。没成想我又从烟尘里折返回来，把他扶起来，掰开嘴，抬手就把2粒圆丸丢进他嘴里。这是赵琪舍不得吃的能量块，别这副要死的样子，还有什么办法？我这身可背不动你。曾建秋喉头一动，他有特殊能力根底，2口气的功夫，虽然身上仍旧瘦得吓人，但眼光已经射出金光。我一把将他拉了起来，化了形就能伤到他是吧？赵琪也这么说。好，你走，去带上薛金光。我一把将他拉了起来，化了形就能伤到他是吧？赵琪也这么说。好，你走，去带上薛宝平。曾建秋一愣，我推了他一把，差点叫他摔在地上，不然你这个样子留下来跟他斗，我是死不了的。去。曾建秋点头，踉跄着走进烟尘里。好，我日后会给你报仇。下一刻，青光溃散，黑烟猛地迸发出来。赵奎怒吼道：今天你们一个都走不了。另一边，陈星带着5个镇子护卫赶到薛家时，薛宝平正在灶房里被刘娇问话。陈星进门就看见小姑娘坐在板凳上，微微垂着脸，手指抓着裙角。刘娇对着她摇摇头，这孩子不肯说。尽管早有准备，陈星心里还是微微一跳，走到刘娇身边站下，打量薛宝平几眼。小姑娘，多余的话不讲了，如今这世道，像你家这样的外姓能在镇上扎根3代的，方圆几百里我没听说过。镇上不管怎么样，对你家是有恩情在的。伯伯也不瞒你，被你们抓住的那个曾建秋是伯伯从前的师傅，我现在要去救他。我也不问你那个小伙子到底是什么人，我只问你，你知不知道他不是李继业？你不知道，这事也不怪你，但你要是知道现在又不肯说，伯伯就只能连你一起拿了。听到师傅2个字时，薛宝平忍不住抬头愣了一下，然后才低声说：他李无香。刘娇柔声说：你慢慢讲，你之前不知道这事，我们都不怪你。那个小伙子是叫李无香是吗？薛宝平点了下头，又深吸一口气。李无香是好人，曾建秋不是坏人，赵琪是坏人。陈星心里猛然一跳，这下子就对了，他之前见过自己那位师傅的手段，之前看到的那点伤压根不算什么，对方肯定是故意装作虚弱不堪的模样，否则别说一个有几年武艺功底的少年人，就是几条大汉也擒不住他。是我师傅故意叫你说的李无香擒住他的吗？他有没有说想做什么？薛宝平握了握衣角，昨晚李无香跟他说这件事暂时不能对陈星讲，怕他信赵琪，可现在看陈星是站在自己这边的，要不要跟他说？要是说了，他又会不会像李无香担心的那样坏事？他深吸一口气，抬起头，他们现在在做什么？陈星刚要开口，就听见陈秀叫起来：爹娘！他醒了，他饿得不行了。曾建秋跑到薛家门前时，腿都在打颤，他踉跄冲进门，就看见灶房里8个枯瘦干瘪的人正围着炉灶，动作怪异的刨灰烬，嘴里含糊念叨着什么。他拿出特制的能量块浸在碎布上，点燃后丢进灶房，喝了一声呆，不骗然的极望。8个人猛地一愣，随即惊恐大叫。曾建秋几步冲到头发斑白的陈星面前：这家的小姑娘呢？陈星眼珠子乱颤，还没回过神。师傅。曾建秋皱眉：什么师傅？我问你薛家小姑娘在哪？薛宝平听到模糊的人声，像滚过的闷雷，隐约变出几个词：李无香，斗起来，我带她，你们走不远，救不了那么多。是曾建秋的声音。李无香跟赵琪斗起来了，那李无香现在怎么样了？薛宝平急着要出去，想起我之前跟他说过的事，侧着身子顺着缝隙拼命往外挤，砰的一声，灶台塌了一半，他裹着烟灰滚出来。曾建秋一把攥住他胳膊：你从哪儿出来的？另一边，刚动手的时候我还以为吸收了能量，足够跟他缠斗一阵，让曾建秋带着薛宝平先走，我再找机会要么拖住他，要么假死。约定好的外援已经给过我保证了，可等赵奎摸到库房的长枪之后，我才知道他强的离谱，他的出手快到看不清。赵奎这性子跟曾建秋不一样，肯定不会痛快动手。我念头一转，眼看枪尖到了鼻尖前，立刻低喝：慢着！枪尖猛地停住，劲风刮得我脸发疼。赵奎盯着我冷笑：小子，不逃了？我往后仰了仰头，逃不掉，但我死也要死个明白。你之前在薛家灶里到底在做什么？赵奎刚要发力，我又喝道：你就不好奇我是谁？赵奎嗤笑：不过是个有点机缘的罢了。我当即念出燃山派祖师的诗。赵奎的眼神从不耐变成诧异，猛地缩了缩枪尖：你从哪知道的？后面的呢？我心里一松，这诗是燃山祖师传下来的吧？实话说，我不是这世上的人，你就不怕我来了？世上的人，你就不怕我来了？还有下一个。赵奎沉默片刻，收了枪。我正打算重建燃山，你把金蝉子交出来，我给你定制一副合适的躯体，你就是我开山大弟子，师祖痛快。不过你得先告诉我你在灶里做什么。我不糊涂。赵奎傲然开口：我参照特殊改造技术自创了新的方法，我苦熬10几年，早就成功了。那是我搅了你的局。赵奎阴森森盯着我：你不过是让我能量耗空而已。我徒弟又启动了特殊装置，我反倒恢复了全部能量，也算达到了目标。我扯了扯嘴角，快速取出藏好的2柄匕首，抬眼笑了：赵琪跟你真像，一得意就忘形，你没发现现在安静得很吗？赵奎一愣，才察觉院中的嗡鸣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寒光一闪，我直接出手将他制服，接连破坏了他的行动能力。不等他反应，受损的赵奎还没失去意识，身上的伤口冒出无数黑烟，试图修复损伤。我手里的短笔舞成一片血光，赵奎的凄厉丝毫混着黑烟喷涌，慌不择路，径直侵入了我的意识空间。赵奎的疯癫情绪像狂风暴雨冲击，要跟我抢金蝉子的控制权。下一秒，一股恐怖宏大的气息骤然压下，是约定好的外援。金蝉子瞬间变得服帖，赵奎的
的意识刚冒出恐惧的情绪，就被瞬间镇压，驱逐到意识最深处，一切安静下来。我站在原地，感受体内能量流转，原本空荡荡的体内只有几粒水珠的湖底，此刻满是强大的力量。果不其然，这是赵奎留下的力量，喜悦和满足瞬间涌上来。我费了好大力气才稳住神，只想知道赵奎到底死了没有，没得到任何回应。我低声说：“好，多谢你的保底。”我还以为非要到啥时候。我叹了口气：“行吧，我能理解别人为什么叫你们异类了。赵奎这关过了，可还有能力出众的曾建秋在。我现在这副样子，在他眼里估计就是魔物。前世见多了合作完就反目的事，我可不想刚出狼窝又入虎穴。”紧跟着我听见脚步声，不是从远处过来的，反倒像是凭空冒出来；不是从远处过来的，反倒像是凭空冒出来的，越来越多。我探手摸到赵奎落下的大枪，就听见曾建秋在院子里喊：“哎，你还活着没有？赵奎，赵奎！”我默不作声看向后窗，曾建秋听着没什么力气，我现在灵力比之前强太多，可实在不想跟他起冲突。紧跟着就听见薛宝平带着哭腔的声音，发着颤喊我名字。我愣了愣，应道：“我在，还活着。”薛宝平当场惊喜的叫出声，院外传来一阵骚动，曾建秋的声音也传过来：“我的天，你的命是真大。”那赵奎，我贴墙往外扫了一眼，曾建秋和薛宝平在院子里，院外站满了金水镇的镇民，大多头发花白，满脸劫后余生的惶恐。我松了口气，赵奎不在这里了，应该是被我除了。众人愣了愣，陈心立刻高声喊：“小仙师是说赵琦被他给除掉了，怪物也被他给除掉了，金水太平了。”话音刚落，人群就爆发出欢呼和嚎哭。薛宝平攥着2段残砖冲进来，到我跟前猛地停住。我笑着张开胳膊，他立马扑过来，我拍了拍他后背。我看向院子里的曾建秋，他现在瘦得厉害，拄着枪站着，脸上带笑，可那笑底下藏着警惕，好像在琢磨是不是换了个人。我冲他笑了笑：“你在那边搞了什么？”赵奎的能量忽然断了。曾建秋抬手指了下薛宝平：“这姑娘藏了件宝贝。”薛宝平把2段残砖举到我面前，急的话都打磕巴。我温声道：“慢慢说，不急。”他深吸一口气才说清楚：“之前赵琦给的纸把他弄到了关过我的砖里，他听见我跟赵奎打架，就跟着曾建秋把全镇的人都装进了砖里，这才断了赵奎的能量。原来我在前面拼命的时候，他们也在背后帮忙。”我看着那2节残砖，感情这东西本身就是个宝贝。薛宝平要把砖递给我，我摇摇头：“你真了不起，算是又救了我一命，那就你收着。”我走到院中，门口的人瞬间安静下来。我看见陈心，他老了好多。我移开目光，刚才镇上闹的怪物是赵琦引来的，他早就想对金水下手，是你们镇主一直拖着他，等到曾大侠对金水下手，是你们镇主一直拖着他，等到曾大侠追踪过来，我们才合力降服了他，也该谢谢你们镇主。陈心愣在原地，瞬间被围着道谢的人群淹没。我按了按薛宝平的肩膀：“收好那东西，往后谁要看也别给。”又冲曾建秋偏了下头：“走，我们说点事。”我们从后门走到竹林才停下。曾建秋脸色肃然，左手拄枪，右手拢在袖子里。我皱皱眉：“你不是要拿箭射我吧？”他摇摇头：“你身上有金蝉子，我这箭拿你没办法。我是在想你打算怎么样。”我抬起手递到他面前：“给我看看，看看我身上有没有什么不对劲。你觉得我是怪物，算是吧，但我从前也是人。”曾建秋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笑了：“那小姑娘嘴巴严得很，什么都没跟我说。”我隐去异类的事，把跟赵奎的前尘往事都讲了。最后道：“我把他赶出去之后就没感觉到他的气息了，可我怕他藏在里面，你能看出来吗？”曾建秋脸色越来越严肃，好一会儿才皱眉：“我倒是感觉不出，不过这事儿比我想的还难办。”我问他难办在哪，他顿了顿，抬头看我，我说难办的意思是恐怕他是死不了了。我沉默地看着他，等了一会儿：“你认真的？但是我想不明白，燃山这特殊标记怎么这么厉害，跟他们门派创始人有关？”曾建秋摇摇头：“这我就不知道了。”那怎么办？曾建秋挠挠头，叹了又叹：“这么特殊的情况我怎么知道？反正异常能量体肯定不在你身上了，我猜就还在金水。这种事儿该找专门研究的人，他们懂这个。”我点点头，在心里慢慢出了口气，尽量用随意的语气问：“之前你叫我走的时候，告诉我去找幽九院。”曾建秋一抬手：“哎，现在咱们不提这个了，你不是太一道的空无能力者，我不好再跟你提。那你当时跟我说赵奎成异常能量了，这个异常能量是指异类吗？”赵奎跟我提过，那是什么东西？我说话时觉得自己全身都绷紧了，但直到话说完，意识深处也没有任何异样。曾建秋像是松了口气：“这个啊，我真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这个也不知道。这么说，提升能力的人能力等级越高，越危险来的，这个也不知道。这么说，提升能力的人能力等级越高，越危险。”曾建秋不情不愿地犹豫了一会儿，恍惚间我好像看到当时赵琦谈起衰败的燃山派时的神情，然后他才说：“要不然他们怎么总说咱们是旁门左道呢？”呸！那我顿了顿，异类会知道被侵入意识的人在想什么吗？那怎么会？赵琦跟你瞎说的。他说这句话，愣了愣，忽然看向我，一拍大腿，我把这事儿给忘了。什么？他又在我身上上上下下好好打量了一会儿，才说：“我不该说他们燃山派了，而该说你们燃山派了。金蝉子在你身上，老弟，你现在算是燃山的宗主了，有什么好处吗？”曾建秋啧啧2声：“你这人是真沉得住气啊。赵琦跟你说过的吧？36宗派自己搞出来的，倒没什么出奇的地方，就算是个硬性。来，把手伸过来。”曾建秋握住我的手掌，稍微一使力，我立即感觉到一股能量流入体，但只稍稍一转，无影无踪。曾建秋愣了愣，松开手：“我忘了你是个异常能量体。得了，你听着吧，挺简单，到那时候你自己试试吧。不过嘛。”他摇摇头：“你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你到时候怎么办，你自己想办法吧。反正就是个硬性，其他的宗派管事的瞧见了都认得出。”我皱皱眉：“就没了？真就只是个硬性？那要是别人给抢了呢？就也是燃山宗主了。”曾建秋看了我一会儿，叹口气：“你跟我说你是从前被赵奎抓走的，但你要真是个寻常人，不会有现在这种气度。那我就当你是之前在哪里隐居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吧？咱们俩这回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我不多问，对，就真只是个硬性。
行，要是叫别人抢了，就怪你没本事了。这世道的事情就是这样的，要是你哪天能力突破到核心层级，觉得自己成了，找个好地方开宗立派了，就可以对别人说我是燃山的宗主。我想过这世间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只是没料到似乎比我想的还要更险恶一点。难怪像陈家、李家那样的镇主都并不怎么上心叫自家子弟去提升能力。他指了指自己，就像我这样的，你看着也不过30出头而已。曾建秋哈哈大笑，那是看着我自己，就像我这样的，你看着也不过30出头而已。曾建秋哈哈大笑，那是看着我都50多岁了，不过倒也不急，再等上个几年，你瞧着，我就看着跟你们镇主一个样了。哎，当年遇着他的时候，他倒也年轻，一晃这么些年都过去了，我差点没记起他来。我沉默片刻，赵琪跟我说，不能再提升能力了。曾建秋点点头，没错，人就慢慢老了，最后也是一抔黄土，跟寻常人没两样啊。嘿，你倒用不着跟我来这个。曾建秋摆摆手，我就没想过自己能修成个顶尖能力者。我当年开始接触也是迷迷糊糊被人带进门，等到我30多岁的时候早想开了，我不喜欢如今这世道，自己也谈不上是什么圣人，我就想在这世上痛痛快快走一遭。行了，我这辈子不亏了。我叹了口气，曾老哥，哎，不是说了别跟我婆婆妈妈的了吗？不是，我是想说，既然这样，你能不能教我你的远程控物技能？曾建秋瞪着我不说话了，我摊了下手，我是明白了，能力等级是一码事，护身制敌的本事又是另一码事。我觉得你的手段特别合我心意，你这一身本领总不能埋没了，咱们又这么有缘，不如教教我。不教，因为我不是太一道的控物能力者，我也可以试啊。这么着，你们太一道就多了个燃山的宗主了。曾建秋不说话，只拄着他的枪走。我陪在他身边走了一气，等两人开始进入密林，头顶的天光都开始被遮蔽时，才说，到底怎么了？你不是会因为我要你教我远程控物技能就生闷气的人？曾建秋又走了几步，站下转过身，他想了一会儿，抬手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你非要问？好吧，我这么说吧，你不好奇我干嘛要一路追踪赵琪来这里吗？不是因为赏金吗？那是顺手的事。曾建秋看着我，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一开始要找的不是赵琪，而是赵奎。我是追着赵奎，才在路上追到了赵琪，又顺着他找过来了。你要是问我为什么要找赵奎，其实我一开始是找去了燃山的。我想要燃山的一样东西，也不算是我想要，是太一道幽九渊想要。不过那样东西呢，现在在你身上了。我沉默片刻，点点头，这就说得通了。哪有这要巧？那不是我太一道做的事。所以你想要的是金蝉子，因为那东西在我身上，你就不想要了。曾建秋双眉紧锁，死死盯着我，稍过片刻，忽然大笑起来，哈哈哈哈！是广蝉子那部典籍。小老弟，把你吓得够呛。他笑了几声，又摇摇头。不过也算了吧，我不想了，现在也用不了。我要是问你要广蝉子，你肯定得叫我教你飞剑术。我看你心思太多看不透，至少现在不敢教。我刚要开口，曾建秋一摆手，但你这人还算对我脾气。那我临走之前就再给你说几件事吧。你现在不算异类，算是半吊子特殊能力者，看着来去自如，比寻常掌握特殊能力的人好处多。这是偏门能力的甜头，短看确实动心，但你这种能力没法再往上突破。你如今能力处于初期阶段，终其一生也只能到初期顶点。我猜你不会甘心。再就是广蝉子这东西不是人人都知道，我也是从幽九渊那里听说的。还有几个剑侠跟我一样在找，你要是寻常人遇上他们，顶多缠磨着你要换。可你现在这样子，剑侠可不是个个像我这么好说话，当心被当成异类除了。还有这玩意存世很久了，没人使用肯定有古怪，你最好也不要再使用这个能力了，想法找个正经的能力提升路径。走了。往常天刚黑，金水镇就很安静了，今天却格外热闹。陈家院子灯火通明，镇主家办席庆祝全镇人劫后余生，还要酬谢2位解决异动隐患的特殊能力者。结果等到天全黑也没找到那2位，大家都觉得高人世事必服一去，不贪图感激酬谢。宴请的主宾就改成了薛宝平、陈星和刘娇来请他被拒。过会儿陈秀再来请，他还是不想去。陈家就派了2个护卫守在他家门口，把来看他、谢他的人都远远挡开。等外面彻底没了人声，薛宝平才松了口气，收拾被搅得一塌糊涂的院子。他环视家里一圈，才发现除了这铺稻草，再没我的东西了。他想起我之前说赵琪的话，他的屋子里没什么私人的零碎物件，可见并不打算在金水常住。他叹了口气，从陈家送来的餐点里捡了个炖鸡腿，包了2枚鸡蛋放碗里，端着碗坐到灶房门口。他想着往后不能再饥一顿饱一顿，要好好吃饭，背熟我教他的53个字，等着我哪天想起自己是谁。他还打算不开铺子了，反正做的没我好吃，不如用那2块砖当个货郎，从清江城买东西运回金水卖，把货藏在砖头里就好。他垂下脸咬了一口鸡腿，忽然眼睛鼻子一热，赶紧抬头别过脸，看向门外的黑暗里。我从黑暗里走了过来，扫了眼他的碗，你先吃了，行，你先吃完，一会儿帮我去抬人。我抬不动。薛宝平正抓着碗，不敢眨眼，可还是眨了一下。我还在。我走到他身边，挨着他在门槛上坐下，看向远处黑暗里的灯光，那边真热闹啊。没请你去。他慢慢吐出一口气，松下肩膀，隔了好一会儿才说，请了，我没去。我们去抬谁？曾建秋。哎，你这什么表情？哈哈，不是出大事了，他那是逞强，刚跟我说走了，就一头在地上了。我没力气，只能先拖到陈三咬家里，一会儿你帮我抬回来。好。薛宝平递给他1枚鸡蛋，给你吃，我一会再给你杀只鸡。陈家送过来1窝鸡，我咬了口鸡蛋，慢慢抿着，我不吃生的了。你看我现在还在喘气呢，像不像？曾建秋说的没错，我
我得表现得更像个人，要不然往后容易惹麻烦。有薛宝平帮忙，抬曾建秋回来不算吃力。薛宝平想把曾建秋安置在自己床上，我喘着气开口，还是放柴房吧，他肯定不在乎。放你那儿太刻意了。什么刻意？我慢慢靠近门，随手把人往柴垛边一放。明天你就知道了。安置好曾建秋，我出门找柳树下守着的2个镇上的护卫，让他们回陈家叫人来收拾灶房。没一会儿，陈鑫就带着人来了。刚进院看见我，膝盖一弯就要跪，等他膝盖沾了地，我才把人搀起来，叹气道：“陈老伯，何必这样呢？”陈鑫弓着身连连作揖：“我老眼昏花，之前有眼不识泰山，把你当成李家孩子，真是得罪了。”我笑了笑，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哪能怪你？我出来历练，路过这儿觉得不对劲，又见薛宝平跟我妹妹似的，就留了下来，教了他点东西。老伯还记得王家3口吧？啊，记得。那天晚上他们想欺负宝平，被我制服了，你别见怪。陈鑫连忙摇头：“你这是给镇上出害。”我笑起来：“那你还得谢谢我了。”要谢，当然要谢。陈鑫眼圈一红：“何止这一件事？之前我讨好赵琦那个祸害，真是对不起乡亲们。然山派是好的，赵琦赵奎只是临时挂名，这不怪你，我也是等机会才动手的。是，大恩不言谢。好啦，我抓着他肩膀把人掰直，我不是赵琦，没什么要的，你不用这么客气。但我师父有伤，你帮我把灶房收拾成住的地方，他还要在镇上待几天。陈鑫往屋里看了眼，迟疑道：“他记起你了，现在不方便相认，等他伤好我叫你过来。现在他要静养。”好，我们这就动手。半个时辰，灶房就收拾好了。陈家送来了床、锅碗瓢盆，我指挥着把东西归置好，又哄着要给我收拾宅院的陈鑫走了。等脚步声远了，我才在灶房的床上躺了会儿，试了试被子，又去柴房看曾建秋。我叫上薛宝平，铺了细柴枝，再铺稻草，垫上被褥，才把曾建秋放好。收拾完，我就拉着薛宝平坐在新屋门口吃陈家送的点心。第二天天亮，曾建秋醒了，他猛地睁眼，先摸袖中的小剑，缓了好半天才慢慢爬起来。他把柴房看了一圈，慢慢走到门口，伸手一推，门没锁。曾建秋愣了愣，松了口气，走到院子里，就看见我和薛宝平正坐在主屋门口吃饭。他站那儿看了好一会儿，阳光落在我们俩身上，满脸笑意，看起来永远不会老，活脱脱就是青春的模样。他叹了口气，大步走过来：“你小子吃饭不叫我？”我往后一靠，看着他笑，指了指桌上的空碗筷：“给你留着呢，尝尝你徒弟早上送的。吃完我给你讲讲广产子，就不知道你记性好不好。”曾建秋讲广产子，就不知道你记性好不好。曾建秋停在门前愣了愣：“我昨天可是说过。”我点点头：“没错，我昨天也是那么想的，没有白送的道理，你得来换。但昨晚我又想了想，咱俩算是帮了彼此的大忙，你帮我还更多，你本可以跑路的。”曾建秋走到桌边坐下，捏起个包子，默不作声的大嚼：“再说，你们太医道和幽九渊都想要广产子对吧？你不让我问幽九渊，我就当那是个特别厉害的地方。我猜你们幽九渊说不定有解决的法子，说不定能救你的特殊能力。我把广产子告诉你，你带回去，万一找到办法了，我也不是全没好处。其他找广产子的剑侠见你拿了，就不会再来找我麻烦。双赢的事，你要过意不去，往后找机会报答我就行。”曾建秋皱起眉，刚要开口，我已经接着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东西。后来我被赵奎的金蝉子控制，一起落到火里，差点烧死。被他救了之后，我就大成了。不过我能量储备耗光了，这回赵奎的特殊能量给我补了不少，估计现在快真的大成了。”我抬起手，一条发丝般的白须探出来落在桌上。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掌握的还是金蝉子的作用，会有这种须子。曾建秋刚要开口说没答应，薛宝平把刚包好的鸡蛋放在他碗里：“曾大侠，你吃这个补补身体。”薛宝平又夹了个素包子给他，这个是今早陈鑫亲手做的，说你从前带他吃过，一定要你尝尝。我趁机已经把技能口诀说了大半，曾建秋皱着眉急了好一阵，只得叹口气，静坐着听了。等我把技能口诀说完，又一字一字背完广产子，拿起筷子问我：“算了一桩心事，往后不会再有别的剑侠来找我了吧？”是。曾建秋又叹了口气，拿起筷子看向薛宝平：“这包子不坏吗？他的手艺是你教的，你手艺是跟你爹娘学的吧？”薛宝平微微垂下眼：“我6岁的时候爹娘就没了，自己把自己养大的，不是我教他的手艺，是他教我的。我小时候邻里就都不在了，王家的猎户把爹娘留给我的东西都拿光了，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没了。户把爹娘留给我的东西都拿光了，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没了。”薛宝平低声说：“爹娘去世之后，我就不会说话了，我以为我哑了，这些年没少被人笑话，是他把我教好的。”曾建秋皱起眉，把筷子往桌上一丢，瞪着我。我吃惊的睁大眼：“老哥，怎么了？”曾建秋拿手指着我，半天没说出话，索性起身走到院中站定：“小姑娘，你出来，我教你我们太医道的飞剑术和核心技能。我今天教你这些，不讲什么师徒传承，但你要记着，往后做事得问心无愧。要是走上歧途，天底下还有一众正义能力者会揍你。”我向薛宝平眨了眨眼，他转头就走到院子门口站着。曾建秋抬手亮出小剑，他扫了眼薛宝平，又看向我：“飞剑术不是一开始就能飞，能力达到基础层级要先制作配套剑具，制作配套剑具需要按要求筹备对应材料，加工完成后温养一段时间，等能力进阶后再制作剑线。”我点点头问：“那老哥你怎么配刀？”曾建秋没理我，薛宝平跟着问：“曾大侠你怎么配刀啊？”自然是方便，我刚掌握飞剑术没多久，好多时候用刀更顺手，寻常能力使用者都精通刀剑拳脚，刀可比剑好上手。再说也不是每次都要伤人，刀架脖子总比小剑杵脖子合适吧？我愣了愣追问：“没多久是多久？”薛宝平也紧跟着问：“曾大侠你掌握飞剑多久了？”曾建秋叹口气：“我19岁才接触，太晚了还成了家。
光补拳就用了14年，33岁才掌握，今年52，19年才达到初期阶段，离大成远着呢。掌握能力要趁早，差5、6年，往后就是几10年的差距。废话说完，仔细听着，他把运用要领都讲了一遍，转身进屋把桌上吃食一扫而空，拍拍肚子说了声饱了，转头就扎进柴房倒头睡了。薛宝平看着他进屋，缩了缩脖子，他是不是生气了？我笑着说，你拿门栓敲晕他都没生气，哪能这会生气？就是不高兴咱们逼他教我而已。大侠被小人欺负了，睡一觉就好，我不帮你收拾了，去琢磨琢磨。你快去。大侠被小人欺负了，睡一觉就好，我不帮你收拾了，去琢磨琢磨。你快去。想明白了也教教我。接下来5天是我来这世上最快活的日子。曾建秋养好了身子，去陈家劝陈兴迁走金水镇的人，有空就教薛宝平剑法，其余时间就往碧山跑。第5天他回来，胳膊上架了只红会白尾的黑鸟，长得不像乌鸦，我打趣他，老哥现在打算提笼架鸟了。他往院子里看了眼，薛宝平正攥着木剑练招，我该走了，你也差不多要动身了吧？我也看像院子，你养好了我就走，打算去然山找散掉的弟子，他们应该不会离熟悉的地方太远。曾建秋笑，你家那小姑娘舍不得你，然山离这1000多里，下次再见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皱皱眉，还好吧？寻常人觉得1000多里是天堑，对我来说也就是多花点时间的事。曾建秋嘿了一声，踏进江湖你就知道身不由己了。之后打算去哪？我沉默一会儿，没想好，到处看看吧。金水太小，世界太大，我要的不是安稳日子，是前世没有的无拘无束的快意人生。留在这牵绊只会越来越多。曾建秋点点头，你从前肯定过得不如意，这样也好，你这性子留在一处反而不自在。他翻手掏出柄寒光闪闪的小剑递过来，这个你拿着，你现在没法自如操控飞剑，先用我的。之前不教你是信不过，现在你都学了，总不能让你空着手出门，万一被害了嫉妒我太一剑侠的名头。我现在能量用一点少一点，这剑就送你了。你虽没入太一道，但也算然山宗主，又学了飞剑术，1000年前本事一家，我就当你是剑侠了。我稍一犹豫就接了，好，我收着。曾建秋摸了摸胳膊上的鸟，我成了这小姑娘的情，不想见你走了她哭，我给你们培育只传信的鸟。第3天傍晚，我正在屋里练剑，忽然听见薛宝平在外头喊我，李无香，你快出来看。我走到院子里，就看见曾建秋培育的那只红嘴鸭蹲在薛宝平肩头，眼睛灵动得很。薛宝平喊他红哥儿，他就乖乖啄羽毛给他，给多了还会扑着翅膀呢。薛宝平把3枚黑羽毛递给我，曾建他就乖乖啄羽毛给他，给多了还会扑着翅膀呢。薛宝平把3枚黑羽毛递给我，曾建秋解释，这是传信专用技巧，你以后找差不多的鸟，把羽毛插它翅膀上，放飞了它就会飞回红根镇，你们就不会断了音讯。薛宝平摸着红根的脑袋，你有空就回来取，我会好好养着的。我看着薛宝平脸上虽有不舍，却也放松自然，想来是曾建秋已经劝开了他，可我心里却有点惊喜。曾建秋又是送方法又是送剑，还帮薛宝平培育鸟，就像在嘱托后事一样。我在心里叹了口气，他之前那么潇洒豪迈的人，忽然落了这境地，想来是一时难以接受，希望他之后能慢慢平复心境。到了晚上，我跟薛宝平收拾东西，他给我塞了满满一背囊的行李，我又叮嘱他，我走之后别跟人太亲近，只跟陈家来往，别太好说话，你年轻，容易招人惦记，要让人敬畏你，万一有人问，就说你是然山的。薛宝平点点头，曾大侠也这么跟我说。屋里的油灯灭了，我们就着月光坐着，我看着他的侧脸，下一秒，我猛然转头看向床头的黑暗处，我死死盯着床头土墙的位置，慢慢开口，咱们明天再收拾收拾吧，你该睡了。薛宝平在黑暗里沉默了会儿，那我回去了。等主屋的门关上，我立马起身走到床头，月光够亮，我看得清楚，这床的位置原先就是土灶。这些天陈兴召集镇民说了好几次，要更换使用太医标识，曾建秋画了太医标识图样，已经送去清江城制作了，过些日子就能拿回来。薛宝平家的标识当晚就接了，跟别家的一起送到原先的集中存放点统一处理了。现在我仔细看才发现，黄土墙上还留着浅墨痕，是标识贴久了被油烟浸出来的，青烟瞬间直冲天顶。屋里起了风，传来细碎的怪笑，嘿嘿，乖徒孙，你以为我没了吗？我听完没动，我劝你闭嘴，等以后金水的人搬去李家湾，再过20-30年没人记得你，你就彻底消散了。我笑了笑，你现在是不是想求我帮忙，还想诈我？你从来没赢过我，这叫又菜又爱玩。那声音急了，刚要出言不逊，我抬手催动火气，停，我错了，这才像话。我甩灭火苗，有话快说。青烟又往上冲了冲，赵奎的声音传来，曾建秋没告诉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吧？你想不想变回正常人？你这样子会被人捉去当法宝炼化的。我坐到床边，说得好，你的标识是怎么制作的？你得先救我，这也是为了你。你也配？你爱说不说，反正我明天就去然山。我点点头，你的标识怎么制作的？屋内风猛地一吹，你硬气什么？你以为抱上曾建秋的大腿就没事了？那是找死。他的剑宗为什么人少？只要他们一剑山门，其他人立马就来捣毁。幽九渊也才建了50年而已，你学了就成了别人的眼中钉。我其实早就猜到剑侠处境不好，不然然山也不会让出太医正统的名字隐士。广禅子我知道，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知道？你都有能力了还怕什么？听你说的还挺吓人，你知道怕就好。不过你都搞不清楚原因，我还是去问曾建秋吧。还有3位剑仙呢，总比你这个半吊子强。我抬手弹飞墙上的柴枝，星火散了，赵奎的声音也飘得老远。好小子，我是不会消散的。曾建秋说的对，赵奎短时间散不了，他说的话9真1假。他处境不好是真的，不然也不会放下身段。剑侠处境不好，广禅子要紧也是真的。不过我既然决定休息，就不会改。之前我面对的压力比这大多了，根本下不退我。我走到柴房想问问，刚要推门就停了，里面没声音。我推开一条缝，是空的，被褥都叠好了，也没留字条，难怪赵奎敢现身，合着曾建秋走了。我坐了会儿，叹口气回了自己屋。第2天一早，我跟薛宝平吃完早饭，放下碗说，曾建秋昨晚走了，我今天也动身，事情办得顺利的话，我
尽量回来过年。你们搬去李家湾，叫陈星给你挑间大点的屋子，万一曾建秋也回来呢？咱俩都算他半个徒弟。薛宝平问：你那时候是不是就能吃东西了？你爱吃什么？我提前给你备着。我笑了，我最爱吃海鲜。到了，我最爱吃海鲜。你吃过没？薛宝平摇摇头。那我给你带点回来。入冬了，你给我冻几个梨和苹果，再冻几块豆腐。我背了包裹推门，外面起了大雾，大柳树下站着几个人，还有匹黑马。陈星牵着缰绳拱手。昨晚师傅跟我道别，我猜你也要走，就备了马。还有这个，他递过来一柄长刀。师傅说你可能用得着。我点点头，接过刀系在腰间，翻身上马朝薛宝平摆手，走了。薛宝平捂嘴摆手。我调转马头，黑马慢慢走了起来。路过桥头的时候，我转头看了一眼，浓雾里站着个憔悴的年轻女人。看我瞧她，立马缩回去了，好像是陈秀。这世界变方向的法子跟我来处类似，却又不同，也分东南西北，可足足有6个。头3、4天还有大路，经过2个小镇，我从货郎手里高价买了几根针，一柄小锯子和小锤子。再走3、4天，大路全荒了，小路也隐在草丛里，放眼全是荒郊野地。我总算明白为啥金水小镇没城墙也不怕匪患，这地方实在太荒了，山谷、平地、河畔全是延绵的荒地，烧完草就是沃土，开荒比打家劫舍划算，但仔细想也不现实。没路就缺盐铁，荒地里还有野兽，保不齐还有特殊异兽。曾建秋说过，这世上真有特殊异兽。看似没人的山野有另一套规矩。第10天的时候，我总算从野地里钻了出来。我又往前走了一段，找到条藏在荒草里的小路，翻身上马，沿路继续走。走到天将黑的时候，7、8天来头一次见着人工建筑。那原本是个比金水还小的村镇，现在只剩残垣断壁，小树从房舍里长出来，连片遮头的瓦都没有，只能挡风。我跳下马，找了个临路只剩3面墙的屋子，检查过没鼠洞蛇穴，墙也结实，才牵着马进去。这时候天阴的厉害，风里全是水汽，眼看着要下大雨。我从马背上的包裹里掏出半块空心残砖，用匕首在墙上凿了个洞，把砖嵌进去，再把削薄的木板卡在残砖断口处，一人一马，木板卡在残砖断口处，一人一马直接钻进了砖里。这半截砖是薛宝平偷偷塞我包裹里的。我先哄着黑马侧卧休息，自己走到残砖断口处，我能从缝隙里看见外面的夜色。之前我在路上绑过个躺椅带进来，等出去再回来，那躺椅就变得奇形怪状，藤蔓树枝全融在了一起。试过几次我才知道，这残砖里的世界跟外面不是简单的大小关系，人不在的时候里面的东西会扭曲，只有在这儿造的才能长久留存。大半个时辰后，我打好了椅子，我收好工具，把椅子搬到门口坐下，松了口气。就在这时，我听见了雨声之外的动静，有个踩泥地的声音越来越近，有人披着湿衣裳，戴着重斗笠，也冲进了这间残屋。我起身凑到缝隙边往外看，只能瞧见个湿淋淋的身影，牵了匹白嘴毛驴。那人从驴背上卸下油毡布，抖开搭了个简易雨棚，又把毛驴牵进来拴在角落，摸出瓦罐吹燃了火折子，引着了里面的炭火。他松了口气，抱着瓦罐烤了会儿暖，就抽出腰间的剑，就着火光仔细擦拭剑刃，看见锈迹还心疼的直咂嘴。剑还没擦完，他忽然半蹲起身，持剑的手肘往后绷，看向雨幕深处，雨里传来个狼狈的声音：朋友，能不能进来避个雨？我雨屁坏了，就借一脚地方躲躲。剑客皱眉看了会儿，犹豫了几秒，还是应了：行，进来吧，路滑慢点，多谢好心人。雨幕里的人走近，约莫40来岁，穿了件湿透的宽袖长袍，手里也握了柄连翘的剑。他先把剑插在雨棚边的避水处，才横着挪到雨棚另一边蹲下。剑客把剑重新横在膝头，接着擦拭。穿宽袖长袍的男人抹了把脸上的水，解开发髻拧了拧水，看向剑客：你这装备真齐全，我昨天过河东西全掉水里了，就剩个人。朋友怎么称呼？剑客笑了笑，叫我老郭就行。看你这身打扮就是剑侠啊，不敢当，就是个剑客。朋友你呢？叫我老邓就行，我云游四方惯了，没什么名号。两人笑了笑就没说话了。过了会儿，老邓搓着胳膊念叨，都笑了笑就没说话了。过了会儿，老邓搓着胳膊念叨，都要入夏了，怎么还这么冷？他边说边从墙上抠了点干稻草，抖落干净灰丢进瓦罐里，腾起一小团火苗。老郭把剑入鞘靠墙放好，把火罐往老邓那边挪了挪，又从驴背上掏了张干饼，自己咬了几口，撕了小块递过去。老哥填填肚子，老邓赶紧双手接了，低头道谢。就在这瞬间，我看见老郭手指一弹，一个小纸人贴在了老邓湿淋淋的后肩上，两人拉开距离坐着。老郭慢慢嚼着饼，老邓拿着饼吸了吸鼻子，忽然皱起眉：我怎么闻着附近有股怪味？老郭也吸了吸鼻子：什么味？你再闻闻，是不是豺狼虎豹的？他话没说完，身子猛地一颤，饼直接掉在地上，脸瞬间变得木僵，四肢微微扭曲，姿势跟老郭一模一样。老郭刚把手里的大半张饼一丢要扑倒，老邓也跟着扭曲着倒在地上，后肩的纸人完全露了出来，那纸人像活了似的，正跟着老郭的动作动，完全控制住了老邓。老郭哼了一声喝道：停着！小纸人立马不动，老邓也僵在地上，只剩眼珠子和嘴能动。老郭抽出长剑，跨过去就要制住老邓，老邓忙喊：慢着，咱们无怨无仇。老郭冷哼：你没心思会往我棚子里挤，去那边跟。他的剑尖离老邓只剩1寸，却突然刺不下去了，先是剑掉在地上，人也扑通摔在地上。老邓含混不清的呸了一声：叫你闻，你闻闻罐子里香不香？老郭也呸了口泥，口齿不清的骂：我这精神一文不收，你就陪我躺着，等我效力过去，收拾你这恩将仇报的家伙。两人对着骂，我看着觉得好笑。曾建秋说的真没错，走着世道处处得提防，俩陌生人见了面，转手就下暗算。老邓的特制制剂是刚才丢稻草的时候投的，老郭的精神印文是递饼的时候贴的，俩人都摸不清对方的底，反倒一起着了道，也不知道是老郭的效力先消，还是先引来荒地里
里的野兽。我坐回椅子上，打算等俩人都晕了再出去全抓了问问附近的情况。刚坐稳，刚坐稳，就听见老邓骂了一句：“我告诉你，我是应了许先生的邀约往燃山找宝贝的，你耽误我的事，倒大霉的是你。许先生你知道吗？他说谁找到他，就让谁做燃山宗主。”老郭一愣，脱口就问：“你也是？”老邓也傻了，什么意思？你也是？我慢慢靠在椅背上，许先生什么来头？口气这么大，雨下了一整夜，残屋墙头本就松垮，老郭大雨棚钉的铁钉渗了水，更不结实了。天刚亮，雨势渐小，哗啦一声响，油毡布被积水压垮，直接盖在底下两人身上。毛驴受惊灰溜溜叫着，甩着蹄子跑没影了。这时候我才从残砖后面出来，我叫黑马压低脖子，捂着眼退了几步，策马往前冲，马鼻子撞上幕墙的瞬间，幕墙松动，一人一马直接顶开木板跃了出去。黑马也只是踏了2步，打了个鼻响，我揉了揉他的鼻子，他就全消气了。我跳下马揭开油毡布，手上沾了满手泥，那俩人躺在泥水里一动不动。他俩昨晚表明身份后就停了骂指较劲，挨到后半夜就冷晕过去了。我探了探他俩的手腕，俩人都已经掌握了基础特殊能力，能力明显很差劲。我把他俩扶起来靠墙坐好，拨了拨瓦罐里没湿透的鱼炭，热气很快冒了上来。我把炭罐放他俩中间，拴好马坐在矮墙上等着。雨停了，太阳出来，老郭先皱了皱眉，掀了下眼皮，老邓也猛地喘了口气，又都没动静了。我立马跳下矮墙问：“二位，你们醒了没有？”两人慢慢睁开眼，一脸茫然，眼神都往自己的剑上瞟。我松了口气，醒了就太好了。我路过看见你们躺在泥地里，还以为出事了呢。这荒郊野地的，你们也是去燃山的吗？两人对视一眼，老郭问：“啊，你是？”我笑了笑，本来想说家在披霞山，又改口：“小地方，长辈叫我出来闯荡。听说许仙人叫人上燃山找宝贝，我也想来见识见识。”老郭、老邓对视一眼，心里不约而同冒出个词：新手。老邓动了动胳膊，赶紧摸了摸后肩忽掉的纸浆，捡回自己的剑。我们有。老邓动了动胳膊，赶紧摸了摸后肩忽掉的纸浆，捡回自己的剑。我们也是啊，你可真是救了我们一命。他俩都拿了剑站到一边，我点点头，你们醒了就好，我继续赶路了，咱们燃山见。说完，我跳上马，慢慢往前走，走了10几步远，身后老郭先开口跟老邓说：“之前是误会，咱们都是为许仙人办事的，但我的驴跑了，你得陪我。”老邓朝我的方向挠挠嘴：“现成的，马和马上的归你，人身上的归我。马是你陪我的，人身上的对半分，快点跟上，人都要走远了。”俩人卷好油毡布追上来，高声喊：“少侠，等等我们，结个伴一起走啊！”我回头看了看，迟疑了一下，又高兴起来。好吧，我一个人也闷得慌。他俩跟在马旁边紧着走，老郭搭着凉棚往远处看，照这个速度，今天就能到燃山。我问：“啊，是吗？”呵呵，少侠离家没多久吧？也不是，我都闯荡好几年了。对了，燃山是什么地方？咱们找什么宝贝？老郭愣了愣：“你不知道燃山？燃山是咱们这的36宗啊！”我勒住马：“那咱们去人家找宝贝，不太好吧？”老郭嘿嘿笑：“燃山宗主10几年前就死了，弟子早跑光了，就剩个守山门的。前些日子守山的也走了，现在成无主的地方了。附近小门派都去搜刮过，这次许仙人号召大伙一起去，人多好办事，出事有高个的顶着。”我点点头，守山人应该是赵琦，原来他守的时候就有小派偷偷上去搜刮了，这些事他从来没提过。我倒知道燃山衰败，没料到败成这样，也难怪赵奎没法突破。我又问：“那许仙人是谁啊？”我只听过名头，没见过。老郭说：“我们也没见过，就知道他最近出手狠辣，冒犯他的散修都出了意外，估计是避世隐修的人出来找稀缺物资的。”我皱了皱眉，奇怪，隐修家族的稀缺物资怎么会缺？老郭愣了愣：“是吗？那许仙人说是燃山还有件难找的宝贝，我们也不指望那个。”我叹了口气：“那我就去见识见识吧。”这时候老邓伸脚绊了老郭一下，俩人落到了马后面。老邓低声骂：“你哪来那么多废话？”这时候老邓伸脚绊了老郭一下，俩人落到了马后面。老邓低声骂：“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再不动手，前面该遇着人了。”老郭皱着眉：“还是别动手了。”我越跟他说话越觉得心里发毛。你看他还知道隐修家族的事，保不准是哪个隐士家族出来的。真要是新手能活到现在。老邓嗤笑一声：“你胆子也太小了。我昨晚真是阴沟里翻船，一会儿你别眼红，别碍事。”老邓说完摸了摸发髻，快步赶上去。他走到黑马旁摸了把马鬃，对着笑问：“少侠，你这马真不错，脚力怎么样？”我在马鬃里闻到极淡的臭味，混着马的味道，寻常人根本闻不出来，这味道对我一点用都没有。我想起之前赵琦用特殊手段探查我的那晚，搞不好就是特殊道具。我笑了笑，蛮不错的。老邓跟在旁边走了会儿，皱着眉吸鼻子：“是不是有什么味儿？少侠你闻着没？”说完他窜到马前2、3步，抖了抖宽袖外袍的袖子：“是我身上的味儿吗？”这回味道从他袖子传来，有点腥有点冷。我说：“应该不是，昨晚你们不是在水里泡了一晚上吗？”老邓回头看我一眼，犹疑道：“也有道理。”他又走回马旁，说起来今早你救了我俩，我还没谢呢。多个朋友多条路，我前些年得了个好东西。他掏出一截看着平平无奇的光滑木块，你闻闻有异香，有人说是阴沉木，有人说是龙涎香，你帮我瞧瞧。他递过来，我松开缰绳接了，先远远扇着闻了闻，这应该是老邓最拿得出手的东西，看来普通的对我根本没用。我把木块抛了抛，笑道：“我看着像个害人的玩意儿。”老邓一愣，我勒住马，侧脸看后方的老郭，看得出你这朋友很努力了，你不出手吗？风静了一瞬，下一秒老邓猛转身拔腿就跑，我抬手抹了下头发，手指一弹，他惨叫一声摔在地上，滚了一圈想爬又疼得倒下，拔出剑来，那不是铁剑钢剑，是柄黄褐色木剑，他竖剑在身前，一边惊恐地看着我，我把胳膊搁在马鞍上，耐心等了3、4口气。
气的功夫，好像刮了阵凉飕飕的风，我身上一凉，可那风一碰我就散了。等了半天，就看见老邓躺在地上，瞪着眼睛哆嗦着看我。我皱皱眉，这就没了？什么玩意？还有别的吗？老邓愣了好半天，咳着吐气，没了。我点点头，我算啊，总共3次对吧？老邓眼神乱飘，看看老郭又看看我，是，我有眼无珠。我侧脸看老郭，我没算错吧？3次。老郭握着剑站在马后3步远，咳了一声，对，是3次。少侠好本领，可惜了，事不过3。我忽一抬手，马背上的长刀苍啷一响，又瞬间归鞘，亮光闪过，老邓当场倒地。老郭张大嘴，看看倒地的老邓，又看看我，他忍不住退了半步，又赶紧站定不敢动。你怎么把人？我皱了皱眉，不该惩治吗？你们江湖规矩我不大懂，遇到这种事一般怎么处理？老郭瞪着眼盯了我好半天，确定我不是开玩笑，才慢慢吐气。少侠你别气，刚才真是冒犯，我没想动手的。我们这些行走江湖的眼界窄，总想着贪小便宜，摸清对方根底就想占点好处。我嗯了一声，你说的占便宜是指把人弄死吧？老郭苦笑，确实有这情况，可没办法啊，这世道就这样，要是本事高，彼此都占不到便宜，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没必要。我跳下马，走到老邓的遗骸旁边，你们这规矩真怪，见面就想要命，昨晚拿彼此没办法，今天就能一笑泯恩仇。行吧，我明白了，见得多了就不当回事了。昨晚老郭吓了一跳，过了好半天才抢笑，那少侠，我就先别啊，咱们还要往然山去呢，路上你多给我讲讲江湖规矩。我捡起那柄木剑看了看，抬手丢给老郭，他刚才用这玩意干嘛的你知道不？也给我讲讲。老郭接了木剑，苦着脸，行，好吧。在上路时我让马走慢了点，免得老郭说话喘。我一边清点从老邓身上搜出来的各式东西，一边听他说那木剑的来头。老郭说这木剑里封存了怪物，启动之后能催动能量体攻击他人。老郭抹了把脸，他竟然有这东西，昨晚真是我运气好出手快。你看真不怪我之前手快，你看真不怪我之前提防，你不想害人，可一个不留神就被人害了呀。我笑了笑没说话，我问你们俩在江湖上算什么水平？老郭心里叹气，赶紧捡好听的说，我们算什么呀？就是运气好弄到本靠谱的技能书，自己摸索着能力入门了，能多活几年凭本事吃饭而已。要是出生资质好，又在有传承的家族里，技能传承能顺当完全掌握，那就能去大成特殊事务管理部门里给人解决特殊异常问题了。要是命再好点拜入宗门，哪怕学不出什么东西，技能传承也是正规的，找个村镇做专属事务顾问，一辈子不愁。等他说完，我问你说的宗门是36宗之类的？老郭苦笑，哪敢往那想啊，36宗里像然山衰败成那样的都罕见，哪怕那样没走光之前，附近宗派也不敢找麻烦。我说的都是散修宗门，36宗在我们眼里都是天上的存在，那些避世的大家族就更不用说了，都是天上的，谁敢想里面有什么不出世的人物啊？就跟少侠你一样。我忽然有点想笑，我本来以为自己刚出新手村，要是老郭说的话有5成不夸张的话，那我现在真的很强。我估摸老郭肯定是自谦了，按我的经验，凑去然山寻宝的人，就算不是顶尖高手，也得是个行业小有名气的主。在普通人眼里，老郭老邓都算实打实的高人，没成想这世间掌握特殊技能比我想的难太多。我从赵琦那拿的怀路暴侠篇，当初还觉得是不怎么好的特殊技能传承，适合普通人学，就给了薛宝平，结果他学的特别吃力。现在才反应过来，不是他天资差，是这技能传承在普通人眼里已经是顶难摸到的好东西，门槛极高。我之前还觉得这一世开局不错，现在看简直堪称完美。我舒心的松了口气，冲老郭笑，你也用不着这么紧张，我不想伤人的时候一般不会伤人。老郭抹了把脸上的汗，是，少侠哪会跟我们这些人计较呢？走了2个时辰，我和老郭终于看见山了，平地上突兀立着一片山脉，太阳快西斜的时候彻底露了真容，大片石壁被阳光映成金色，上面盖着茂密植被和云雾。然山派就藏在这群峰里，再往上走路夹在2片山壁中间，两侧松柏耸立像巨大宫墙，遮了斜阳，瞬间幽暗下来，透着股威严。走到山路顶端的台地，就看见了刻着然山洞天的石山门，经历千年侵蚀，自己已经很浅了。10几匹马拴在台地2侧的驻马桩上，顺着山门后的石阶往上走，终于见着活人了。过了山门，只有一堵青灰照壁，上面刻的山景图已经被风雨侵蚀的模糊。30多个人围在照壁前，我走过去就听见一个男人问，许仙人是怎么跟你说的？被问的是个27、8岁的黑皮汉子，满脸局促。我可没见着许仙人，我本来还在琢磨要不要来寻宝，夜里忽然有人把这少年丢进我院子，叫我把人带来然山交给上山的人，说他知道宝贝在哪。说完就报了许仙人的名号。我出门连人影都没见着，他的手也不是我绑的，送来的时候就这样。他指了指地上那绑着双手的少年，穿短打扮，发髻散乱，正惊恐地望着众人。问话的是个微胖的壮汉，比曾经的曾建秋还雄壮，手里拄着根2端包铁的棍子。他蹲下来捏住少年的脸，左右看了看，行吧，那你是哪路的？知道这山上有什么宝贝？少年吓得说不出话。壮汉笑了，别怕，我叫冯骥，现在这群人我说了算。来的时候看见路上那4个人了吧？我不发话谁敢动你，就跟他们一个下场。你说实话，我保你平安。少年这才小声开口，我从前是然山弟子，我们山上有个幻境，里面都是宝贝。冯骥愣了愣，周遭原本喧闹的人紧跟着就安静了，带赵芳来的年轻男人也愣了下，下意识往后挤。人是我带来的，但我啥都没问，也没打骂他。话音刚落，他就缩到了人群最后。冯骥咳了一声，看向少年，你真是然山弟子，尊姓大名？从前是，我叫赵芳。冯骥略一犹豫，解开绑他的绳子，
我叫赵芳。冯骥略一犹豫，解开绑他的绳子，得罪。冯骥起身把赵芳也拉了起来。你在燃山待了多久？你们燃山传承的特殊技能是不是叫怀路抱侠篇？赵芳这会儿没那么怕了，声音还怯怯的。我入山没多久，本事都是师兄教的，学艺不精，学了6、7年才刚摸到入门门槛。人群里有人忍不住嘀咕：6、7年才刚入门，这不跟咱们差不多吗？瞎说什么？燃山能跟咱们的比吗？别吵！冯骥喝了一声，我们都是被许先生召集来的。听说燃山有宝贝，本来也不想得罪36宗，是看燃山散了才来的。你要真是燃山弟子，我们不为难你。等找到宝贝。赵芳突然瞪大眼睛打断：我给你们说怀路抱侠篇的内容，也能分一份？周围人立刻纷纷应声：是，当然有你的份。冯骥抬手压下喧闹：小兄弟，我再问一句，你下山之后都在做什么？赵芳挠挠头：我就在德阳城打短工。我站在人群外围，把这些对话听得清清楚楚。按赵芳的说法，赵揆离开3、4年后，燃山弟子就陆续下山了。赵揆做宗主是偏心，喜欢的弟子就传独门本事，不喜欢的直接当苦力，双方存在矛盾。他走后，胆子大的3、4年就跑了，胆子小的10来年也走了。赵芳没见过赵揆，是被一个师姐捡回山的。3年前师姐带他下山，后来师姐跟人远走，留他在德阳，还叮嘱他别暴露燃山弟子的身份。赵芳资质平平，学怀路抱侠篇极为费劲，早就不想花心思钻研了。最近想把这套技能的相关内容卖了换钱，刚打听买主就被许先生抓了过来。我醒过来就在他家院子里了。这套技能的内容可不能白给，你们要么给我钱，要么分我宝贝。赵芳越说胆子越大。老郭在我背后叹了口气：你说他运气不好吧，被燃山的人捡了；你说他运气好吧，资质差别的宗门不收，怎么当初没人捡我呢？冯骥听罢松了口气：这么说你算是外门弟子？行，我们办事厚道，不管找不找得到宝贝，你这套技能的相关内容我们肯定出钱买。至于不管找不找得到宝贝，你这套技能的相关内容我们肯定出钱买。至于许先生，说不定就在咱们这群人里。这话一出，众人忍不住面面相觑。冯骥拱手冲周围喊：不管许先生您在不在，我们都没胆子跟您抢东西，找到您要的我们绝不碰，只求分点就行。人群一阵附和。冯骥转头看向赵芳：现在说吧，燃山的幻境在哪？怎么进去？赵芳一脸茫然睁着眼：我不知道啊，我只听师兄师姐说，宗主在世时只带赵琦师兄他们进去过，我师姐都没进过。冯骥愣了愣，忽的眉头一皱：你把兄弟们当傻子耍呢？没进去你怎么知道里面全是宝贝？这一喝把赵芳吓得一哆嗦：我没进去过，是听习师姐说的，宗主还在的时候曾带柳师兄进过幻境。柳师兄出来说，本来以为燃山是不入流的小宗门，进去才知道不愧是玄门正宗，有底蕴。人群微微躁动。冯骥火气消了点：那你再想想，你师兄说没说入口在哪？你师父带他去了什么地方？师兄没说具体位置，只说在宗门里。师父动用特殊手段之后，一恍惚就进了幻境。冯骥盯了他一会儿，转身对众人道：大家都听见了，入口应该就在宗门里，说不定是机关密室暗道。下午咱们找过一遍，这回再仔细搜，1寸地都别放过。我再提醒一句，不许闹事，听见没有？有人应声，有人没理。冯骥一声好了，人群立刻散开。我跟着人群走到赵壁后面，看见了燃山派的全貌。说实话有点失望。赵壁后是个跟陈家大院差不多大的小广场，两侧2排黑瓦石砌矮屋，正中间是2层的太医殿，后面还有个院子，规模也不大。这36正宗之一的燃山派，甚至还不如我老家气派。江湖人3、3两冲进院里屋里翻找，下午显然已经搜过一遍，这回专找树下、石缝，每处都用力踏地面，看底下是不是中空的。老郭看得着急，我瞥他一眼，想去就去，我又没说你非得跟着我。老郭犹豫了下，还是说行，我先去看看，要是找着拿不准的东西再来跟你商。老郭犹豫了下，还是说行，我先去看看，要是找着拿不准的东西再来跟你商量。毕竟少侠你眼界高。他话没说完就冲进了左手边的屋子。我站在赵壁边等了会儿，等人群往深处走，附近清静了，才走到右手边的厢房门口。我一间间慢慢看，第1排是弟子休息调整的地方，黑土地面，地上放着旧蒲团。第2排是弟子住所，全是通铺大炕，被褥都没了，只剩竹席。我边看边摸墙壁，不是找机关，我清楚燃山幻境不可能是机关暗道，而是觉得见燃山的石材非同一般。看了会儿，我发现燃山的建筑又破又坚挺，不少屋顶黑瓦缺了，用茅草木瓦补，外墙石砖碎了也没人修，看起来一推就倒。我看见外墙边角有块砖大半露在外面，看着一拽就能抽出来，试着抽了抽却纹丝不动。最后我抽刀挖空底下的土，一点一点才把砖撬出来。石砖重量没异常，我拿它往墙角磕了磕，石砖直接断了一半，露出青灰色石心，没什么不对劲。可被他磕到的那块墙砖连个白印都没留下。我又把那块墙砖撬下来，去磕另外一块，这块也断了，墙上的还是没痕迹。我慢慢出了口气，这些石砖嵌在建筑上时格外坚固，拆下来就成了普通石头，应该是建房的时候做了特殊处理。更怪的是这些屋子的破损痕迹，有的墙角砖松动，有的墙身凹进去几块砖，有的凸出来像被巨力撞击过，可屋内的墙壁却平滑规整，可见冲击力是从墙壁内部出来的，不是外面撞的。天慢慢黑了，远处的人燃起了火把。我走到店门口，看见里面有4个人，冯骥和他2个帮手，还有赵芳。店外还有个守门的，是冯骥的手下，神情严肃，把太医殿当成自己地盘了。我站在台阶上，隐约能听见里面的说话声。冯骥皱着眉，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我这宝玉发了亮，燃山肯定有蹊跷，可就是看不出在哪。老3、老4，你们出去盯着搜的人，发现不对劲立刻回来报。那2人应了声势，快步出了店门往后院去了。我踏上台阶往店门走，守门的立刻拦上来，跑。
那两人应了声是，快步出了店门往后院去了。我踏上台阶往店门走，守门的立刻拦上来，朋友，这里找过了，去别处吧。我往店内看了看，我头刺上芫山，想看看店里什么样，瞧一眼就走。守门的哼了一声，我说已经找过了。我笑了笑，我真就只是看看，要不我不进门，就在门口看看总行吧。守门的往前一步，你想惹事是不是？冯记在里面转过脸，老二怎么了？守门人盯着我，这小子说想进门看看。冯记退了一步，侧脸打量我，见我面生，扬了扬下巴，朋友，你看着面生，平常不在德阳附近吧？我点点头，路过的，凑个热闹。冯记冷冷一笑，有些热闹不是随便凑的，你年纪轻轻刚有点实力吧，到别的地方去，然山不是你该来的。我又往偏店看了一眼，拱手道，您说的对，转身下了台阶走回院子。冯记和老二对视一眼，冯记开口，去盯着他，问问什么来路。我走到西侧厢房门口，在台阶上坐下，天已经全黑了，周围乌沉沉的，只有正殿和后院还有点亮光。我刚理了理下摆，老二就气势汹汹从黑暗里走过来，停在3步远的地方。他刚要开口，我先看他一眼，你叫什么？老二愣了下，什么？冯记叫你老二，我就叫你冯二吧。我抬下巴朝殿后指了指，都搜过了，没找着密室暗示对吧？冯二瞪起眼睛，你问我，你谁啊？我笑了笑，刚才你们老大说大家一起寻宝，现在他待在店里，叫你们兄弟到处盯着，这不是让别人替他办事吗？既然你们都省了事，何妨也让我省点事？冯二瞪了我会儿，怒极反笑，大步上前，哪来的小东西不知道天高地厚，省事你也配？我叫你，要我说我就是许仙人呢。许仙人配不配问你这个？冯二刚踏出一步，立刻停住，飞快眨眼，你是许仙人，所以是不是？冯二转头往正殿看了一眼，冯记正跟赵芳说话，他只能转回来，是，搜过好几遍了，没找着暗示。许仙人，您之前怎么不露面呢？我们兄弟，我不是许仙人。我忍不住笑了，我就是问你，如果是许仙人的话，配不配吗？配不配吗？冯二一愣，猛地竖眉，他正要发作，忽然看见我露出一爪，一股劲风扑面而来，冯二吓得浑身一麻，脑袋嗡的一声，差点坐地上。等他再定睛看，我还是那个俊俏少年，只是神情冷了点。你看我这样子像不像仙人？哈哈，回去吧。说完，我纵身一跃上了屋顶，不见了身影。冯二猛喘几口气，抬头看了看屋顶，没见人，立刻跑回正殿。我趴在屋顶黑瓦上，看见冯二进去跟冯记说了几句话。冯记脸色一变，大步走出店门往这边张望，迟疑了会儿又走了回去。我猜得到他们说什么，无非是说我来路不明，像个怪东西。冯记现在不想多生事端，一来要寻宝，二来这年头招惹来路不明的人太麻烦，先办正事要紧。我想看的不是冯记的反应，是赵芳的。冯记说许仙人可能混在人群里，我不知道他是真这么想，还是借名头镇住这些江湖人，但我确实有2个怀疑对象。幕后主使混在人群里看热闹，这种事我见多了。一个是带赵芳来的人，之前我看见他跟别人打招呼，显然是认识的，暂时排除。第2个就是赵芳，他之前说师傅动用特殊手段，然山的符是画的不是写的，也用不着这类流程，这点很不对劲。刚才冯记走到门口往我这边看的时候，原本恭顺站在他身后的赵芳也转脸往这边看了一眼，神情肃然，眉头紧皱，跟之前那个胆小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我可以确定他就是许仙人。其实之前听赵芳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就知道燃山幻境是什么，在哪了。我本来打算等这群人散了再悄悄取走我要的东西，可既然许仙人就在这，我不想再拖了，挺可惜的。我还打算多从这些江湖人嘴里听些风土人情呢。我从屋顶悄然滑下，变回人形，借着夜色摸回刚才那群江湖客的聚集地。当今世上没人比我更了然山派，旁人听着寻常的话，在我这儿全是明摆的谜底。要是赵芳是许仙人假扮的，那他肯定见过真赵芳，还套了不少信息，比如那句一恍惚就进了幻境，我出入那块残砖的时候就是这样捏着求字符，一恍惚人就在砖里了。燃山的幻境估计和残砖是一类东西。之前赵琦给薛宝平求字符时，先问他家里有没有矮小密室暗格，我这些天反复试才明白，他是为了保安全。求字符的真正效用就是立即身处安全隐秘的地方，只不过残砖在附近，人才会进砖里。要是百步内没有残砖，就会出现在最隐蔽的空间里。我之前在路上试过一次，刚好百步内有个狗獾洞，我进去直接挤成一团，折腾了好半天才挤出来。换普通人早就受了重伤。等我自己确认，又从冯二他们嘴里核实这附近没洞穴暗窟，才敢再来这面照壁前。燃山所有房舍都没字画，唯独这照壁上嵌了幅木板画，画的正好是燃山宗门景象。我还记得赵琦当天神采飞扬说的那句为师已入画中，那这木板画里应该就是燃山的幻境了。我先把背包里的残砖用布团松松堵上，摸出求字符握在掌心，周围只有山峰虫鸣。我深吸一口气，心里存想，我在个安全隐秘的地方，稍一恍惚，我居然还在原地，但我确实感觉到了异常。那一瞬间，我握着手里的符，好像在和什么东西对抗，还隐约感受到了赵奎降临时的扭曲感。可下一秒那感觉突然空了，我晃了晃才站稳，什么都没发生。我睁大眼睛扫视四周，一切如常。刚才的感觉明明说明附近有隐秘空间，为什么求字符进不去？被什么挡住了？我立刻拔出匕首，探进木板画的缝隙瞧，这玩意儿背面还刷了胶，我翘的小臂都酸了才弄下来。木板靠在照壁上，我削掉背面发黑的胶，发现里面加了张竹纸，还带着淡淡的竹香。拿起来一看，上面潦草写着大业前正63年李教图志，是雕刻木板的人的落款，还是夜朝时候的东西。真怪，燃山遗迹荒废这么多年，这木刻居然保存得这么好。这里以前到底是什么地方？我随手把纸丢了，忽然听见黑暗里传来轰隆几声。我夜视好，看得清楚，是几间屋子塌了，腾起好大的烟。我立马看向正殿方向，只见2层高的正殿一角线慢慢滑落，紧跟着轰隆一声，正殿直接塌了一半。刚才的符是起作用了，眼下的动静就是符弄出来的。房倒的地方瞬间人声鼎沸。我看了一会儿，突然冒出个念头，我在这儿干嘛？本来是想来看看
看这群寻宝的江湖修士，长长阅历，可这群人现在的平和，全是之前路上的威慑换来的，平衡脆弱的很。这地方一乱，搞不好他们就得互相动手。我没必要趟这浑水，倒不如现在就下山。我正转身要走，忽然听见黑暗里传来声音：“那是你搞出来的吗？”赵芳从照壁后走出来，在我3步远处停下，打量我一眼，又看向靠在照壁上的木板画：“你动了机关，怎么找着的？”我停住脚步，果然没猜错，赵芳就是许仙人。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好像忘了什么东西。之前听剑客老郭说，许仙人几个月前在德阳附近现身，1个月连挑5位有名的江湖客，还击败了聚清门挑事的外门弟子。聚清门主发了生死签，结果第2天就收回去了。有人说许仙人来头大，门主惹不起；还有人说门主已经被他击败，门派秘而不宣。不管哪种，我现在都不想和他起冲突。我刚拿到真仙体道篇和飞仙化剑篇，还没琢磨着提升对应的能力，真打起来不知道他有什么本事。何况我还有曾剑秋的飞剑、钥匙等等。我愣了愣，伸手在腰间袖口乱摸，剑呢？曾剑秋送我的那柄飞剑呢？放哪儿去了？许仙人皱着眉，看我在他身上摸索了会儿，忍不住后退半步。这人很不对劲，能来然山寻宝的都听过许仙人的名头，没人敢当着他的面装傻。我这旁若无人的样子，要么是真傻，要么是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再加上冯二说我身形诡异，偶尔看着不像人，他瞬间断定我是钢化性不通礼仪的精怪。于是他冷笑一声：“我明白了，你不是人。”这话一出口，就见我猛地抬眼望他，先是你不是人。这话一出口，就见我猛地抬眼望他，先是一脸吃惊，跟着眼里冒出迷茫，好像自己都忘了是不是人。果然是精怪。许仙人脸色一凛，平时我非处置了你这精怪不可，今天是多不跟你计较。识趣的立即下山，燃山的遗迹不是你能染指的，想好好的就赶紧离开。他背在身后的手已经扣住了特制道具，就等我发难。谁知道我皱着眉想了想，点点头，行吧，我这就走了。怪啊，真怪啊，我来这儿干嘛？许仙人愣了愣，还没分辨出我是不是在阴阳怪气，就见我一转身，沿着下山的石阶急急走了。他盯着我背影，直到黑暗里看不见人，才松了口气，觉得这精怪没传说中难缠，穷乡僻壤的也成不了气候。不对劲，我现在很不对劲。我沿着山路疾走，快到山门时，不光脑袋晕，身体也不对劲。前些日子的记忆半清半糊，像要痴呆了。我猜是这地方有古怪，说不定是以前的特殊防护机制。我快走几步越过山门，刚想回头看门上牌匾，忽然停住脚，紧跟着我飞快退回到山门另一侧，待了没一会儿，转头就往山上飞奔。一出山门我就想起来了，这里是燃山派，我来这儿就是找炼化主旨、提升特殊能力的办法的。刚才的特殊禁制起效了，没把我弄到隐秘地方，反倒把燃山派的存在从我记忆里抹掉了。难不成燃山派被藏去了什么安全隐秘的地方？肯定是燃山幻境。我飞奔到照壁前，许仙人正半蹲着看木板画，听见脚步声立马站起来，见是我眉头一皱，我不是叫你走远些了吗？我瞥了眼那幅画，摸出个被玛萨德发亮的木块，愣头愣脑问：“你真是许仙人是不是？”许仙人冷哼：“你既然知道还敢回来，那你真是仙人。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宝贝，是想问这个的。”我双手托着木块递过去，我就是捡到这个东西才变成人的。我听说仙人会教人怎么掌握特殊技能，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该怎么用它提升能力啊？许仙人表情缓和了些：“你这精怪真是好大的胆子，敢来我面前问这些。行，拿来给我看看。你这精怪真是好大的胆子，敢来我面前问这些。行，拿来给我看看。”我刚踏出一步，他立即喝道：“丢过来！”我停住脚，把木块丢了过去。他接过看了看，就往袖子里一收，笑了：“到底不通人性。好，你走吧。”我急道：“仙人，这个宝贝是香的，4个面的味道都不一样。我之前就是闻到。我知道了。你平日里都待在什么地方啊？等本仙人办好了这里的事情，自然会去找你，跟你说说这宝贝的妙用。”我愣了愣，飞快瞥了眼他扶着的木板画，他也下意识往内看，瞬间反应过来我是为了木板画回来的。他刚抓紧画飞身后撤，我往前猛扑了个空，谁知道我根本没抢画，手在地上飞快一捞，转身就走。他愣了愣，才看见我捞的是张碎纸片，之前他见过，当时只当是工匠落款没在意。这时不远处传来巨响，正殿另一侧塌了，有人远远喊：“太医殿塌了！”我们别的话没听清，唯独太医殿3个字钻进他脑子里。许仙人当场怔住，那李焦土是燃山派祖师玉烈君李焦土。我一下子想起来自己是来燃山找幻境的，妖魔你敢坏我好事！许仙人怒喝，手里的木刻画呜的朝我飞射过来，眼看他就要消失在黑暗中，刀光一闪，木板碎成2截摔在山壁上。许仙人立马往袖中一掏，取出块发黄的象牙木板，1尺长4寸宽，上面绘着5个诡异古拙图形。他见指点在右上方中型图案上发动特殊能力，我这会已经飞奔到燃山山门，差2步就能跨出去。忽然觉得头顶有东西猛地倾压下来，脚下土地都像翻覆倒转，四周山壁瞬间变得极远。我再往前奔一步，迎面居然是一片山壁。我猛地收住脚，四下望去，周围全是建筑废墟，火光里10几个人影在搏杀。面前的山壁像堵巨大的高墙，我提气纵起1丈高，指尖射出白须勾住岩石凸起，又把自己拉高1丈多，挂在岩壁上回头望，这里居然是太医殿的后边，怪不得许仙人口气那么大，本事真够离谱的。我接着往上攀爬，山壁也就10多丈高，我许仙人口气那么大，本事真够离谱的。我接着往上攀爬，山壁也就10多丈高，我身子轻爬的毫不费力，10几息的功夫就快到顶，都能看见夜色里探出来的松柏。刚要跃上去，周围一阵恍惚，我居然重新落回了地上，被困住了。我叹了口气，这世上有特殊能力的人怎么都爱困人，不过他困人在行，我藏人也在行。我扫了眼山壁，上面有不少大大小小的缝隙，最大的能藏个普通人，最小的只能钻肥猫。我打算藏进去慢慢等，许仙人总不可能守一辈子。刚要深吸气，耳边哐当一声响，2个缠斗的江湖客从断墙后摔过来，带起好大一阵烟尘，其中一个长剑脱手，正插在我耳边的石缝里嗡嗡响。占上风的那个从地上跳起来，举刀就要劈地上，刀还没落下，我摸了摸腰间刀柄，那人
直接倒地。我刀光又是一闪，劈向地上那人。那人愣了愣，立马大叫：少侠，少侠！刀势蓦然收住，剑客老郭半跪在地上：少侠是我啊，老郭，饶命！我眯了下眼，正打算收刀，就听见远处冯骥高声大喝：都给我停手！谁在动我盐城水？找一个穿黑衣白头发的少年，找着了赏专属能量金盒1颗，比你们抢来抢去划算。我看向老郭，老郭嘴唇直哆嗦：少侠，我可没见过你。我往地上瞥了一眼，缺了条腿的小香炉裹满灰尘和污渍躺在那。我叹了口气：你俩杀来杀去就为了这个，怪可怜的。我一笑，唰的将刀还鞘。你觉得我很喜欢杀人？念你我相识一场，走吧。老郭张大嘴愣在原地，我已身形一纵，往山壁另一边疾奔而去。数息之后，我折返回来，老郭已经走了。现在山壁上的剑也被拔走了。我找到的2臂宽、1臂长的石缝，先把手臂伸进去，弹出特殊细丝探查，换了好几条，终于找到里面足够宽敞的。先把腰刀和包裹丢进去，而后猛一吸气，自己爬了进去。石洞里面比外面稍大一点，但长且曲折，这不打紧，能藏下我的残砖就行。我退到石缝最里面，抽出匕首，慢慢撬动一块石头，弄出个小空间，把残砖填进去，又盖了堆碎石，接着取出球字，拿出残砖里的布团，略微犹豫了下，试着握了握，没反应。我还在石缝当中，我慢慢坐下来，取出那枚纸片，应该就是这东西在作怪。我脑袋没之前那么混沌，看出了更多蹊跷，藏在木板画后千余年，既没变色也没发脆，还是张竹纸，绝对不是凡品。我又取出求字符，盯着它看了一会儿。要是我刚才用这张符把燃山派收起来了，那这符的用处肯定不止这点。赵琦似乎根本不知道这符的真正作用，搞不好他就像捡到电棍的人，只觉得沉甸甸能当铁棍砸人，不知道还有别的妙用。赵琦不清楚，赵奎肯定清楚。念头刚起来，我就有点饿了。狭小的石窟里起了阵极微弱的风，绕着我打转。我四下看了看，能找到几根干枯的草茎，现在算是迫不得已吗？我捡起3根草茎捏在指尖，身边的风好像变强了一点，催我赶紧把草茎燃起来。我直接把它揉成一团，重新收了起来。身边的风猛地一旋，好像十分恼怒，最后还是消散了。我抬起手，在自己脸上用力拍了一下，不可以。我深吸一口气，又在心里重复了一遍。我知道找异类帮忙短期确实省事，但时间长了容易形成依赖，不知不觉深陷其中，直到最后仓皇无助，失去自我。之前我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现在居然还想给赵奎提供能量供给，长此以往，赵奎岂不就成了我的能量主导者？直觉告诉我这会很不好，更何况那家伙肯定会提我完全不想接受的条件。一阵微妙的喜悦感像风吹过水面似的掠过，我愣了愣，这一类我也不打算找你帮忙。我低声说，喜悦感慢慢褪去，我叹了口气，我往石壁上靠了靠，把求字符、残砖、碎竹纸在面前排开。我之前觉得燃山幻境在那幅木板画里，最后选了这张碎竹纸，是因为踏出燃山山门的时候，我除了想起燃山派，还想起了个名字——玉烈军。李焦图。当时有段独立模糊的记忆从我脑袋里跳出来，我才知道玉烈军是叶朝的封号，受封者叫李焦图，当时掌管天下钱粮，那玉烈军李焦图就该是燃山祖师。这么一位祖师爷，没理由用碎竹纸落款，这东西必然不寻常。那幅木板画应该只是用来藏碎竹纸的。之前我无意中用求字符把燃山派藏起来之后，燃山的建筑就直接朽坏垮塌了。许仙人扔过来拦我的木板画，一刀就被劈开，显然也成了凡物。石窟里没有一丝光亮，我探出特殊细丝，在3样东西上仔细摸索，或许燃山派就藏在这张碎纸片里，这里面才是真正的幻境。是的话，该怎么进去？另一边来的时候有30多个江湖客，现在只剩20几个，不少人还带了伤。许仙人紧皱眉头，满脸怒容，真是一群不成器的东西，为了点蝇头小利，连一刻都忍耐不了。冯骥叹了口气，许仙人你也别怪他们，行走江湖，今天这点小利拿不到，说不定明天命就没了。我之前就说先把怀路豹侠篇给他们，能力运用诀窍等事后再说。得了36宗特殊能力要诀，大家伙心定了就不会乱了吗？许仙人把目光转向他，是我做错了。冯骥赶紧陪笑，不是，主要还是这群人不成器。行了，许仙人将手一挥，接下来的事我自己办，没用的东西。他大步走到人群前，厌恶地扫了眼交头接耳的人，喝道：我就是许仙人。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面面相觑。你们不是想要宝贝吗？我现在就把怀路豹侠篇说给你们，都把耳朵竖起来。他不管众人记不记得住，一口气把几百个字全念完。光有这个没用，还得要能力运用诀窍。能力运用诀窍就在燃山幻境里，进幻境需要一件宝贝，刚才被人抢先拿了藏起来了，现在都给我搜。这一片我已经封锁，他绝对走不出去。谁找到那人，能力运用诀窍就说给所有人。先找到的，除了能力运用诀窍，还有一颗专属能量晶核，正好用于能力提升，适配怀路豹侠于能力提升，适配怀路豹侠篇。听明白没有？人群赶紧应声。有人小声问：那人能从您手里抢东西，我们怕是打不过啊。许仙人皱眉瞪了发生的方向一眼，我是一时不察，他要是打得过我还用跑？来寻宝的能有多大本事？等人群散开，他转头对冯骥说：你们几个跟我走，先查后面，问问刚才有没有人看见什么了。黑灯瞎火的晚间，要找刚才后山发生冲突的人不难，一共找出了7个。许仙人叫他们站在岩壁边，丢出个拳头大的皮袋子，这里是奖励，只要有那人的线索就能来领。你们之前在附近看见什么异象没有？一人立刻开口：许仙人，我看见了，那人站在山顶树上，还对我笑了下，我才早就跑进山里了。许仙人点头，偏头对身边冯骥说：处理了。那人一愣，大喊自己说的是真话，丢出弹丸，抱起晨雾就跑，没一会儿就逃到10几步外，快引进黑暗里。冯骥不追，把铁棒往地上一插，铁棒嗡的一声盘旋着飞出去，3息就又飞了回来。冯骥伸手接住，目标已经被成功处置。许仙人冷笑扫过众人，敢护
糊弄我不会有好果子吃。还有谁看见什么了？没人敢说话。许仙人正要叫人滚，忽然瞧见个腰间带剑的老郭直勾勾盯着他，指着老郭问：“你有什么要说的？”老郭抹了把脸，嗫嚅半天才说：“我之前怕说错，我看见个人往山顶爬，爬着爬着忽然没影了，我没看清他往哪去。”许仙人点点头，扬下巴示意他拿。老郭松了口气，捡起皮囊，心里直念道：“你对我留手，我老郭知恩图报，绝对不说你往哪去。”接下来的半夜，许仙人先叫人四散搜山，没结果就排成队把燃山废墟离了2遍，最后确定我就藏在后山山壁里。他叫出擅长寻物的江湖客孙帝皇，叫他顺着山壁搜。孙帝皇从西走到东才停下。许仙人，这里没人味，只有个大蛇的气息若隐若现，巢穴就在那儿。他指着山壁正中一条只能探尽头的狭小石缝。许仙人走到石条只能探尽头的狭小石缝。许仙人走到石缝前5步，心里冷笑，他之前的特殊感知能力覆盖了山壁6尺范围，真有大蛇根本不可能来回移动，肯定是我藏在里面化了形。他叫冯记安排人去洞里把我弄出来。一个江湖客装好长棍枪头，往洞里猛刺到底，又晃着枪尖扫遍死角，投了火把进去探脑袋看，缩回来时说里面没人，看清楚了。冯记又过去投了第2支火把，看了半天也转身说确实没人，但这洞之前肯定藏过人。许仙人反而哈哈大笑，想调虎离山引我走，你们对着这洞使劲，水镜火烧毒烟都用上，我看他能藏到什么时候。20多号散修对着洞全力施为，到天亮时洞口崩裂了一大块，石头都被烧得发黑发红，折腾了半个时辰。一个叫程四的江湖客衔烟枪凑过去要灭火，忽然倒地失去了行动能力，众人吓得四散退开。洞里传出我的声音，才放倒了一个而已。你们要是继续陪着许仙人在这玩，搞不好人人都要付出代价。许仙人冷笑上前，你终于熬不住现身了，谁能制服他？重赏。我此时算不上强弩之末，不过也确实不好受，不是因为那些火毒，而是我终于找到进入被藏起来的燃山派的方法了。之前留老郭一命，本来是想叫他透露我的行踪，引着他们从山壁尽头开始搜，哪知道他居然感念我的饶命之恩，半字没提我的去向，属实叫我摸不透这些江湖客的想法。好在许仙人足够自负，认定我不会藏在原地，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就在孙帝皇嗅到洞里有大蛇气息之前没多久，我捏着手里的半截残砖，本来已经焦躁的想直接冲出去，正放任自己胡乱发散思维，脑子里忽然跳出个词：敲门砖。我鬼使神差叹了口气，拿着残砖对着手里的残纸发泄似的敲了一下，下一刻周围的一切都空了。我还待在山壁的石洞里，能摸到粗糙石壁，也能透过厚实山壁看清整个燃山派的范围。这不是视觉，是超越五感的特殊能力。燃山派的太乙殿、排污是超越五感的特殊能力。燃山派的太乙殿、排污广场全都堆在一起，上下内外颠倒，怪异的很。远近高低的概念在这里全失效了。我低头才发现手里的碎纸片没了，那块残砖真成了敲门砖。我已经进了碎纸里的燃山幻境。我之前就觉得燃山派不对劲，弱鸡宗主，衰落宗门，怪异的广产子像在守着什么秘密，赵奎估计都不知道是什么。我没敢乱动，试着挪了一步，确实能走，好像跨进了石壁的幻影里，又能摸到实体的重量，像我不属于这个现实世界一样。这时候外头许仙人正叫人往石窟里释放火毒，我能闻到毒气味道，感觉到火焰高温，却跟我完全没关系，像隔了层无懈可击的屏障。我突然冒出个大胆的想法，许仙人就在10几步外，我能不能碰到他？试了几次才发现3步以内还好，走出3步方向距离全乱了，外面的人还在瞎折腾。我也不急，沉下心琢磨，之前我收了燃山派，外头的建筑就都朽坏了，应该是建筑是躯体，燃山派本身是核心能量体，现在幻境乱成这样，就像平整的纸被揉成了团，空间面跟面贴在一起，距离感才全乱了。我花了近半个时辰观察那些堆叠的房舍，在心里还原他们原本的位置和到我的距离，试着迈步走，前一步还像在山体深处，下一秒直接到了许仙人身后2步远。我赶紧站住，这揉皱的幻境比我想的危险多了，错乱的空间不光有捷径，还有类似纸破口的断层。我不敢再瞎探，试着往回走，可幻境方向全乱了，之前的参照物全变了样，只能小步挪。等回到起点的时候，我身上多处被幻境缝隙刮伤，全身上下闪着金光，赶紧坐下调整状态，开始想纸张的事。赵奎没什么高明手段，能制出厉害的纸张肯定全靠这幻境，可到底怎么弄？我再仔细看那些堆叠的建筑，才发现太乙殿不对劲。我又调了2刻钟角度，终于看清雕像底座后的东西是竹纸，按叠摆的有规律，最少的一叠10几张，最多的是整整1刀。最外面的桑麻捆纸上约律，最少的一叠10几张，最多的是整整1刀。最外面的桑麻捆纸上印着德阳路宝斋3123年4月19日，居然是德阳城买的。我一下就笑了，之前还高看赵奎了，哪需要什么特殊炼纸，把纸放这里等时间就行了，这些都是历代宗主放进来的。最后那刀是赵奎放的。我深吸一口气，伸手去够最薄的那叠纸，手臂传来剧烈的痛感，我下意识往回缩，整条右臂都露出了金蝉子，精神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等调整完状态，我才看拿到的10几张纸跟赵琦用的一模一样，落款是322年的，果然是放够时间就行。赵琦之前手里那100多张，估计是赵奎走之前留给他守长生灯的。我往外看，正听见许仙人冷笑大喊，他想调虎离山，今天不管你有什么特殊能力，都逃不出我掌心。这脾气跟赵琦、赵奎父子俩像得很，要么是尹氏家族子弟，要么是附近楼光派或者天心派的弟子。见赵琦走了来打秋风的，我看外面的人折腾，等他们玩累了被烟呛的退到一边休息，我敲了敲
身下的地，直接现身在石窟里，残余烟毒呛得慌。我缩到洞穴最深处的石头后面，抽出妖刀调整自身状态，把刀搁在石头上。这回落笔终于稳了，正要继续，就听洞口有人笑着喊：“等我倒点水浇灭洞里的火毒，叫那妖魔混个水饱。”另一人还抱怨：“哪有什么妖魔，就是许仙人看错了，拉咱们来做苦工。”那人一转头，正看见我，愣神的功夫，白色细线裹着刀柄飞过去，那人直接落败，失去行动能力。我收了刀，继续画画。外头静了片刻，接下来得解决掉许仙人。他知道燃山幻境在我手里，必须让他受到应有的惩处，不能再为祸他人。但他肯定还有同伙，这消息早晚会传出去，我得再找个保底的依仗，就从处理掉眼前的隐患开始。我冷笑一声：“你们火也放了，特殊制剂也用了，还来寻死？许仙人不好惹，我就很好欺负。”冯骥走到许仙人身边：“仙师，要不咱们先退吧？这洞就这么大，一个个上去全是送死，不如先撤，让他以为我们是。要不咱们先退吧？这洞就这么大，一个个上去全是送死，不如先撤，让他以为我们走了。”许仙人嗤笑：“强弩之末罢了，他真有本事早冲出来把你们都击退了。”冯骥愣：“那他是畏惧仙师您？”许仙人点头：“我也畏惧他。怎么，你想让我亲自上去是他的手段？我叫你来当主事，带这么多人来燃山干嘛？”冯骥答：“您说人多好办事，现在就是办事的时候。这群人本来就是用来是陷阱的，物尽其用。”许仙人说：“现在知道他善用炼刀，不怕火和特殊制剂，能隐身形，很好。”催人在叹，冯骥只得出去高声喊：“这东西只是刀块而已，谁再去？”五枚专属能量晶核，人群面面相觑，好半天才有个人走出来，众人屏息盯着他。过了好一会儿，我忽然笑着咳了2声：“你们在等什么？”那人当场仰面摔倒，没了气息。许仙人点头：“好，还善用暗器，之前果然被火和特殊制剂伤了。”再叹，冯骥又喊：“小心他的刀和暗器，还有哪位朋友愿意去试？”人群一片死寂。我笑：“不如直接说去送死。”众人脸色更难看。有人喊：“我们不要了，许仙人，我们走行不行？”冯骥回头看许仙人，许仙人点头：“行，让他们走，你们兄弟几个去试就行。”冯骥一咬牙，带着手下把想走的人推出来，要么去赚5枚专属能量晶核，要么试试我们和仙师的手段。被推出来的人3息就成了遗骸。第4个人有点本事，躲过刀光冲进去，很快又爬出来，受了极重的伤。人群瞬间躁动，都看出来我连战术人已经现了疲态。我手里的刀是陈星送的，已经卷了刃，我舍不得弄坏，收刀换了匕首。第5个人在洞口探头，扬手射出一柄长剑，定在石壁上，随后大吼着冲进来，一贴到石壁就闭眼求饶：“少侠，我是被逼的。”我笑着点头，一边用匕首敲石壁，一边问：“后悔吗？为了宝贝来，燃山宗主做不成，还差点丢了命。”老郭冒了一头冷汗，我脸色一沉：“我再饶你一命，还送你个好处，一会儿许仙人放人下山，你想办法下去找楼光派、天心派的人，说燃山幻境里有宝贝，被燃山弟子守着，愿意献给他们。事成了，我教你做剑侠。”老郭瞪圆了眼：“你是剑侠，那你怎么不杀出去？我得问问许仙人怎么知道燃山有幻境的。再说外面这么多人，我冲出去也麻烦。我现在正提升特殊能力，等大成了自然出去。”我把长剑拔下来扔给他：“你自己出去，下手狠点。”老郭立刻反应过来，接过剑，蹬着石壁跃出洞去，滚得满身泥污，落在许仙人脚边。许仙人把他踢翻：“里面那东西怎么样了？”老郭痛苦皱眉：“我差点就把他伤了。”许仙人大笑：“好，我说什么来着？强弩之末。”冯骥喜上眉梢：“仙师，我这就替你把他揪出来。”许仙人哼了一声，挥退众人：“我要对付的人，你也配动手？都退远些。”他走到洞口，催动特殊技能，高声大喝：“妖孽，接我一招！”洞壁土势崩裂出无数细纹。许仙人长袖一摆，3颗飞石打在袖子上碎成渣。他纵声大笑，挥袖把碎石卷回洞内，震成漫天尘雾。紧接着冲了进来，抬手射出一棚钢钉，把洞内钉得千疮百孔。他站定，定睛一看，洞里空无一人。我正贴在洞口上方的石壁上，躲开了他的攻击，可没躲掉他的技能攻击，身上像压了1000斤重担，错过了出击的最佳时机，只能等着。许仙人愣了愣，往后退了一步，正好推到我身下，还本能的仰了脸。没等他喘口气，我拔出妖刀，他痛呼着往洞外冲，我探出细线抓他。许仙人趁机拼命爬出去，跌跌撞撞跑回人群，一头栽倒在地。洞外的江湖客吓得面面相觑，胆子小的已经腿软了。冯骥带着手下横起棍子，等看见洞口的白线缩回去，才敢走到许仙人身边。许仙人此时已经是进气少出气多，冯骥松了口气，蹲下来，一边盯着洞口，一边在他身上搜，很快摸出一堆宝物，脸上一喜，再往下摸，摸到了那块物板，他拿起来翻过来一看，整个人瞬间愣在了原地。